江湖路是不归路，江湖人是过河子。我有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你，什么叫真正的江湖。都说落地板，留了2分给我闯。生父母不想要我，出生第3天就把我扔在了街上。幸运的是，我遇到了善良的阿武，他把我捡回家，带我长大，送我上学。在阿公的庇护下，我的童年和青春过得还算幸福。在我刚好高3那年，情况发生了转变。最后一次模拟考结束后，我被班主任叫到了办公室。我以为班主任又是想表扬我这次考得好，没想到传来的却是噩耗。狂野，回家一趟吧，你爷爷走了。这一刻对我而言却是平地惊雷，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没了。班主任给了我20块钱，叫我赶紧坐车回家去看看。我在鹅城市区念高中，我家在村里头，印象中都是阿公和姑姑在带我，因为我养父母有自己的小孩要带，他们不是很喜欢我。到了村里，我还是回来晚了一步，阿公已经入土为安。我看着眼前冰冷的墓碑，心里不是滋味。姑姑说发烧40多度，烧了16个小时才走的。几天前半夜走的，你阿公怕影响你考试，不让和你说，几次喊你名字。我呼吸很困难，跪在阿公的墓碑前，流出眼泪。走了也好，不用受那么多苦了。我养母小声说道。我巡视了一圈，问姑姑陈诺夫呢？跟领导去视察了，回不来。我养父答了话，陈诺夫是我哥，在彭城，离这里不过200多公里。那是改革前夜，超级大都市，繁华得很，交通便利，不存在没车回家的情况。他今年刚实习，在一个国营企业里头。陈诺夫是阿公的亲孙子，这次没回，我感觉心寒。吃完午饭，家里人坐在了一起，我养母建议我别回学校了，说家里供不上了。阿公走了，供我读书的那份压力就落到了他们的身上。哥不是毕业了吗？他实习才1200的工资，彭城租房就得500一个月，还得谈女朋友，哪里有钱供你？养父母早就不想让我读书了，之前阿公还在，他们还会顾及一下，现在阿公没了，他们就摊牌了。狂野几次模拟考都是年级前3，不读可惜了。4年大学好几万，还不如早点打工挣钱。彭城现在机会多，去外头闯去吧。姑姑拉着我的手，不停流泪。我知道她很难，之前是阿公和姑姑一起负担我的学费，现在阿公没了，姑姑自身能力有限，一个人供不起我。我相信，但凡她有办法，都会供我读下去的。姑姑嫁到我们镇上，靠种田为生，姑父又是个江湖人，被判了10几年，她能有什么办法？我没说话。我收拾了几件衣服，打算走。其实我也不知道去哪里，只是想赶紧离开这。姑姑拉着我的手，给我塞了500块钱。你姑父在彭城有个朋友，一起找他。我只拿了200，不敢多要。来到了县里，这会儿已经是傍晚，没多久就是高考了。我不甘心，很憋屈。我有把握，只要我读下去，将来成就一定比陈若甫高。可是现实不允许我继续读下去，我很烦，想找人倾诉。于是来到了一个足浴养生店，这里有个姑娘跟我关系不错，她是跟我同村肖丽珍。阿珍是我们村最好看的女孩，我俩同年，初中那会我们一直一起骑单车去镇上上学。我去市里读高中后，她就来东门县打工了。这会儿阿珍正坐在沙发上，低头用手机发着消息。18岁的女孩真好看，我跟她也很久没见了，这一看忽悠女大18变之感。怎么说呢，就是看了她之后就会很激动，她的神态和打扮让我感觉自己和她不是一个世界的人。阿珍，狂野，你回来啦！我可以感觉到阿珍的雀跃，但是很快阿珍的脸又冷了下来，走过去跟黑短袖男子小声商量着想请假出去下。那个男人目光阴沉地看着我，可能看我身上的校服就知道我不是坏人，这才点头让阿珍出来。啥时候回来的？我比阿珍高，我有1.8米，这样的落差我很容易看见阿珍身前的雪白，我不是很开心。走，我请你喝糖水。路人的目光让我不安，一时间我感觉我跟阿珍也是2个世界的人了，因为她显得很开放，印象中还没有姑娘这样抱着我的手臂逛街。在糖水店里，她又问我啥时候回来的，昨天回来的，没见着我阿公最后一面。上周我回村就听我妈说你阿公身体快不行了，我以为你家里人会叫你回来，看来你阿公是不想影响你考试。对了，这次考试还顺利吗？还可以。那就好好读，别辜负了你阿公对你的期望。我读不下去了。你上大学要多少钱？听了答案之后，他的脸色不由为之一动。他家也不容易，我猜他想帮助我，但显然他没有那个实力，所以我根本不会问他开口。我只是想让他陪陪我，因为他是我现在唯一可以倾诉的对象。狂野，你想读就去读吧，我能挣钱，到时候我借钱给你读大学。没文化是真不行，什么工作都找不到，像我只能做最卑微的事，被人瞧不起。你干这个能挣几个钱？努力，一个月6、7千是可以的。我当场震惊了，我哥是大城市国企的，还是名牌大学的，实习不过1200的工资，他却能挣6、7千。阿珍又说，这是好的时候，差的时候也就3、4千的样子。由此我也就明白了他的工作
当时就很难受。我每个月要给家里钱，剩下的我可以存着给你。你到了大学也打工，这样学费应该不成问题。你成绩这么好，不读真的很可惜。你别说了，我眉头一拧，声音低沉的呵斥了一句，心里好像被塞进了一团棉花，非常的膈应，非常的不舒服。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做这行的他们，又怎么能用他的钱去读书？还是这样挣来的钱？阿珍哭了，很显然，她承认了我的猜想，知道自己做的工作不被我认可。我很想逃离这个地方，离开了糖水店。阿珍跟在我身后，距离我4、5步远。我在县城河堤边不停地走着，她一直跟着。狂野，你别这样。她终于走不动了，蹲在地上哭了起来。她的哭声让我心碎。阿珍是个好女孩，一直很老实，就是家里穷，跟我一样。她也很无奈，除了那样的工作，她还能干些什么？我尚可一走了之，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可是阿珍不能，她背负的太多了。她的哭声击碎了我的心，我也跟着流眼泪。转头来到了她的身边，阿珍站起来抱住了我，在黑暗的河堤边放声大哭起来。她抬起来头，静静地看着我眼睛，我发现她是那样的美，我感觉她的心跳在加速。而后阿珍慢慢闭上了眼睛，双唇送了上来，那是我的初吻。在黑漆漆的河堤边，我们忘情地拥抱在一起。狂野，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我想去彭城打工，我要搞钱，不想再过穷日子了。那也好，我也想去彭城，这里离家太近了，不好。你在那有熟人吗？有个表姐在彭城的宝乡区。那你过去还做这个吗？不做了，去做啤酒妹。我姐说一个月也可以搞2、3千，我每个月只要给家里2000就行。大城市就是不一样。你晚上怎么住？我找个网吧，明天再去彭城，这个点也没车了。我带你住旅馆吧，网吧休息不好。那是个带有独立洗手间的旅馆，一个晚上50块。阿珍给的钱，阿珍让我去洗澡，她自己则下了楼，说给我买点吃的，等我洗好澡。阿珍已经打包好东西回来了，2个肉夹馍和一些烧烤，加上2瓶可乐，这就是我们的晚餐加宵夜。我们吃得很开心，村里想吃这些东西还吃不上呢。谁一直给你打电话？阿火，我们店的老板，没事，不理他。晚上你还要回去上班吗？不了，明天我跟你一起去彭城，不在这干了。今天我第一次见他笑得这么开心，估计他和我一样，也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充满了期待，亦或者对今晚要发生的事，他和我一样的兴奋。我是处男，可是我故意不告诉他，怕他有负担。吃完后，阿珍进了浴室，没多会儿，她就围着个浴巾出来了，白皙的脸上挂着红晕，多了分娇羞。我尽量不去想她的工作，把注意力集中在她身子上。你没谈过女朋友对吗？阿珍戳破了我的秘密，或许我初吻的生疏已经出卖了我。你干嘛？我们这样算什么？什么都不算，我就是想给你。这让我很感动，不再有顾虑。她成了我的第一个女人。狂野，我以后就是你的女人了，你放心，我不会死缠着你。我知道自己的过去，你将来要是遇上真爱，你可以娶她，我不用你负责，我只想做你的女人，哪怕只有1天也好，可以吗？好，2个苦命人共同憧憬着属于我们的未来。对于彭城那个大都市，我们都有很多的想象。突然房门被踢开，我们都吓了一跳。来人正是美发店那个穿着黑短袖的男人啊，他身后还跟着2个流里流气的年轻人。阿火抬起腿就踹了我一脚，把我踹倒在地上。阿珍赶紧过来扶我。阿火上前又给了阿珍一脚，我操你妈！我要去救阿珍，那阿火转身又给了我一巴掌，当场我的嘴角就流出血来。火哥，你别为难他。我趁机跟阿珍抱在了一起。说实在的，我挺害怕。小子，你敢拐我店里的姑娘，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不是的，阿火哥，是我不想干了，求你别为难他。操，我让你走了吗？肖丽珍，你要走也可以，把今晚的损失给我补回来。晚上秦老板点名要你接客，你没按时回店里来，跑到这和小白脸约会，害我损失一个大客户。我不是还有钱在你这吗？我都不要了。那才多少钱？3天一结账，少说也有小1000了吧？不够，你要走得再给我5000，否则你休想走。我没钱，火哥，我也给你挣不少钱了，求你放我一马吧。没钱就给我老老实实回去上班，挣够了钱再提走的事。说罢手一挥，示意那2个小弟把阿珍拉走。2个年轻人上前来，一人抓着阿珍的一条手臂，就把阿珍往外拖。我彻底炸了，我以最快的速度抡起拳头，照着阿火的脸全力打去。你特么的敢动我，给我砍他！就在此时，一个红毛小弟已经举起砍刀，那刀起码50公分长。我心中一凛，知道今晚自己凶多吉少了。突然身前人影闪过，阿珍跑了过来，砍刀落下，砍刀砍中了阿珍的脖子。我看见了红毛惊恐的神情，我抱住了阿珍，血不停地从阿珍脖子涌出。阿珍抬手摸我的脸，可手还没摸到阿珍就断了气。短短时间内，我失去了2个重要的人，感觉眼前一片灰暗。我捡起了地上的砍刀，此时只有一个念头：杀光他们。红毛开门往楼下跑，阿火和另一个长毛小弟也跟着跑了出去。我追了上去，阿火和长毛开始逃窜，我撒开腿举着刀拼命的追，我挥刀就砍，差点距离砍空了几次。我狠吸一口气，闭气用力跑了起来，再次砍下一刀。这一刀正中阿火的后背，被我砍中的阿火没叫唤，求生欲让他加快了速度。我一路狂追，这一刻我已经不想活了，感觉这操蛋的生活真的一点意思都没有，一心只想弄死这几个人。跑在最前面的红毛摔了一跤，他的同伴并不完蛋，抓住机会我上去就是一顿砍。红毛呜哇乱叫，我听不见他在说什么。砍了10几刀后，
准备照着红毛脖子砍下，要一刀结果了他。抱头蹲下。公安来了，7、8个穿着制服的人拥了上来，我被押上了车。是旅店老板报的警，问案的人不关心足浴店里的皮肉生意，更不关心阿珍是不是被骗或者被胁迫干这个的，他们只追究我砍人的事情。我在看守所待了20天左右，案子就判了我3年。红毛扛下了所有事，判了15年，长毛6个月，阿火拘留5天就出来了。我被送到了彭城监狱。姑姑来看我了，看上去姑姑是操碎了心。她告诉了我一件具有戏剧性的事情：姑父减刑了，现在在出监队，过段时间就出来了。我进来，他出去，这还真是巧。我姑父是彭城凤爪帮的红棍打手，当年在彭城宝乡区一带也是很红的人。10年前，凤爪帮因为一场大规模械斗，造成了极大影响，有关部门下决心把帮会取缔了。姑父也被判了15年。那时候我还小，都是听姑姑说的。姑姑叫我在里头找一个叫龙叔的人，是姑父的朋友，说姑父打好招呼了，有什么事就找他。还没等我见到龙叔，就先见到了另一个熟人，1.85米左右的身高，身材壮实的跟头牛一样。老三名叫林云星，家里排行老3，初中跟我一个学校的，毕业后就去了彭城学修车了。后来听说跟道上的人走得近。二哥，老三很惊讶地看着我，他家在我们镇上，跟我姑父沾点远亲，小我2个月。从我姑父那论，他是得喊我二哥。你的事我听说了，没想到在这能碰上你，缘分啊！你小子咋也进来了？跟你一样看人了。判多久？18个月，我砍的没你狠。老三跟我聊了很多他这几年混社会的事，原来他也成了个道上人，这里面看来也是没少进。老三这人性格我了解，这是个忠厚、容易知足的人，还挺讲义气，能吃苦。上初中那会儿，我的热水都是他包下来了，因为有姑父这层关系，我在初中没受委屈，都是靠的老三。二哥，你一个读书人进来这里了，还吃得消吗？吃不吃得消，都进来了。随后老三跟我讲了一下里面的规矩，新人进来一般要被那里的老油条打，我和老三不一定分到一个监舍，有时不能及时帮到我，叫我学点打架的手段，起码会增强力道，也能熟悉人体的构造啥的，就算没武器在手，打起架来也不至于太吃亏。这之后我便一直跟着老三练，很快到了离开入监队的日子。果然我和老三没有分到一起，在里头我与龙叔相认，在他的庇护下我过得还算不错。今天是我姑父黄坤出去的日子，他找我说话，一个中年男人，皮肤黝黑。你个烂仔，好好的学不上，学人砍人，活该的吧？烂仔是骂人的话，和流氓差不多意思，可是姑父这么说我，却是在调侃，这是姑父心疼我的一种表现。姑父膝下无儿女，所以从小到大都很疼我。姑父叫我在里面好好跟着龙叔，我答应了。随后又向我讲起了多年前凤爪帮生死存亡的那一仗。那时候他是帮里最能打的4人之一，主要任务是保护龙叔。2帮人本来约着是械斗，只能带刀，可是对方却不守规矩。双方干着一半的时候，对方就拿出了火器，龙头许爷被人一枪当场打死。好在龙叔提前做了布局，安排了10个枪手，在凤爪帮枪手的掩护下，龙叔和主要骨干才得以保住了性命。那场仗最终造成了14死36伤，成了震惊彭城的大案。恰逢当时有大领导来彭城视察，那晚参与械斗的2个帮会都被取缔了，龙叔被判了无期徒刑。黑道变了，已经没人守规矩了。这么说来，龙叔还真是个能人。可不就是，姑父驮的人能有错？姑父塞给我2包云烟，要我好好孝敬龙叔，多跟龙叔学点东西。他要出狱了，未来几年有龙叔保我，他才能放心。下午放风的时候，我尾随龙叔来到角落里，跪在地上，双手给他递上2包烟，想让龙叔教我道上的事。起来吧，你这个学生我收了，我跟阿坤那么多年兄弟，他还救过我的命，他的侄子就是我的侄子，不用客气。你是不是想着出去就报仇？是，报仇不难，你想过报仇之后怎么善后吗？没有。如果你报了仇，最后落得个陪葬的结局，那我认为这种报仇没有意义。那个叫阿珍的姑娘肯定也不想看到这一幕。龙叔让我出去后投靠到许爷女儿的旗下去。我姑父出去后就在彭城给许爷的女儿做事。许爷的女儿叫许梦娇，是个岛国留学生。凤爪帮被取缔后，许梦娇回到了国内，买回了一栋之前凤爪帮的物业，召回了一些凤爪帮的成员，有重整旗鼓的意思。龙叔的意思，要想报仇又不被牵连，就得有人为我平事。许梦娇是有这个实力来平这个事儿的，他会同意吗？那就看你的本事了，人家不是做慈善的，他要看你能给他带来什么。我没想那遥远，眼下只盼着早点出去，干死那些王八蛋，把希望寄托在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人身上，我觉得不靠谱。一段时间过去，我倒是过得充实，直到一个人的出现，完全打破了我平淡的监狱生活。砍死阿珍的那个红毛廖运凯从医院监区出来了，在我意料之外的，那人被分到了我所在的分监区。龙叔告诉我，这肯定是阿火在外头活动了，不然廖运凯不会分到我一个分监区的。这天午饭的时候，廖运凯直接走到了我和龙叔的面前。你别搞事，他是我的人。龙叔这么大年纪了，就别出来管事了。陈狂野，你最好小心点，接下来的日子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生不如死。我握紧拳头，想起阿珍惨死的样子，心脏好像被什么东西重重捶了一下，异常难受。龙叔用脚踢了我一下，提示我冷静。曹，你看什么看？有本事你打我啊！你不是很能打吗？想知道肖丽珍是怎么踏入这一行的吗？她肯定没告诉你她是怎么入的这行吧？我猜她也不会说的，她怕你骂她啥。那天她来我们店里说想学足浴养生，那个傻瓜以为我们挂着足浴养生店就真的是做这个的。当晚我和阿火还有长毛就轮了她，
我们还拍了好多照片。他不敢去报警，一开始他也不肯做这行，慢慢的看其他女孩都挣钱了，他就破罐子破摔开始接客了。不过话说回来，小李真还真是个尤物，那叫一个爽。听了之后，一股气顶在我的心口出不去，脑子嗡嗡的，感觉眼睛在充血，太阳穴生疼。想起阿珍的样子，我的心在滴血。干你老母的，老子非得弄死你！旁边的龙叔突然拍了下桌子，我边上的座位上唰的站起来4个壮汉，都是中年男子。这时候管教过来敲桌子警告，龙叔拉着我离开了饭堂，他把我带到他喜欢待的角落里，拿出了烟，先是递给我一根，这次我戒了，学着他的样子把烟吸进肺里面，脑子一阵眩晕。你刚才只要动手，你就出不去了，知道吗？要么你死，要么他死。显然对方是受人指使，专门来对付你的，就是不想让你出去。做大哥的人得忍人所不忍，为人所不为。你这么烈的性子，很容易折到的。他告诉我，他其实一直把我当黑道大哥来培养，我是他这些年来遇到的最适合当大哥的苗子，因为我有点文化底子，善于动脑筋，爱思考，长相、身高、气质又具备相当优势，还能吃苦，有情义，有胆量。但是他忽略了我的年纪，没想到我这么冲动，我听了很意外，不曾想龙叔居然有这个用心。龙叔，你为什么要培养我做大哥？我只想报仇，没想当大哥。当不了大哥，你就报不了仇。你以为阿火是一个人，他能开那店子背后肯定有人，自身无损伤的报仇才是真正的报仇。要是把自己搭进去，那不叫报仇，那是同归于尽，是最无奈的情况下才选择的做法。那我该怎么办？你真能听我的？能。随后跟我商量如何做掉廖云凯的计划，我们去另外一个监区避开一阵子，再安排杀手把他做掉。事前让这个杀手主动去跟廖云凯发生摩擦，让大家觉得杀手有足够动机杀死廖云凯，到时候就没人会怀疑到我头上。第二天，我跟龙叔就到了林云星所在的3分监区，我跟老三又住到了同一间舍。那晚我久久不能入睡，老三也认识龙叔，但是廖云凯的事我没跟老三说，龙叔有交代，这事是绝密。我在想，龙叔为什么这样帮我？难道就是为了培养我当大哥？辗转反侧中，我决定明天找龙叔问问看。第二天放风的时候，我跟龙叔去吸烟。龙叔，您为什么这么帮我？我希望你可以做老大。那对你有什么好处？对我没好处，对他们有好处。想知道我的过去吗？想。龙叔出身平塞，成绩优秀，毕业于华国重点大学，年纪轻轻就坐上了鹏城大学副教授的位置，是我们鹅城市数一数二的知识分子，受到许多人的崇拜。然而这都是表面，他的出身放在鹏城这座大都市来说，就显得微不足道。毕业后，他娶了鹏城一个当地人的女儿做老婆，一开始两人关系还不错，后面他老婆就开始嫌弃他没钱，跟副校长搞到了一起。龙叔在自己家卧室的床上抓了个正着，一把菜刀把好妇淫妇送上西天。事后，龙叔抱着必死的心，打算投海自尽，却被正在海钓的凤爪帮许爷救下。许爷念他有见识、有文化，还有胆量，就将龙叔收入了凤爪帮，同时动用人脉，花费巨资，将龙叔杀人的事按了下来。凤爪帮当时在宝乡区，那就是绝对的大哥大。我跟着许爷也算过了几年好日子，能过上那样的日子，现在坐牢也无悔。那时候几乎每个月换新女朋友，后面身体不行了就吃药，反正不歇着，吃药还是搞不定的话，就只能过手瘾，那感觉也不错。现在许爷死了，许爷的独女许梦娇回国，买下了一栋被拍卖的凤爪帮的大楼，成立了一个凤鸣集团，把从牢里放出来的还有没被抓流散在外的凤爪帮就不召集回来了，做的也是 KTV 和桑拿的业务。看得出来这是要继承许爷的事业，也是给这些凤爪帮就补一个归宿。可是梦娇在社会上独木难支，她一介女流，没在街面上混过，没打过架，更没坐过牢，对黑道的事她可以说是一窍不通。现在凤鸣集团的局面很是艰难，急需一个能够力挽狂澜的人，于是我看中了你。谢谢龙叔赏识。孩子，你能答应龙叔吗？出去后好好出力，帮一下梦娇，帮一下你的那些叔叔辈。我答应你龙叔，只是我没见过许爷的女儿，他会信任我吗？你得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梦娇，赢得兄弟们的认可，我只能推荐你进去，这是道上规矩。监狱里出了一件大事，廖云凯在吃饭的时候被人用断裂的扫把给捅死了，而我跟龙叔却没有因此受到一点影响，跟没事人一样。由此我彻底信任了龙叔。很快老三的刑期就到了，他要我出去后去找他玩，给我留下了他住处的地址，我也得到了减刑的机会，刑期缩短到2年10个月。临出狱前3个月，我养父来看我了，这让我很意外。他告诉我犯了事后，他和我养母就搬到鹏城了，没脸在村里住，怨我不该找小姐的，找也不能找同村的。阿公的留下的那几间屋子和田地山林都留给我，这突如其来的好令我不安。问了才知道，原来是陈若甫准备结婚了，嫂子是鹏城当地人，书香世家，他不希望我出现在鹏城，怕给他们留下不好的印象。咱们家穷，若甫好不容易娶上个好媳妇，咱们帮不上他什么，尽虽别给他添乱就行，家里的东西都给你，你哥啥也不要。我出去后得去鹏城，不过你放心，我不会麻烦他的。要是你敢去鹏城，以后就别来往了，我当没养过你这个儿子。好，旺仔就不是个人，早知道偷偷掐死算了，不至于留下来害人，没人味的东西。在他的眼中，我的命就是他们施舍的，我应该事事都听从他们的才对。至于我想干什么，那压根不重要。陈狂野到初恋，监狱的沉重的铁门缓缓打开，我终于出来了。上午的日头酒在我的脸上让我睁不开眼，
门口不远处停着一辆银色捷达，姑父从车上下来，冲我咧嘴笑：“烂仔，还上车？你都会开车了？刚学会没多久，徐总让我们这些老家伙跟上时代，要求我们都得学，你以后也会学的。”我见着他该喊什么？也是徐总，现在不流行喊大姐大了，他一个留学生本身就洋气，觉得叫大姐大太土了。我姑呢？在宿舍做饭呢，准备了好多菜。车子没开多远，前面开过来2辆面包车，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姑父脸色立马一沉。面包车上下来10几个手持棒球棍的小年轻，带头那个我认出来了，正是那晚旅店跟阿火一起的长毛。这家伙只判了半年，高鼻梁，老鼠眼，化作灰我都认得。我伸手要去开车门，老实待着别下车。长毛干啥呢？这是搞这么大阵仗？来，抽根烟先。坤叔，我找你侄子有点事，你最好别插手。瞧你说的，我家侄子的事，我能不插手吗？有事好说，来抽根烟再说。姑父突然一侧身，闪到了长毛侧后方，同时从身后拔出了一把刀，刀尖抵在了长毛的脖子上。姑父动作之快，下手之老辣，令我感到震惊。不愧是当年凤爪帮的红棍。坤叔，别激动，我侄子刚出来，今天谁敢搞他，我不介意手上再多几条人命，让你的人跑步后退100米，立刻都给我退，快点！狂野坐后头看着他，我盯着这个害过阿珍的男人，心中恨意翻滚，脸上却一点表情都没有。监狱这些日子，我每天打坐练心，每日挥刀3000下，性子更冷了，手握着刀，离长毛10几公分坐着，他只要敢乱动，我立马可以结果了他。喂，坤叔，你这是带我去哪？少鸡巴啰嗦，到地方会让你下车。你这是干嘛？有必要吗？呵呵，这哪说得准？现在放你下去，万一等会你又带人围上来呢？姑父果然老成，做事就是细心。我也第一次感受到了江湖的险恶，日后做事得处处提防才行。看什么看？我哥让我给你带话，出来了就老老实实的，别搞事。要是想报仇，那就正大光明的约个架，他奉陪，听到没有？龙叔说过，行走江湖，首要多动脑，其次管住嘴。这人显然是没有管住嘴。眼下的局面，他说这样的话，不是找抽吗？另外，从长毛话里不难看出，阿火怕我报复，或许是因为红毛廖运凯的死，让阿火重新认识了我。有了这些判断后，我恨不得当场就弄死长毛。见我不说话，长毛以为我是坐牢做的呆傻了。坤叔，你得好好管管你这侄子了，以后找女朋友看着点找，别什么人都去泡。肖丽珍那样的货，玩玩可以，当什么真啊？为了这么个女人，值得吗？闭嘴吧你！小子，你哑巴了！我哥有转达的话，你听到没有？擦，装什么高冷？我哥这是在给机会你，你以为我们真的怕你？傻逼！跟肖丽珍那贱货一样，傻大妞一个。不过你小子眼光倒是真不错，肖丽珍果然是个尤物。去死吧！刀刃全都扎进去，刀尖从脖子另一侧洞穿过来。你发癫啊！你怎么干？你怎么能把他杀了？我操！姑父非常生气，姑父掏出烟点上，用力吸着，显得很焦躁。我刚才实在是忍不了了，他不该提阿珍的。再者来说，我也觉得这人迟早要杀的，这仇反正是要报的。况且我判断杀了他后果也不会太严重，阿火不至于为此跟我拼命，反而能给阿火些压力，让他知道我不是个可以随意拿捏的。狂野，你冲动了！你个孩子哪来那么大气性？跟龙叔学了那么久，我看你是白学了，就不能等君子报仇10年不晚，知道不？那是弱者给自己找台阶，我也不是什么君子。车子开在路上，姑父的手机响了，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铃声悦耳，我一看就喜欢上了。姑姑打电话问接到我没有，姑父推脱临时有事，晚点才回。姑姑是个保守的女人，家里男人讲话了，她就听着，很快挂了电话。我把姑父手机拿过，在手里把玩着。你个死衰仔，现在还有心情玩手机？想想怎么善后吧你！能怎么样？不过死了个马仔，阿火不至于为了个手下跟我拼命吧？我把自己动手前后的想法跟姑父讲了讲，姑父也认为阿火内心肯定是有些害怕被报复的，今天才会有这样的动作。而且姑父还告诉我，阿火去年生了个儿子。说着，姑父回头用复杂的眼神看了我一眼。龙叔看人是真准，你还真有做大哥的潜质。想当年，徐爷跟你一样，总是能出其不意的给对手致命一击，有头脑，做事狠辣果断，不拖泥带水。不过你还是要克制下自己才行，能忍则忍。你真要做掉长毛，完全可以等见了徐总。正式加入公司之后，有什么不同吗？当然有，你进了公司，出了事徐总就会帮你摆平。姑父跟我讲了点道上规矩，像砍人这样的事，行动前是要得到老大同意的，这样出了事，老大才会帮忙。我今天这样擅自行动，意气用事，那是不被允许的。要是后面阿火来要人，要办我，徐总完全有理由把我交出去，不管我。我相信徐总不会的。你就那么肯定？你见都没有见过他。如果他是这样的老大，那么就不值得我跟，我自己找人跟阿火干就是了。再说了，我还有龙叔的推荐，他多少要看龙叔面子不是？晚点到了公司，我会把这事扛下来，看在我这个叔叔辈的面上，徐总也不会不管这事的，放心吧。我没做声。很显然，阿火这2年发展的不错，已经到了让姑父都为之担忧的地，可见阿火实力不容小觑。车子开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眼前是一处海边悬崖。姑父让我帮忙把人抬到悬崖边上，我俩来到了海岸边，脚下就是100米高的悬崖。姑父开始分解长毛的身体，我看了一眼后就觉得头皮发麻。发傻了，往海里扔！我脑袋一阵晕乎，感觉眼前升起好多发光的斑点，胃里很难受。
怕了，哼，刚才那痕迹呢，赶紧扔。姑父说这样处理一下，没2天就会被海里的鱼吃光了。处理好长毛，车子开回了市区，彭城宝乡区属于工业为主的区域，比不上关内那么繁华，但是眼前的景象也足以令我震撼。车子来到一栋7层高的大楼前，门口两边有2只大石狮子。到了，坑叔，人接到了，刚接到，谢谢朱总。小伙子挺帅气。说完，朱总坐上了一辆黑色的旧车，姑父一直朝朱总的车挥手。车子离开视线后，姑父的笑容也戛然而止。凭我对姑父的了解，我看得出来他讨厌这个朱总。随后我们来到了7楼，姑父打开了房门，房间不大。姑姑出来走好，才早走做好了。没想到你们回来这么晚。吃完饭，姑姑让我洗澡，给我拿了一身新衣服过来。换上新衣服和鞋子，我忽的一阵恍惚。读书那会儿，我自认为自己是帅的，现在看看，今年已经21岁的我，还多了我这个年纪不该有的沧桑与冷酷。屌你公龟的，特么的还是那么帅。走，我带你去见徐总。路过走廊，不少穿着清凉的姑娘在，穿着白色圆领 T 恤和牛仔裤的我，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我发现这里好多女人，而且全都很好看，身材相貌都挺出众。我跟着姑父来到了一个办公室。谢总，我是黄坤。进。桌子后面正对门坐着一个女人，五感很有辨识度，尤其是那妖娆的身段，还有纤细手指夹着香烟，嘴角微微上翘的模样，以及那潇洒不羁的气质，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金辉秀从荧幕里走出来了。站在女人身边，手捧着文件夹，穿着黑衬衣的正是朱总。见是我们来，女人就点了点头。朱总微微躬身走了出来。女人站了起来，从大班桌后走向办公室的沙发，示意我们坐。女人微笑着看了我一眼。旷野叫人。徐总好。姑父说他已经28了，我看他的样子也就是和我差不多。许梦娇微微点头回应，眼睛却没有看我，而是看向姑父。就把他分到你的小组吧。这是通过面试了，还以为他还要问点什么呢。我听徐总安排。先从组员做起，拿3级工资待遇，以后立功了会慢慢涨的。许梦娇吸了一口吸烟，看着我微微笑道，她的眼睛会发亮，笑起来像个温和的少妇。谢谢徐总。吃饭的时候，姑父跟我讲了集团里的一些事情。我和姑父还有其他原帮会成员都在社会事务办，这个部门有3个小组，我姑父是其中的小组长之一。像我这样的新人来了就是组员，拿3级的工资，也就是1个月1800，上班也没啥事，就是维持所在楼层的治安，关键时候要上就是了。姑父作为组长是2级工资，1个月2800块的底薪。10年前那场大火拼，行动前许也给每个兄弟都发了奖金，姑父当时拿到2万，那2万后面因为监狱要活动，姑姑身体也不是很好，很快就花完了。由此来看，许爷父女对兄弟们是不错的，不抠门。我没想到自己的第一任老大会是这样一个美女，对于未来的路，我立马多了许多想象。没其他事就去忙去吧。我还有事跟您汇报。姑父把长毛的死说了，不过他说成是长毛在车上乱来，他失手一刀捅死了长毛。对不起徐总，我对公司惹事了。特么的这老家伙撒谎面不改色的，我姑姑可能没少被他骗。靓仔你会开车吗？我跟姑父面面相觑，这算什么问题？看我们不说话。许梦娇噗呲笑了笑，许总，我不会开车。哦。他长长的哦了一声，玩味的看着姑父。姑父微微低头，似乎看不透许梦娇的意思。我的脑子飞转，很果断的上前一步。许总，对不起，我姑父刚才欺骗了您，长毛其实是我杀的。姑父是担心您责备我，不收留我，怕我失去公司的庇护，流落在外被阿火报复。事情已经做了，有什么后果我都愿意去承担，请您原谅我姑父吧。他对您无比忠诚，我是他最心疼的亲人，他刚才是无奈之举。温叔，这靓仔说的是真的吗？是，谢总，我错了，请您自罚。不过旷野还年轻，请许总给他个机会吧。这次他冲动行事，我这个做姑父的愿意替他受过。您怎么惩罚我，我都不会有怨言。坤叔，这是哪里话？咱们混江湖最讲究的就是情义2字。如果你连你侄子都不护着，我还能指望你将来护着我吗？他做的这个事，我认为没错。一个男人就该有血性，面对杀死自己心爱女人的凶手，还能无动于衷的话，那算什么男人？这事过去了，你们不必担心，不过一个小喽啰而已，杀就杀了。我们跟阿火本来就不对付，开战是迟早的事。阿火要是为了这事来闹，我顶着。闻言，我跟姑父都瞪大了眼睛。许梦娇抬眸看着我的眼睛，我从她的眼神里看到了真诚，似乎还带着些欣赏。对了，你叫陈狂野。陈狂野，好好干，我看好你。是，许总。坤叔，人处理干净了？处理干净了，许总。那就好，对外你们就咬死长毛半路跳车了，至于人去哪里了，你们也不知道。是，去忙吧。我跟姑父离开了办公室，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回到宿舍，姑父就劈头盖脸把我一顿臭骂。姑姑几次想劝，都被我的眼神给制止了。你个屌毛啊！我话都说出去了，你怎么还把真相说出来？你这不是存心坑我吗？哪有你这样做事的？姑父，我这么做恰恰是为了你好。刚才徐总问我会不会开车，可不是随便问的。我不会开车的话，必然就是姑父开车。而当时长毛是被我们挟持的，不可能让长毛独自坐副驾吧？必然是让他坐后座，我在后座看着长毛。如果是我坐后头负责看守长毛，那么刀势必也在我的手上才合理。试问这个情况下，坐前排的你如何能做到一边开车一边失手杀死后座的长毛？徐总没有直接戳穿你的谎言，那是在给我们机会。他可以原谅你护着我，但是很难原谅我们一起合伙欺骗他。姑父听完沉默了许久，而后目光深沉地看着我。走吧，我带你去领装备。我跟他再次来到一个办公室，领到了一根棒球棍和一个姑父同款的手机。
接着姑父把我带到了我的宿舍，这个房间跟姑父那间一样大，但是里头是2张高低床，住4个人。我下铺是个矮胖的小伙子，两边手臂纹满了墨水，穿上来的叫宋鹏飞，他今天刚好休息，宿舍其他人都去值班去了。小飞，一会儿你带着狂野去熟悉一下厂子，再带他去买点电话卡和生活用品啥的。他刚出来，对这不熟悉。姑父吩咐完，给我留下1000块钱就走了。宋鹏飞打开了门边的柜子，里头放着几把开了刃的砍刀。这些家伙是有任务的时候才用的，平时值班就带一个棍就行，以免吓着客人。狂野哥，我这有会员卡，我先带你去放松一下吧，顺带你也体验下我们金凤凰的服务。要不你还是先带我买个手机卡吧，我想跟我朋友联系下。那也好。来到1楼大厅，宋鹏飞跟前台的一个穿着旗袍的女孩挥了挥手。飞哥，出去啊！这是狂野哥。狂野哥好。我不是很习惯的回了个笑脸，看样子社会事务办的人在公司还是有点地位。到了入口边上，宋鹏飞去旁边的小店里买了2瓶冰镇可乐，给了我1瓶。谢谢鹏飞。狂野哥，你喊我小飞或者小胖就好。那你也别喊我狂野哥，叫我狂野吧。嘿嘿，走吧，狂野哥。龙叔说过，如果有人主动自降身份，自己则不必过于谦虚，那是对方已经把我视作高他一级的人了。这时候大方接受就好，不然的话，对方会很失望，自己也可能因此丧失一个朋友。想做大哥，就得要有人。所以此时我也就不再跟小胖推来推去了，他要怎么喊我就怎么喊吧。我们上了一辆面包车，这家伙居然也会开车。你也会开车啊？狂野哥，以后我教你开，你下班了就跟我下来这里学，学的差不多了直接去考试就行。我们在里头有人，考试很容易过的。那就谢谢了你小胖。谢啥？坤叔平时对我不错，挺关照我的，你的事我都听坤叔说的了，够爷们。车子七拐八绕的来到了牛掰大道，最后停在了3星工业区门口。来的路上，我看到有营业厅的，不知为啥小胖要跑这么远到这来买。下车后，我跟他走进了营业厅，才明白过来。飞哥，今天来办什么业务呀？妹儿，我朋友想办个卡，你给推荐哈。好的，飞哥。这位帅哥，你想要个什么样的卡？平时打电话的，还是发信息的？我不懂这些，你推荐就好。妹儿给我推荐了动感地带，说现在年轻人都用这个，我没多说啥，办了一个，还买了300多的充值卡备用。既然是小胖的朋友，我肯定要给面子。身上是没几个钱，可我这人把钱看得不是很重，就像龙叔讲的，有人才有世界，人比钱重要。出来营业厅后，我在路上拨打了老三林云星的电话，却打不通。小胖问我知不知道对方地址，我把老三上班的百事顺游戏厅地址告诉他了。你要找的人是不是林云星啊？对啊，你也认识他？认识，他常来找坤叔喝茶的，而且是我们桑拿会所的常客。小胖告诉我，林云星不在原来的游戏厅干了，现在在一个酒吧里看场子。车子开了半个多小时，到了广场附近，停好车后，我们来到了一个酒吧门前。进来后，一股夹杂着汗味和脚臭味的难闻气息传来，里头有很多人在喝酒，有的男女手拉着手，有的不知道在墙角干啥，还有的在厕所一待就是半个钟的，欢快的很。我看到正躺在摇椅上的林云星，星哥来了，自己去玩吧。星哥，你看谁来了？我操，二哥，你咋出来了？不是还有2个月吗？看来姑父是没有告诉他我减刑的事。他既然常跟我姑父见面，那为什么姑父不跟他说呢？减刑了，老三你怎么来这儿了？打你之前的电话也打不通。我们3人来到对面一个超市门口的椅子上坐着。二哥把你手机给我。他把我手机拿过去，把他自己的新号码存在了我手机上。以后打这个电话，你啥时候出来的？二哥，就今天，这不一出来就来找你了。见过坤叔了，是不是打算在徐总那干？见过了，已经在凤鸣集团办了入职了，说说你吧，为什么没在之前那干了？老三侧过头去看了眼酒吧的大门，眉宇间有些不悦。他出来后，第一时间就去了之前的工作的那家百事顺游戏厅，找到了他的老板，老板却通知和他，百事顺已经托给别人打理了，不用他看场子了。老三也没更好的去处，这份差事还是里头那个叫阿来的光头介绍的。阿来之前也是在百事顺游戏厅里帮忙看场，是老三的小弟。游戏厅托给别人打理是什么意思？他说实际上就是被人给霸占了。他之前砍了竞争对手好运游戏厅里的一个人，入狱1年多，那个好运游戏厅的老板不服气，就把找了一帮后生仔，大约10几个人冲到百事顺，把光头打了，把老板抓了。那些人逼着他老板写下了股份转让协议，用1块钱的价格买下了他老板80%的股，然后接管了百事顺游戏厅。现在百事顺游戏厅法人还是他老板，但是实际控制人早就是好运游戏厅的人了。老三想回去看场子自然是不可能了。那帮后生仔霸占了百事顺游戏厅后，顺理成章的就在那担任起看场子的任务。老三也跟他老板私下谈过，问是不是要组织人手把那帮后生仔砍了，抢回百事顺。可是他老板已经没有那个心气了，说什么人家好运游戏厅的人还给自己留了2成的股份，并没全要走，够自己花了，不想多事了。既然老板都这么说了，老三一个打工的自然就不去管那么多了。这不是明抢吗？就是明抢了，你以为呢？就没人管吗？谁管？上头只管收游戏厅牌照的钱，治安队的人也只是做样子巡逻，谁会去搭理这些事？只要不闹出人命，他们就随你们折腾，反正不管谁管理这个场子，他们的收益都不会受影响。万一把人惹急了，一个不小心就被人捅了，拿份工资而已，那些人不会拼命的。治安队平时什么作风我倒是早有耳闻，只是没想到抢人家场子这么严重的事，治安队都可以置若罔闻。听完老三的话后，我的心不由得快速跳动起来。我看到了一个机会，他们能抢，那我们也可以。抢东西不就是看谁拳头硬吗？这事又没什么技术门槛的。好运游戏厅找的那帮后生仔什么来头？怎么你想干啥？二哥随便问问。他们就是跟我差不多大的小年轻，听说都是从云师来的，之前是在一个手表厂打工的，因为偷窃被集体炒鱿鱼了，
背后没大哥罩着？没有，这帮人都是一个村的，很团结，下手挺狠。光头当时被打得老惨了。百事顺这样的游戏厅一个月能挣多少？1个月最少搞7、8万了，遇上大型节假日，1个月10万都有的。调他公规的那么多，游戏机不咋挣钱，主要是老虎机挣钱，那玩意可以调胜率的，坑的要死。没错，老虎机最坑了，妈了个巴子的，我去了几回都是输，就第一次赢了。卧槽了，这玩意竟然这么挣钱，难怪好运的老板会找那么多打手去干人家。姑父说过，我们要是给公司带来了利润，立了功是可以快速提拔的。公司的朱总就是因为给公司引进了桑拿项目而被许梦娇重用，眼下这个游戏厅就是个极好的项目。对于我这样新人来说，要想快速崭露头角，就得搞这样的项目。二哥你想啥呢？没啥，好运游戏厅老板很有实力嘛，怎么能找来那么多手下？实力跟我前老板差不多，不过人家很分钱，把游戏厅股份让出去给那些后生仔了。这就难怪了，人家好运老板那是合作思维，给手下人股份，手下人跟老板就一条心，当成自己的事来干。为什么不去找我姑父？你在这干多没劲，臭烘烘的。嗨，这是咋说呢？星哥是不习惯咱们那的氛围，我们那都是年纪大的人多，就我和你2个年轻人。凭我对老三的了解，氛围可能是一部分原因，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今天有小胖在，多的话我不好说，打算下次单独见的时候再聊聊这个问题。我还是希望老三跟我一块的。又聊了点家常，我们跟小胖就准备回去了。我领了薪水，请你到我们金凤凰来玩，我请你桑拿，要请也是我请你，你才出来，身上也不宽裕，洗个桑拿能花几个钱？呵呵，没个3、500你能洗得成？3、500洗个桑拿，屌你公规的那么贵？蒸桑拿不就是10几20块的事吗？狂野哥，我们的桑拿可不是你们县里那种净桑，那可是带一条龙服务的，300只能找普通技师，高级技师都是500起步。原来如此，我就说朱总引进个桑拿而已。许梦娇为什么那么重奖他呢？原来这玩意也是高利润项目啊！回去路上，我内心筹划着游戏厅的事，这事还不能着急，得研究下，一步步来，要么不做，要么一次就做成。如果我第一次出去插旗就失败了，往后就不会有人信我。旁边开车的小胖时不时的看我一眼。黄野哥，你是不是想搞游戏厅呢？我身子微微一动，睁大眼睛看了他几秒。这小子不像看上去那么憨实，心思够细的。老三跟我那么熟悉了，都没看出我的用意。这小子才认识我半天不到，就已经猜到我的心思了。黄野哥，我没别的意思，我想跟你干。你要是想搞事，能不能带上我？你现在是我姑父手下，跟我干算咋回事？那是工作罢了，难出头的，你后面就明白了。凤爪帮那帮老前辈们已经没多少冲劲了，看场子可以，要他们主动去开疆拓土，呵呵，那是不太可能了。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不出去抢地盘的话，哪有出头的机会呀？我可不想跟他们一样在公司养老。黄野哥你不同，用坤叔的话讲，你天生就是不安分的人。我想跟着你这样的人干，以后要搞事，你带上我一个，成吗？事情突然，我不知道怎么来回答。恒飞，你想多了，我才刚来，暂时还没有要出去插旗的想法，以后我有这打算会跟你说的。好，没事，嘿嘿。回到金凤凰后，小胖带我熟悉场地。小胖说，这商 K 项目是徐总一手做起来的，公司目前主要盈利也是来源于此，开业就受到了许多客户的喜欢。后面很多竞争对手模仿金凤凰的模式，不少客户就被竞争走了。听完这些，我对许梦娇有了新的认识。看完 KTV 的场地后，我们来到了4楼桑拿会所的场地。眼下还没到晚上，所以人没啥客人，但是会玩的人往往都是这个点来。为啥？相对新鲜。他带我在4楼逛了逛，穿过走廊的时候，遇上几个房间是关着门的，从门的缝隙可以看见里头有人在忙活。我没敢多听，我操！跟着小胖来到了走廊尽头。小胖带着我进了一个房间，带新伙计来认认场子。这个屋子坐着10多个妙龄女郎，年纪18岁到30、40的都有，她们穿着五花八门的衣服，争奇斗艳。这些都是刚上班等待着上钟的人。除了眼前这些人，在宿舍里还有几10个在休息的桑拿技师。飞哥，这是你们部门的新同事吗？怪帅气的，你们社会事务办总算来了个年轻好看点的了。帅哥你叫啥？我是9号，一会儿找我试试钟啊。靓仔你别找他，你找我，姐年纪大会疼人。不是大妈，月经都停了吧，还跑来瞎凑热闹，你有没有搞错啊？找我，靓仔你看我这，他们很多人的都是假的，我这真家伙。好了，别撩拨我狂野哥了。小胖拉着我出去，刚回到宿舍，宿舍桌上的对讲机就响了。所有人带上家伙到停车场集合。里头是许梦娇的声音。小胖赶紧打开柜子，拿出了一把砍刀就往外冲。我没多犹豫也跟了出去。到停车场一看，姑父跟一大群人已经站在停车场里了，大家站成一排，对面停着3辆面包车和1辆小轿车。一个中年男人从轿车走了下来，是阿火。我顿时血压飙升，我正要上前，小胖却一把拉住了我，示意不要冲动。这时候阿火带来的20多个小弟全都从车上下来，站在阿火左右两边，手里全都带家伙了。黄坤，你把长毛弄哪去了？赶紧把人给我交出来！我站在我姑父他们的后面，此时阿火并未发现我。你交个鸡巴毛啊！自己手下不见了，你找我干啥？这么说话是吧？别以为你是前辈我就怕你，不存在的。你这个掉毛我还没放在眼里。少废话，把人交出来！没法交，我都不知道长毛在哪。看来你是不想好好谈了，那就打！来，老子几10岁的人还怕你个小杂毛不成？怎么这么大火气啊？许梦娇突然从大楼后门出来，走起路来一副不羁的样子。
两边的人见状都往下意识的后退了两步，给许梦娇让出一条道来。许梦娇站在姑父身边，看了看姑父和其他2个族长。阿虎，今天怎么个说法？是准备和我们金凤凰开战了是吗？许总，你来的正好，我兄弟长毛被黄坤劫了，现在下落不明，你是黄坤老大，这事你给个说法。阿火这话显然就露了怯，他都没有正面回应许是不是要开战的问题，反倒在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到这来。看来这家伙并没什么长进，跟当年被我拿刀追着砍的时候一个熊样。坤叔，有这事吗？人我是劫了的，不过半路长毛自己跳车了，现在人去哪里了我也不知道。胡说八道，谁能证明你说的？我能，我在车上，我看见他跳车了。是你小子跟黄坤穿一条裤子的，你的证明有屁用？我不信，赶紧把人交出来。说了我不知道人在哪，你要我怎么交？他丫的，这两叔侄一个比一个会装。少特么废话，交不出来人，你跟陈狂野就得跟我走。好，阿虎，当着我的面你就敢抓我的人，看来你是摆明了要跟我过不去了。弟兄们，在今天要是有人敢在我的地盘动手拿人，一律砍死。徐总，这就是你不讲理了吧？我手下一个大活人不见了，你就不该给我个交代吗？虽说你兵强马壮，可我阿虎也不是吃素的，真打起来，指不定谁输谁赢呢。如果你能证明长毛的失踪是我的人干的，那么我可以让你把人带走。但现在你只是猜测而已。坤叔也说了，长毛半路自己跳车跑了，可能他遇上了别的什么仇人，被人给干掉了也说不定。这是你算到我们金凤凰的头上，我肯定不服。哎，你说的，等我找到证据，你可别反悔。阿火重重哼了一声上了车，带着一众人离开。我看得出来，他是真想把我和姑父带走，只是没想到许梦娇会这么力挺我们。阿火真实的心态应该和我估计的差不多，他不会为了长毛而拼命的，所以刚才才会就坡下驴。许梦娇稍微给个台阶，他就马上撤了，真是个狡猾的老狐狸。都散了吧。回到宿舍，我心里一阵暖流划过。当时许梦娇说阿火来找时他顶着，没想到他真的做到了。吃完晚饭，我跟姑父来到大楼天台上抽烟，他跟我讲了阿火的情况。阿珍死后，迫于压力，阿火带着几个手下来到了彭城，投靠了他的一个远房亲戚。那个亲戚投资了几百万，在金凤凰附近开了家桑拿会所，交给阿火负责打理。由于阿火做事不择手段，看到好看的女人有时候会逼良为娼，还用各种龌龊手段跟其他会所抢客户。短时间内，阿火管理的那家伙麒麟桑拿会所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到了金凤凰桑拿的业务，不少客人都被竞争走了，这让朱总和徐总很是恼火。所以今天徐总出头，不单单是为了我和你着想，还有一部分原因是金凤凰本身就跟阿火不对付。现在阿火手下有40多号打手，徐总也不敢下决心跟阿火硬碰硬。我们这边人数跟他相当，真打起来也有赢的把握，可徐总不会那么做。听了姑父讲的这些后，我深有感触。从姑父的话语中，我感觉到了一些公司内部间不是很和谐的因素。姑父对许梦娇似乎不像表面上看上去那样的尊敬。姑父，你怎么看许梦娇这人？能怎么看？我看不明白他。不比之前的徐爷，有什么都跟我们这帮手下人说。现在的徐总有事都是跟朱总商量，不爱跟我们这些老家伙说。对徐总还是要礼敬，他能用你，一方面看的是龙叔面子，一方面他可能也觉得你是青年人，希望你能给公司带来新气象。说到底，他今天是帮你平事了，你得记着人家的好。或许他对你不会像对我们一样，他跟你能沟通到一块去也说不定。根据今天的情况看，我感觉许梦娇对我的兴趣不是太浓，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不讨厌我。还有姑父，你为什么不把老三招到你手下来做事？老三能打中意，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而且姑父对老三很是了解，两人本来就是沾点远亲，又是一个镇上住着。知道你们感情好，我这不是把人留给你用吗？这时候我才理解姑父的苦心，由我出面招纳老三，这样老三就是我带进来的人，以后老三混好了，在公司里我是发掘老三的人，我有面子。在老三的角度，是我拉他进来的，老三欠我情，那我哪天请他过来洗个桑拿，就跟他提这个事。可以，你跟他谈好，我可以直接把他收到我组里面来。对了，你了解老三之前做的那家游戏厅吗？现在被好运游戏厅的人占了。我知道，好运的刘麻子之前是做余生馆的，跟我差不多大。怎么了？你说我们能不能把游戏厅抢过来？一个月听说能搞7、8万呢。可以是可以，再等等看，不着急。为什么？你现在是凤鸣集团的人，做什么事首先要考虑集团的意思，你得看徐总有没有这个想法。我们抢了也不是自己独吞，把游戏厅给集团，我们挣点项目分红就好了。集团会不愿意？事情是好事情，但是好事情也要得到大佬的首肯，不然的话，大家会觉得你冒进，野心大，有心人可能就会给你穿小鞋。你指的有心人是朱总吗？朱总全名朱家兴，是集团副总，他一手搞起来的桑拿项目，为集团贡献了大量利润，眼下是许梦娇的大红人。你个刁毛做事别心急，找个机会你试探下许总口风，他如果同意你做，你就放开手脚去做就好了。知道了，姑父。老三手下还有个阿来，能不能一起收进来？这个我先跟许总请示下吧，一下收2个人，我得问问人家意思，应该问题不大。当天晚上，小胖说请我去体验下桑拿，他会员卡里还有钱，蹲监狱这么长时间，说不想那是假的，且技师里有质量好的，调他公规的我是真馋。可是仇还没报，我就这么吃喝玩乐的话，我觉得内疚，感觉挺对不住阿珍的。
狂野哥，我们社会事务办40多个兄弟都去过在咱们家会所，唯有你是拒绝的。我姑父也去过。没，坤叔是个例外，其他人都去过。对于姑父的事，我感觉他在说谎，可是我没证据。桑拿去不成，小胖就提出带我去公司对面的烧烤摊吃宵夜。我俩一边吃喝一边聊，谈了5个多小时的话，一直聊到了凌晨。那晚，小胖执意要跟我结拜，他可能是喝多了，我没答应小胖，让他哪天没喝酒的时候再谈这事。接下来的几天，我被分到停车场负责那里的安保。姑父说，这是上头的意思，我们社会事务办有个主任是朱家兴的同学，这事就是人家主任定的。小胖有些替我不平，因为那个位置之前是年纪最大的成员去干的。我没吱声，就这么过了1周左右。姑父找我谈话了，说找老三和阿来进来这事。许梦娇有答复了。许总的意思，最近公司开支大，业务也没什么大起色，招人的是要缓线，鉴于过段时间会出来个凤爪帮的旧部，到时候要收人家进来，厂子就这么大，能安排的位置实在有限。听了这个消息我很郁闷，事情远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现在我只是个看停车场的，公司最底层的人，身边也没个靠得住可用的兄弟，我弟复仇计划似乎变得遥遥无期。许梦娇的理由看起来是那么的不实在，公司1个月500-600万的流水，怎么就养不起2个新人了呢？一个人不过是1000多的工资，且老三和阿来都是有经验的年轻人，能打仗，有冲劲，这不正是许梦娇所需要的人才吗？我是越来越看不明白许梦娇了。别急，沉住气，急了办不好事情。回到宿舍后，我陷入了沉思。小胖他们回来宿舍后，在那聊桑拿会所发生的事情，聊得很投入。小胖，拿你2根烟抽。宿舍过来个人，直接把小胖床头的假天下拿了过去。喂，刘叔，我也没几根了。小胖要把刘叔拿的烟拿回来。对于他们而言，面对长夜，身上只有2根烟是没有安全感的。来拿烟的人，大伙都叫他刘大牙，以前是凤爪帮的小弟，仗着自己是前辈的身份，平时没少见他占小胖便宜。抽你2根烟怎么了？要稀巴拉的。小胖身子圆，被这么一推就倒在了床上，不敢出声。我看不下去了。小胖跟我关系最好，每天下班就教我开车，买啥好吃的都想着匀我点。我直接从床上翻身跳了下来。你干嘛？把烟还给小胖。你管得着吗你？一个看停车场的，还管起我的事来了，滚开！我再说最后一遍，把烟还给他。狂野哥算了，听到没有？人家小胖都不说什么，要你多管闲事，赶紧给我滚开！除了我跟小胖，宿舍其他2个人，他们也是凤爪帮的旧部。这时候在那帮腔，有人帮腔，刘大牙就更嚣张了。好狗不挡道，给我让开，听见没有？这些天压抑的情绪，加上此时的愤怒，让我再也无法冷静。把烟还给小胖。妈了个巴子的，拿来吧你！小逼崽子，你赶紧放开我，不然我不客气了。还装逼呢？那我就先不客气一个给你看看。完蛋！干什么呢？这时候，一个男人走了过来，看着我们，他就是我们部门的主任侯良生，还有个身份就是副总朱家兴的同学。侯主任，这家伙动手打人，是刘大牙抢我的烟，狂野哥看不惯才动的手，不怪狂野哥。我没抢，我就是借2根烟抽抽。咱们抽烟的人，这不是常有的事吗？你说他抢你烟，他可有动手？他推了我一下，那就是斗殴。陈狂野、宋鹏飞和刘大牙一人罚款100，从工资里扣，再有下次直接罚款1000。小胖看上去很不服气，可不敢作声。罚我认了，小胖是受害者，怎么还罚他的钱？侯良生明显是有点欺负人了。陈狂野，我警告你，最好给我老实点，再有下次可就不单单是罚款了。狂野哥，对不起，都是我惹的祸，那100我赔给你。小胖没事。我走到了天台，心中真的特么的压抑。小胖拿着2瓶冰镇可乐到了天台，怯生生地递给我1瓶。狂野哥，你有心事，我能理解你的郁闷，有能力施展不开，被小人针对。不过话又说回来，没能力的人，人家还懒得针对你呢。你觉得谁在针对我？还有谁？朱家兴呗，明摆着的。明面上看是这样，可往深里看，朱家兴背后又是谁呢？这话我不好当着小胖说。而且我想不明白的是，自我进公司以来，从未表现出要威胁他人地位的迹象来，别人为什么还要针对我呢？你是不是在想，你又没做什么得罪人的事，为什么他们针对你？我心里一惊，这家伙果真聪慧。狂野哥，你也是尖子生出身，怀璧有罪不会没听过吧？我点了点头，可是心里不完全同意。朱家兴要是觉得我这个新生力量将来可能会对他产生威胁，从而针对我，这个我能理解。但是说许梦娇也因为这个而针对我的话，我不理解。有可能是许梦娇受制于朱家兴吧，怕朱家兴不高兴，所以默许朱家兴打压我。我得找个机会跟许梦娇谈一谈。狂野哥，你要是想出去单干，你带上我，我跟你干。好。第2天，我在停车场盼着许梦娇的车子开进来，等到上午10点左右，才看见她的粉色保时捷开进停车场。许总好。许梦娇只是点了下头，看都没看我一眼。我的心一下跌落谷底，本想找她谈谈的，结果看她这巨人千里之外的样子，我一下没了勇气。他奶奶的，我到底哪里做错了？为什么要受排挤？老子要去楼上看场子，不是看停车场，要出去开拓业务，要插旗。又过了2天，机会终于来了。今天被通知到6楼的会议室开会。原来今天轮到了我们社会事务办开月度会议，侯主任主持会议，在场的除了我们部门的人之外，还有个重量级人物，就是许梦娇。我先汇报下这个月我们社会事务办的一切成绩。侯主任，成绩就不用强调了，还是多讲讲有什么不足吧。
好的不足也是有的，这里要重点批评下陈狂野。大家都清楚，他是个新来的弟兄，可刚来没1个月，对外就惹上了阿火这样的刺头，对内呢又搞不好团结，动手打了刘大牙。许梦娇不苟言笑地看着，看得我心里很不自在。姑父板着脸不作声，我想辩驳几句，但是看姑父他们几个组长和老大许梦娇都没吱声，而且我打了人是事实，因此我也就不说话。且看这个侯良生能整出什么话来。我们社会办这个部门，其主要职责是内卫和外拓，保卫集团的同时，还要帮助集团完成对外业务拓展，这就要求我们部门必须高度团结。看样子侯良生是准备上纲上线了，要把我和刘大牙的摩擦搞成是原则性的大事件。侯主任刚才这句话讲得很有高度，社会事务办名词是个新名词，但实际上这个部门多少还是有帮会的性质。我们称呼成员为弟兄，我们手持武器，这样的一个部门当然要注重团结了。鹏飞和狂野还有大牙叔的事我已经听说了，既然已经处罚过了，这里就不再议论了。侯主任，你作为部门老大，还是讲讲接下来社会事务办该怎样为集团出力吧。好的徐总，接下来我们要加强部门培训，在部门成员体能训练、文化素质提升、个人形象提升等等多个方面加大力度。在座的基本上都是我爸爸的老部下，都是道上混过的兄弟，说白了都是活在黑暗世界的人。侯主任，你搞那些有什么意义？他们又不是公关部的那些女接待，打扮漂亮点还能招揽客人。我认为你应该回到社会办的核心职能上来，用你刚才的话说，就是发挥好这个部门内卫和外拓的作用。侯良生更为紧张起来，一时间答不上话。由此我对公司内部的事情也有了更深的认识。一，许梦娇对我们这个部门的工作不满，这个显而易见。二，许梦娇可能对侯良生背后的朱家兴同样的不满，今天的会看似针对了侯良生，也有可能是在敲打背后的朱家兴。三，许梦娇迫不及待地想对外扩张，她是个有野心的人。五，基于以上的认识，不难推论，许梦娇可能某种程度上受制于朱家兴，所以才会给朱家兴这么大权力，才会默许朱家兴和侯良生对我打压。有了这些判断后，我又有信心了，许梦娇一定是想发展新项目的，且不想让朱家兴一家独大。侯主任，我们凤鸣集团自开业以来，从没被人扫过场子，内卫工作已经做得非常出色了。当然了，这都有赖于在各位叔叔辈的威名，但是我们社会办外拓的业务并没有什么起色，我们一直都是窝在家里做着对内保卫的事。眼下我们人数越来越多了，这个月又来了有新人，月底监狱还要出来个凤爪帮的前辈也要进公司来，后面可能还有前辈要进来，这么多人只是做内卫一件事情，恐怕就有些人浮于事了。侯主任，对此你有什么良策？这个关于我们部门人事情况，上次集团会议上朱副总也有过指示，我们现在做的业务其实是需要大量安保人员的，眼下人数保卫我们这栋大楼其实刚刚好，因为我们做的都是些敏感的生意，首先要保证客人安全，其次要防备对手来扫场子，所以说的话，现阶段做好内卫才是重中之重，将来人员实在是超编了，我们可以再想办法。局势更明朗了，许梦娇想扩展，朱家兴和侯良生不愿意，朱总这是要独大一方啊，生怕许梦娇做大，他的权力被稀释。看来侯主任是要跟朱副总商量后才有办法。各位，如果我们集团的业务只是仅限于当下的桑拿和商 K， 那么势必有一天我们部门会超编，这个大楼就只能承载40多号人，再多的人后面就很难安排了。到时候要是强行安排进来，那就只能拉低大家的收入，来养活后面来的弟兄了。各位前辈，你们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坤叔，你是组长，你说说看，眼下我们应该如何冲破瓶颈？我不懂经营，只会看人，反正许总让我干嘛我就干嘛。陈狂野，你来说说，听说你以前还是高材生呢，在监狱就靠着帮人写信得到了减刑，我想听听你的见解。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看向我，我沉默了几秒，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具体说说，怎么个打得一拳开？出去插旗，抢地盘，增加新项目，这样就算有再多弟兄都能安排。公司业务多了，财务丰盈了，抗风险能力自然就会增加，弟兄们待遇也会增加。我们实力起来后，自然就能超越竞争对手，从此走向正循环。如此一来，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呵呵，说得轻巧，在座的都是比你有经验的老江湖，谁不知道出去插旗有好处？我们就这么几十号人，拉出去插旗抢地盘，谁来保卫公司？你今天出去，明天人家就打到家里来了，你以为人家那么好欺负？还抢地盘，你以为是过去许爷那时候？现在咱们什么实力，就敢去动人家的蛋糕？就说你惹的那个阿火，我们今天出去抢地盘，阿火马上就敢趁我们空虚，带人来抢我们金凤凰的地盘，你信不信？你年轻有冲劲是好事，但是没脑子可就不行了，那是要死人的。侯良生讲完，会议室陷入了一阵沉默。侯良生朝着刘大牙使了个眼色。侯主任讲的没错，咱们现在实力还不行，不能冒进。你想着人家地盘，人家同样想着咱们的地盘，现阶段还是要做好内卫为主。说来说去，你们的理由不就是怕人家来踩我们的场子，所以不敢出去插旗吗？如果我说我不需要动用在座的各位，你们负责把内卫做好就行了，那是不是你们就同意我出去插旗了？陈狂野，年轻人不要太气盛，你这样是要吃亏的，就跟阿火那是一样，
到时候你惹了事，还不是公司给你兜底？别净给徐总添麻烦，行不行？不需要动用我们的人，你自己去插旗。哈哈，你以为你是泰森啊？易大师，你自己能抢到什么地盘，能搞到什么好项目？去找卖菜大妈收保护费，去找算命的要钱，还是去抢占街女的项链？那也不是不行，别忘了，当初徐爷就是靠着海鲜市场做起来的，当时我们凤爪帮还不是一帮收保护费的。阿坤讲的没错，别以为过上几天舒坦日子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了，在座的都是流氓，装什么高贵逼？没钱没实力，装的再高大上也没用，迟早成为别人的盘中餐。只要有了地盘有了钱，谁也不会在乎你是怎么起来的，有钱就事业，其他都是狗屁。林叔一讲话，后主任他们就立刻蔫了。据我观察，林叔是个极少开口的人。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吧，散会。许梦娇站起身，离开了会议室，留下整个部门的人。随后大家各自散去。晚上洗完澡躺在床上，我横竖睡不着，就去姑父宿舍找姑父抽烟。我姑呢？回东门了，家里那几间破房子他放心不下，回去收拾收拾，过几天再回来。晚上开会，徐总是什么意思啊？你一个读书人都看不明白，你问我一个小学没毕业的人，我猜他最近会有动作，具体是什么动作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会上你说靠你自己出去插旗，你是有计划了吗？我看中百事顺和好运游戏厅了。刘麻子可不好惹，手底下几十好打手呢，那帮后生仔又都凶得很，无牵无挂，打架下狠手。正是因为不好惹，我才要打他们，打那些好惹的，人家会说我挑软柿子捏，赢了也不被尊重。要打就打精锐，这样才能一战成名。好运刘麻子本身就是靠武力抢来的百事顺股份，现在我用同样的方式把刘麻子的生意抢过来，天经地义。相信刘麻子事后也不会怎么闹腾，本身他自己也不干净。是呀，一个朋友。姑父你早点睡，我出去趟。深更半夜你去哪里？见个朋友。那我跟你去吧，别给阿货抓了单了。不用，就在公司门口。没事，我不走远，国豪酒店离得不远，10几分钟就到了。来到5楼，我敲响了505的房门。许梦娇穿着一件灰色的吊带，看上去是刚沐浴不久，脸上粉扑扑的，头发还有些潮气。这么大的房间，就她一个人住。我跟许梦娇来到窗边的沙发坐下，我与她隔着一个桌子对面坐着，她就这么直勾勾地看着我。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她深夜邀约我到酒店来，就足够令我感到意外了。现在问这样敏感的问题，难不成看上我了？雕她公规的，虽说我自认为长得算出众的，但是我不认为这些东西会让许梦娇这样的女人动心。她可是见过大世界的。怎么很难回答吗？有什么就说什么，今晚你说什么我都不会怪罪你。徐总，私底下就喊徐姐吧，我也才大你几岁而已。几岁？我21，你都28了，好吧，村里都得喊姨。不过看在你长得年轻保养的好，就满足你吧。徐姐，我觉得你人挺优秀的，是个漂亮潇洒精明能干的人。不是精于算计，高傲冷酷吗？没有。许梦娇腿从桌底伸过来，可以感觉到她的脚在我的小腿上摩擦。我跟你之前的女人阿珍比，谁漂亮一些？徐总，请你严肃点，说说嘛，我想听。这个阿珍像一朵性感的水仙，你是一朵妩媚的樱花，两个不同人，没法比较。滑头。许梦娇把左脚抽了回去。我一个20出头的人，才从监狱出来，这时候我真的很燥，干他丫的太折磨人了。徐总，你叫我来是有什么事？我切入主题，不想跟他玩这些不知所谓的暧昧。一会儿问我感觉他咋样，一会儿问我跟阿珍比谁美，这是要干什么吗？想睡我可以直说，真是让人焦心。找你来自然有事跟你谈，难不成跟你在这约会啊？我问你，为什么你不去我们桑拿室中？我可是听人反映了，几个人请你去洗桑拿你都不去，社会办的人都去玩过，你闹什么特殊？我不想去，我心里有事，没心思玩，想着报仇。没错，你不去，我没法帮你报仇。为什么？这特么什么逻辑？还非得完了那些才能成为一家人了？龙叔可不是这么教的。许梦娇拿出一支烟抽上，然后把烟扔给我。我爸说过，没有点爱好，没有点瘾头的男人不好控住。你年纪轻轻的，又是孤儿，也没老婆孩子，连点癖好都没有，我怎么能放心你？大家都去，就你不去，是不是想着要在弟兄们面前树榜样，让他们敬重你？你想做大哥，对吧？做了之后呢？离开金凤凰自立山头。她变得有点激动，是个没安全感的女人，表面上看上去的潇洒不羁只是她的伪装。我可以保证，我没有那样的想法，我是想做大哥没错，可从没想过要离开金凤凰，要背叛徐姐你。龙叔一直叮嘱我，要我好好在这干。保证？呵呵，你拿什么保证？说不上来了吧？所以你的保证就是空话，你叫我怎么信你？徐姐可以考验我，时间会证明我的心的。我说什么，你都能听吗？是的。那你现在就回去桑拿部，给我时钟去。徐姐，我曾暗暗立誓，大仇不报不碰女色，能不能换一个要求？别的我都可以听你的。那你就亲一下这。这逼娘们到底玩的哪出？怎么，你不是说什么都听我的吗？怎么现在这也不愿意，那也不情愿的？确实，他讲的没错，我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想得到人家的帮助，这时候还要什么面子和清高呢？我一咬牙，伸手将他的脚捧在手里，就要低下头去，谁成想他居然把腿一抽，雕你公规的到底玩什么花样？好了，我逗你的，我暂且相信你的诚意，希望你以后不要令我失望。说说你的计划吧，你想在哪里插旗？游戏厅，我有朋友在那看过场子，一个月能有7、8万的利。那确实是个好项目，你打算怎么做？直接抢。有胆识，龙叔果然没看错你。不过我可不能给你人，社会办的人下班后愿意去帮你，那是你私人面子，明白吗？
他这是怕朱家兴有意见呢。我理解，我也没指望他派人给我。家伙和人你在外面找，弟兄们要是有伤亡，全算我的。上头有人找你麻烦，我也会出面搞定。总之，善后我负责。行，有这些就够了。这个你拿着。彭城这地方，出门就得用钱，在公司附近找个房子住吧，不要在宿舍里跟人商量这事。停车场的活就先别干了。要是侯主任问起，你就说跟我请假了，等拿下游戏厅你再回来，懂了吗？是。把我手机号存着，保持沟通，没急事就发短信，有急事随时电话。这间房我承包下来了，以后有事也可以来这找我。记下了号码，我看了一眼塑料袋子，足足10万，这么多。这算什么？你出去结交兄弟也要花费的。等你拿下游戏厅后，你的朋友老三和阿来，你就可以招进来了。到时候直接让他们去管理游戏厅项目。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去找阿火报仇？等你拿回来的项目能达到朱总项目的量级了，你就可以去报仇了。阿火不是一般小混混，弄死他的话要花很多钱平事儿的。哎，那徐姐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没有的话，我就先回去休息了。这么晚了，要不就在这住一夜吧？徐姐，这个那什么，要不我还是回去吧。好了，不逗你了。嘿嘿，那我就走了。这娘们真鸡巴骚的，搞得我心跳好快。回到宿舍，我叫上小胖上了天台，跟他讲了我打算出去插旗的事，但是没展开说我跟许梦娇谈过的内容。我只是说抢下游戏厅后，公司会帮我善后的。小胖没多问，直截了当的就说要跟我干。第二天，我跟姑父说了昨晚的谈话，但是隐去了一些和许梦娇互动的内容。姑父思忖一阵后，同意了我搬出去。小胖也想跟我一起干。姑父，你给他批个长假吧。行，动手的时候跟我说，我过来帮你。再说吧。你小子昨晚在酒店有没有？没有。就这样，我跟小胖从宿舍出来了。我们在公司对面的城中村里找了个一室一卫的房子，1个月700。我打电话叫老三带着阿来一起过来吃个午饭。老三说在上班，晚上过来。到了夜里，老三带着光头阿来过来找我们了。4个人在附近餐馆吃了一顿后，我们一起回到了租房的地方。我想干刘麻子，抢了他的游戏厅。二哥，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我想出头，大丈夫岂能郁郁久居人下？而且老话说了，工字不出头，靠打工啥时候能发财？不得有点自己的事业吗？许梦娇答应了我，善后的事他兜着，到时候游戏厅可以给你们去打理，我会给你们争取股份。怎么样，敢不敢干？这有什么不敢的？操，这憋屈日子老子早就过够了。二哥，我就等你摇旗呢。看他，你呢？阿来。阿来直接脱了衣服，展露出他背上的伤疤。他的上臂、后背留下了10几条刀疤，横七竖八的，看着瘆人。这都是刘麻子的手下干的。当时兴哥还在牢里，只有我一个人在百事顺看场子。那帮云氏过来的小子上来就直接砍，我一个人拿刀跟他们刚，结果被砍了10几刀，在医院趴着躺了2个多月。我身上有仇呢，早就想干刘麻子了。你带着我一起干吧。这小子够猛，竟然敢一个人挑10几个人。这样的猛将，百事顺老板居然放他走。好，以后咱们就是兄弟，有我一口吃的，就绝不会饿着你。老三向我们介绍起了阿来。阿来全名陈福来，是我们鹅城博罗那边的人，比老三小几个月。博罗跟我们东门一样，是个很山的地方，家里就剩个老爸了，老爸又是个酒鬼，这导致他的童年十分悲惨，没有为什么，就是无理由的打。老三来刚彭城混的时候，就认识了阿来。阿来说遇上老三跟遇上个亲人一样，老三不仅不会欺负他，还处处帮他，比亲人对他还好，所以阿来很听老三的话。话说一天，他们俩约着去酒吧喝酒，两人喝了一会儿，就勾搭上2个身材哇塞的小太妹，大家一起蹦得正开心呢。老三和阿来正准备把妹子约出去吃炒粉呢，结果围上来几个小流氓。老三这气性哪能忍得了这个，上去对着对方老大就是一拳。没想到这阿来更是生猛，就见突然掏出来一个梅花扳手，上去就是一顿锤，10几秒就把对面6个全放倒了。老三和阿来拉上那2个女孩，赶紧逃离了现场。不出老三所料，那晚上他们终于搞到免费太妹了。宋鹏飞好像对这些特感兴趣，觉得老三跟阿来特有古惑仔的范儿。星哥，下回去带我一个，我请客。小胖，你还是先减肥再说。人家太妹是好炮，但是人家也挑得好吧？星哥，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咋了嘛？有的妹儿就喜欢我这种肉肉的男的，好吧？那是老实女孩，太妹就喜欢我们这带肌肉还有刀疤的男人，你不懂。是这个年纪无法避开的话题。过剩的荷尔蒙让大家变得异常活跃。小胖，你也跟大伙讲讲你自己。老三和阿来对你了解可能不是那么深，以后大家是一条战壕作战的兄弟，有必要多交流一下。我没啥好讲的，之前就是在电子厂做的，老家是川省农村的，很穷，一座山头上就我们家一户，父母务农，家里还有个妹妹在念书。随着改革步伐不断推进，小胖为了家里的生计着想，毅然决然地跟着老乡南下打工。他的运气不错，一来彭城就跟着乡里的一个同学进了个岛国人开的大型电子厂里头。第1个月，小胖就拿到了2300的工资，他给自己留下300，剩下的都邮回家里去了。本以为可以靠打工改变家里的命运，没想到一个女孩的出现打破了他的梦想。小胖喜欢上了汉西车间的一个川省女孩，每天给女孩打1块钱1份的炒米粉做早餐。起初女孩是不答应的，看着小胖肉乎乎的，挺老实可爱的样子，女孩就答应跟小胖在一起。不过女孩却始终不肯跟小胖去开房，她要小胖攒够5万彩礼，2人才正式在一起。小胖为了爱情愿意努力，不要命的加班。1个月后，在一个夜晚下班后，小胖去找女孩，却发现女孩跟着一个穿西服的男人出了工厂。那个男人是厂里的车间主管，不仅斯文工资也高，悄摸摸跟在2人后面。他看到女孩跟车间主管宾馆去了，车间主管是有老婆孩子的，小胖生怕女孩被骗了追上去，拦住了2人去路。渣男，你为什么骗她？你有家室的男人了，
为什么还要跟他在一起？宋鹏飞，你够了！你以为你是谁呀？我跟什么人在一起，你管得着吗？你傻逼！告诉你，我跟他早就在一起了，不止跟他一个，厂里起码有10来个人跟我拉过，他们不像你，只知道给我打1块钱的炒米粉，只知道口嗨。我在这大酒店里随便一躺，挣得比你累死累活干1天都多，给我滚远点！爹，你是骗我的对不对？你说等我攒够钱就跟我在一块儿的，说了要嫁给我的。女孩搂住主管的手臂，继续往酒店去。现在没有你们怎么活呀？燕子！小胖呆愣了一阵，心情跌落谷底，怒气升腾。那时候他就一个念头，不能让这女人好过，于是掏出刀冲上去就把女人给捅了。很快治安队赶来了，还好没有捅到要害。小胖赔了些钱，被判了1年半。监狱里认识了我姑父黄坤，出来后被我姑父招进了金凤凰。听了小胖的事，我们3人都有些唏嘘。小胖，以后可不能再被女人骗了。那主管现在在呢，我哪天去教训他一下。别，再去找他，岂不是更让人看不起？就当是交学费了。以后我就记住了，老子指导里头不带感情。这就对了。老三仿佛像个过来人，其实我是最清楚老三的，读书时也做过人家舔狗，只是他死活不承认。老三，阿来，你们讲讲百事顺和好运游戏厅的事吧。二哥，你到底想搞哪家？2家我都要。支持，要搞咱们就搞2家，反正1也是强，2也是强。这2家的大股东都是刘麻子，且都由刘麻子的手下在看场子，要打就全打掉。对此大家没有了异议。老三把2家游戏厅的情况跟我们做了介绍。老板刘麻子以前是做鱼生馆的，后面在朋友的介绍下，花了大几万搞了个牌照，开启了游戏厅好运游戏厅。一共有4个打手负责看场子，2个打手一班，轮流上班。之前几次派人去百事顺闹事，百事顺老板这才派老三砍了刘麻子的一个手下。之后老三进去了，刘麻子用1块钱的价格抢走了百事顺8成股份，剩下2成留给了老三之前的老板。他之所以敢这么干，据说是有个表弟在沙井周哥手底下做事。周哥是宝乡区3霸之一，主要在沙井一带做黑赌场的业务。百事顺游戏厅规模较大，或许是做贼心虚的原因，刘麻子在百事顺安排了11个打手看场子，主要力量都放在了百事顺那边。听完这些情况，我眉头微蹙起来。之前只是听说刘麻子手下有一帮云石来的打手，不知道他背后还有周哥这么个人物。我们干刘麻子，周哥会出手管吗？不会，如果周哥会照着刘麻子的话，上次我砍了刘麻子的人，周哥的人就会出马了。刘麻子最后是找了云氏这帮后生仔来报复。我打听了一下，刘麻子的表弟也就是个看场子的小弟，估计跟周哥都说不上话。刘麻子这是狐假虎威。再说了，刘麻子真的跟周哥有关系也不怕，咱们背后不也有人吗？徐总说了帮咱们善后，即便周哥出马管了咱们的事，徐总也可以搞定。许梦娇有这实力？那可不，人家可是许爷的亲闺女。许爷在的时候，凤爪帮可是宝乡区绝对的大哥大。那时候周哥不过就是个赌场看场子的小马仔而已。放到现在，凤爪帮被灭了，可是凤鸣集团依旧是周哥惹不起的存在。你以为公司养着的那些凤爪帮元老真的吃素的？他们只是年纪大了，锐气少了，不代表他们没用。既然如此，那还有啥好说的？这样的话，完全可以放开手脚干了。我把许梦交给我的那袋子钱拿了出来，我把袋子里的钱全都倒在了桌子上。大家都呆了一呆。兄弟们，这是徐总给我的活动资金。我是这样想的，老三阿来，你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刚好4张床，这钱咱们平分了他，每人拿个2万多。不管我们的事成还是败，兄弟们手上也有个收入在，不至于白忙活。反正我是豁出去了，要是成了，这些钱将来许梦娇总能赚回来，要是败了，我也没脸回金凤凰了。这些钱以后我个人慢慢还他。事情是我发起的，我得担当些。我对钱没有多大欲望，根本没想过藏起来一些再分，这数目只有我知道，我不拿出来都可以的，只是我不想兄弟们过得太苦了。我们几个都有个共同点，我们都是穷苦家庭出身的人，我们把钱分了。二哥，这钱我不拿。我也不拿。我也不拿。二哥，我相信大家都不是为了这个2万多来的。到这之前，我就跟阿来说了你的过去。阿来讲，你以后一定是个当大哥的人，我们跟你干，是看你这人讲情义，有胆识，有谋略，我们图的是将来，不是为了眼下这些钱。就算这次败了也没事，咱们再找下一个目标，再来一次，哪有一次就成功的？混黑道，大多数人都是经过许多坎坷一步步起来的。如果许梦娇这点格局都没有，一次失败就放弃我们，那这样的大佬咱们不跟也罢。这钱需要用多少咱们就用，剩下的钱不管是成失败，都还给许总，不能让人家小瞧了咱。好，兄弟们明事理，我心中欢喜。老三，阿来，那你们就赶紧搬过来吧。我们那铺工作，我打个电话，直接辞职不去了就行。你还是安排下游戏厅的事情吧。好，首先我们分组对百事顺和好运进行一下初步的侦查，最好是能找到他们的住处。还有就是侦查下刘麻子的动向，我们得找到一个刘麻子和打手们都在的时机，要当着刘麻子的面把云氏那帮小崽子全部打死。这样的话就可以一次性解决问题。说干就干，老三和阿来当晚就辞职搬了过来。当晚我们4人就分头行动起来。我跟小胖负责在百事顺附近盯梢，阿来和老三则去好运盯梢。我们很快就摸到了那帮云氏打手的住处，他们住在2家游戏厅中间的一个城中村出租屋里头。第2日醒来，我们2组人坐一块对情报。为了更好掌握刘麻子的情况，我让老三和小胖换了个位子，老三跟着我盯百事顺，小胖跟着阿来盯好运。因为刘麻子没见过小胖，小胖甚至可以进入游戏厅，近距离的观察刘麻子的情况。就因为我的这个决定，
事情出现了意外。这晚我跟老三正在百事顺对面的台球厅打台球，顺带盯着对面的动静。你说到底为什么？星哥，出事了！是小胖被砍了，人已经送到了医院。我和老三赶到了急诊门口，就见阿来在门口角落里抽烟。人呢？阿来把我们带到病房。小胖头上、胸前、左臂、右大腿、左小腿都被色纱布包裹着，浑身上下没几处好位置了。狂野哥，医生，我朋友他都是皮外伤，被砍了11刀，缝了140多针。最重的伤是手臂上的钝器伤，有点轻微骨裂，不过他年轻，休息几周就能恢复。这我就放心了。狂野哥，我疼，被打成这样，能不疼吗？小胖，你放心，哥一定替你报仇。小胖把事情经过跟我们讲了。傍晚，他和阿来来到了好运盯梢。小胖为了更好掌握情况，就进去游戏厅里玩了起来。阿来则在外头等小胖，同时也观察着游戏厅里头的动静。小胖跟其中一个打手搭讪聊了起来，试图问点东西出来。兄弟，干你这也挺辛苦吧？有没有的休息？两人聊着正投机，那个打手就拉上小胖到里屋去，说里面有很好玩的新机器。小胖就跟着去了。据阿来讲，他看小胖跟人聊得挺好的，就没多想，所以当时没跟进去。小胖到了里屋之后，发现刘麻子也在里面。刘麻子身边还站着2个云市来的打手。刘麻子手一挥，3个打手，2个拿刀，一个拿着棒球棍，一下就把小胖给围了，疯狂朝小胖输出。小胖死命护住头，2腿弯曲护住命根子。小子，听说你跟一个姓陈的在盯我梢啊？怎么看上我这游戏厅了？回去转告你的老大，就说我等着他，有种的，后天晚上3点到我游戏厅旁边的烂尾楼来碰一碰。说完，刘麻子让人把小胖直接抬了出来，丢在了马路边倒。阿来发现后，赶紧叫了救护车。二哥，既然人家已经发话了，他们的那咱们就跟他们干。是呀，对方开口约架了，咱们不去的话，以后就会被人耻笑的。我倒是没想到，这个刘麻子这么有胆色。起初我还怕他不敢跟我们硬碰硬呢，搞得我还费尽苦心的。没想到他却迫不及待起来了，要跟我们光明正大约一架。他妈的，那就跟他们打！我一说完，老三马上拿出手机打给了刘麻子。电话一接通，我直接把电话拿了过来。刘麻子，我是陈狂野，就按你说的，后天晚上3点，烂尾楼，你他妈给我洗干净脖子等着。口气还挺大，行，爷爷我就等着你，不敢来的是孙子。你他妈把你能叫上的人都叫上，到时候别说我欺负你。哈哈哈，有种，我喜欢，我等着你。你要是不敢来，以后就别在鹏城混了。从他的话语中，我感觉对方好像很有把握的样子，似乎对我们很了解。刘麻子怎么知道小胖是去盯梢的，还知道我姓什么？小胖之所以会进去游戏厅，就是因为刘麻子没见过小胖。那刘麻子又是从何得知小胖和我的身份还有意图的呢？我操，我们被人卖了！我首先完全排除了我们4人中有人背叛的可能。老三是我信任的兄弟，阿来更是跟刘麻子有仇。小胖都被砍了，不可能说小胖自己出卖自己，然后坑自己被砍吧？那么出卖我们的人，一定是认识熟悉我们的人。你们2个这2天有没有遇到什么可疑的人？盯梢的时候，可曾看见有金凤凰的人？你这么问的话，好像真的有看到。那天我跟阿来去盯好运的时候，好像看到侯主任在游戏厅附近。侯主任？对，我也看到他了，长得很猥琐。他妈了个巴子的，不会吧？眼无见到那这侯良生为什么这么做？没理由啊！或许他不想让我们成功吧。操，麻痹的！等晚好了，我非干死这姓侯的。小胖，你好好歇着，我会安排护工照顾你的。我们几个先回去商量下对策。狂野哥，你真打算后天去赴约啊？小胖神色中满是担忧，似乎已经看见了失败的结局。且不说刘麻子会不会再找帮手，单就他目前的人手，我们也是3v15的局面。这样的局面，不怪小胖会悲观。必须要去，肯定要去的。这要是不去，以后就没法混了，得被道上人吓死。这回是刘麻子心动的手，那到时候就别怪我手黑了。鹏飞，你别担心，他们是人多，但其实能打的不多。上次我吃亏是被他们先手了，我刚从厕所出来就被他们按住了，就这样还被我抢了把刀，砍伤他们好几个呢。我是看细狗这老板没啥格局，所以没打算拼命，真拼起来，那场仗他们起码得死2个。阿来是我们当中唯一一个跟那帮人有过战斗接触的，他的话具有可信度。小胖没再多言，我给他找了护工后，我们就准备回去了。老三他们回到出租屋后，我们坐下来商量。你紧张吗，二哥？我确实紧张，之前没跟人约过架，但是我不会怕。我手上沾了人血，我知道人都是有恐惧心理的。那些出来混的是在求财，未必敢拼命。我们只要敢拼，就有胜算。不用紧张，到时候我直接进秦大龙的身，你们去抓刘麻子。要是刘麻子不好弄，你们就去砍秦小龙。秦大龙和秦小龙是刘麻子的左膀右臂。老三的方案是正确的，擒贼先擒王。我跟阿来没意见。我们3人中，老三是最能打的，他可是我师傅，由他冲最前面，把握最大。二哥那个侯良生你要怎么处理？妈的，得找机会教训一下他。不能这么做，我们没有证据证明他跟刘麻子串通在一起了。等办完这单，我会把侯良生的事跟徐总说，看他咋处理吧。狂野哥，我说句不该说的，你干嘛一定要在许梦娇手下？你有这头脑胆识，完全可以自己干啊！咱们把游戏厅抢了，你来做老板，我们自己发展，这不好吗？阿来，砍人不难，难的是后面平事。这个社会不缺敢打的，也不缺有头脑的，但是真正能做大的，都是会借力、会利用资源的人。我们就听二哥的，准没错，其他的别想，想多了反而坏事。到第2天晚上，老三和阿来在外头忙了一整天。傍晚的时候，2人拎着2个包回来了，里头是几身新纯牛皮做的背心，这玩意能扛住刀。
另外还有些长短不一的铝合金方管。老三说这个玩意绑在手臂上、小腿上，就是个极好的护甲，还轻便。我算是开了眼界，这两个家伙比我想象中要专业。老三、阿来，今晚的行动的危险性，相信你们比我更清楚。成了我们鸟枪换炮，更上一层楼，败了，那可能就是非死即残的后果。你们真的想清楚了吗？必须的，二哥你别有负担，干就完了，师生是死我认了。黄野哥，你啥也别说了，不管结果咋样，我都不会后悔。我安心的点了点头，给他们散烟。就到了下半夜，我们三人换好装备，坐上出租车就往烂尾楼去。我坐在副驾上，抽着烟，我抽烟的量不自觉的就增多了。我再一次想起了我的女人阿珍，如果她还活着，肯定会反对我今天这样干吧。从她死的那一刻，很多事情其实就已经注定了。我扭头看向后座的阿来和老三，他跟老三都侧头看着窗外的夜色，神情是那样的凝重。即便对于他们这样的混了有一段时间的人而言，拿刀砍人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在我看来，混黑道的有几种人，一种是云氏那帮小崽子那样的嚣张跋扈、头脑简单的，一种是我们三个这样的有点经历、胆大心细、知道收敛也敢放肆，还有一种是姑父黄坤那样的沉着冷静，看起来就跟社会上的正常人无异，甚至有点老实可欺的样子，但是真的动起手来却是杀人不眨眼的人物。最后还有一种就是龙叔和许梦娇那样的捉摸不透。这次我没有叫姑父来帮我，私下老三问过我一次要不要叫坤叔，我说不要了，我不想拉姑父进来，他还有个姑姑要照顾。我们三个在烂尾楼不远处下的车，看样子他们的人都到了，上吧，走。此时我们三人的脚步都无比坚定，我脑子里已经没有了任何杂念，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抢了游戏厅，把他们干服。等我们三人一进来，屋里站着一排的人，刘麻子坐在后面，笑盈盈的看着我们。他们不止15个大少，不知道从哪里又喊了外援，站着20来人，胆子不小啊，3个人就敢冲我好运的场子。这狗东西果然是老江湖，够谨慎阴毒，明知我们人数没他多，还叫了外援来。你就是陈狂野？我没吱声，这人就是这帮打手的老大秦大龙了。由此我更为肯定我们是被出卖了，这家伙都知道我全名了。大龙还磨叽啥？给我干他们！对面一众人等开始向我们走来，就在这时，老三从我身后快速冲出，直奔走在最前面的秦大龙而去，其速度之快令人瞠目。在秦大龙举起刀的同时，老三一刀直接扎进了秦大龙的左肾部位。秦大龙还没反应过来，就扎了对方的7、8刀。坏事！我冲向秦小龙，那家伙胆小得很，马上躲在了后面蹲了下来。我对着就近冲来的人就是一顿砍，阿来也是猛如一只。操你妈的！来，都来，想死的全部往这来，砍死他们，砍死一个我奖5万。中奖之下必有勇夫，那些人都红了眼，抡起刀就往我们身上招呼。猛虎难架群狼，我们三人都中了刀，场面急转直下。再这样下去，我们很可能要死着。我跟老三再次对视，两人同时冲向守着刘麻子的那两人，我2刀砍向那两人下盘。老三第一个冲上去，一手扼住了刘麻子的脖子。放松，慢慢呼吸，别乱动，不然扎破你的肺我可不负责。让他们马上住手！快住手！住手啊！我趁机走进秦小龙，我用刀扎进了他的小腿，把秦小龙拉了出来。救命啊！哥，救我！秦小龙个子瘦小，胆子也小，秦大龙浑身是伤，手脚被废，此时只能抬起头看着自己的弟弟，一脸担忧。就在这时，姑父来了，跟他一起来的还有金凤凰的另一个族长林志全林叔。看到林志全手里拿着把大砍刀，整个人宛如一个冷面煞神似的，这就是老江湖的威慑力。我们好像没啥作用。他两耸肩转身直接出去了，坐在了门口不远处抽烟。哥，救我！狂野哥，我们服了，求你别伤我弟弟，求你了，我们都是穷孩子，拿钱办事而已，彼此本无大仇。你现在赢了，你拿你该得的东西，我们绝不干涉，只请你饶我们一回吧。我会带兄弟们离开彭城，再不踏进彭城一步，求你了，狂野哥。秦大龙倒是有点脑子，这时候知道服软，也知道成王败寇的道理，念在他们也是混口饭吃，且还有兄弟情谊，我便松开了秦小龙。赶紧滚！云氏那帮人没受伤的搀扶着受伤的离开了，这场硬仗终于是打赢了。从此以后，我们几个在江湖上也算有一席之地了。最后剩下刘麻子，已经吓得傻了。狂野哥，有话好说啊！你们不是想要百事顺吗？我给你们就是了。我没搭理他。严重吗？没事，皮外伤。你呢，老三？我一点问题没有。你呢，二哥？我也还好，确认大家都是些小伤，我也就安心了。麻子带回了好运游戏厅，又从裤兜里拿出转让盒。谁给你通风报信，说宋鹏飞是来盯梢的？说是侯良生，他奶奶的！签字。合同上甲方，也就是出让股份的一方是刘麻子，一方受让方我空着，以后给许梦娇自己填。狂野哥，你这就不地道了吧？我已经把百事顺的股份都给你们了，还要我的好运游戏厅全部股份？刘麻子，你还别怪我们不讲理，为什么我们偏要抢你的，不去抢别人的？你当初抢百事顺的时候，砍我兄弟阿来的时候，你怎么不想想自己办事的不地道？这时候你跟我讲道理了，许你州官放虎，不许我们百姓点灯，赶紧签了。狂野哥，别这样搞啊，留点饭给我吃吧，我赠送2成股份给你好不好？这就不少了。阿来默不作声的拿起刀，走到刘麻子身边，一刀朝他耳朵砍去。阿来，我想制止，我太迟了。阿来这家伙直接把人家一只耳朵割了下来。阿来嘴角抽搐几下，估计想起了之前被刘麻子的人砍的痛，此时变得异常激动，准备砍刘麻子另一个耳朵。这时候我没制止了，我签还不行吗？干嘛呀这是？阿来停手啊！看刘麻子这个状态，
我判断他是彻底的被我们整服了。等他签完字，我问刘麻子要来了保险柜钥匙，还有各类印章、执照和法人证件之类的。别想搞事情，别忘了你可是有老婆孩子的人，一切都听哥的。刘麻子的老婆孩子在老家，这些年在彭城市挣了不少钱了，大部分都邮寄回家了。我判断这样的人是不舍得跟我们再拼命的了。刘麻子离开后，我第一时间进了办公室，里头有个密码箱，打开一看，上层都是些账本一类的，里头竟然有6万多的现金。我找了个提包，全部打包带走。出了门，严重不啊？没事儿。你们2个呢？都没事。让你叫上我你不叫，以后再这样我打断你的腿。林叔告诉我们，他们晚上去看小胖了，逼问了老半天才知道我们的行动计划，于是匆匆赶来。走吧，去金凤凰放松下，刷我的卡。林叔下回的吧，我们事儿还没办完，还得去趟细狗家。姑父你送我们一趟呗。姑父见我们要办事，也就没多说，还上车带着我们几个往细狗家去。细狗是老三和阿来之前的老板，也就是百事顺之前的老板。我敲响起了细狗家的门，这会儿已经是凌晨5点左右，细狗一家还在睡梦中，等了好久，细狗才骂骂咧咧的开门。一见是我们3个，个个身上都还挂着点彩。外面溜吧，我不想买你剩下的2成股份，你开个价吧。这是我们行动前就商量好了的，将2个游戏厅改招牌，以后统一管理。为了便于管理，尽量的就不要那么多股东了。看细狗这般惊诧，我猜他是害怕我跟刘麻子一样用1块钱买他股份。阿宽伯你不必担心，该是多少钱你就说多少钱。50多岁的梁宽喊他一句阿宽伯不为过，我的客气和温和令梁宽缓过神来，两眼满是警惕的看着我们3个。我2哥一口唾沫一口丁的人物，不差你钱，你不要狮子大开口就行。真的要买，那就给个8万块钱吧，牌照、执照那些都转给你们。这个价钱不高，百事顺在福永一带来说是最大的游戏厅了，1个月照老三的保守估计就有7、8万的利，2成股份1个月起码能分1万多块钱的分红，他只要8万，合情合理。我猜刘麻子做了百事顺大股东后，必定做假账骗梁宽，梁宽可能1个月拿不到1万多，所以他这会儿才开这么个低价。见我们仨一时间没说话，要是为难，少点也行，给7万怎么样？就8万，这里是6万定金，剩下2万等你协助我们办完手续就给你。我们本来可以跟刘麻子一样直接抢的，我之所以这么对梁宽，首先他是老三和阿来过去的老板，总有些就相识的情分在。虽说人没多大干劲，可是起码有信用，该给底下人的钱从没少。梁宽呆愣着看看我们3个，确认我们不是开玩笑之后，这才把钱收起来。爷哥，我活了半辈子了，见过不少人，你以后肯定能成事啊。爷哥，这股份我不想卖了。不是你啥意思，先生？不，你们听我说，我是看爷哥为人仗义，我想跟着爷哥发点财。我知道你们是想把2家游戏厅统一管理，怕我这个外人给你们添麻烦，你们换个角度想想，我做这行这么多年了，手上也有些固定客源，再就是管理游戏厅，我可是有经验的。这里有很多麻烦事，你们留下我吧，我对你们有用。要是你们肯留下我可以再筹1家游戏厅，钱全部我出，你们去打脸，我只占2成利就好。你不是不想管事儿了吗？怎么这会儿又想搞了，还要投资新店？这行开店和管理都不难，难的是确保安全稳定的运营，得有一支能打的队伍看场子才行。要是像我之前那样，我肯定不想干了。我再去开个店，还不是给刘麻子那样的人抢？现在不同了，你们一看就是能成事儿的人。爷哥这个人办事还地道，有信用，靠得住，那我就跟着你们发财就好了。你们放心，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我就安排个收银站接待的人，知道每天的流水就行了，其他事一律你们说了算。怎么样？考虑考虑吧。听老三他们讲过，开个好运那样中小型规模的游戏厅，投资也就是15万左右。要是像梁宽这样有行业上下游资源的人，可能成本更低。梁宽投这些钱，生意好的话，不到1年就挣回来了。他是个会做生意的，可教，而且是个有眼力的人，还敢赌，是个人才。阿宽伯，既然你信得过我陈狂野，那我们就一块玩。梁宽咧嘴笑了，有些苍老的眼神里泛起了金光，难掩心中激动。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希望。事情一定，3个来到了医院，跟小胖分享今天的成果。小胖听了燥得不行，直呼过瘾，恨自己未能参与我们的行动。护士，护士，我要出院！宋鹏飞叫着喊着，非要出院，说接下来的事他得帮帮忙才行。回到住处，我把好运来的账本拿出来，大致核算了一下，这里还有百事顺的账目，都由刘麻子在管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难怪阿宽伯说新店只拿2成都愿意。卧槽，这么挣钱！好运规模小一点，1个月流水都有30多万，净利润5万多。百事顺1个月流水60多万，净利润在10万左右。如果我们再开一家新的游戏厅，岂不是马上可以突破月流水100万？那追上朱家新的200多万流水，可就是指日可待了。我开心的不行，看看时间还早，拿上包就出了门。我要把今天胜利的喜悦赶紧分享给许梦娇。来到国豪酒店500木房，我敲响了房门。来了来了，这么早过来了。她的皮肤看起来更加光洁了，凹凸有致的身段让我难以挪动双眼，那种带点倦态的样子，更是多了些暧昧亲和的感觉，就好像我跟她是相识多年的自己人一样。我可能是太久没闻女人味了，一靠近她我就有点心发慌。我坐在了上次坐过的位置，许梦娇点上根烟，这才恢复些精神。事情有进展了？是的，徐姐，我把9万多块钱和刘麻子那里缴获的6万放在了茶几上。这什么意思？这9万多
是你上回给我的经费，我只用了几千租房子和治伤，兄弟们说这钱用不完的就还你。这6万是好运游戏厅缴获的，眼前的钱我当然可以全部自己吞了，可我不能那么干。游戏厅的事情我们已经做下去了，相信很快官面上的人就会找来昨晚受伤的那些人，即便他们不报警都好，只要他们一去医院，治安队马上就会收到风。我们还需要许梦娇的庇护，这里可能就要用到很多钱。许梦娇用十分复杂的眼神看着我。陈狂野，你知道吗？你是第一个把钱还回来给我的人。这么些年来，我给钱让别人去做事，从没一个人会把钱送回来的。你还真是个奇怪的人。他没继续说钱的事，而是问我昨晚的情况。我把百事顺和好运的转让合同摆在他面前，把我们的行动详细跟他讲了。对于细狗梁宽的合作，许梦娇很是看好。梁宽这人我很早就知道，在鹏城混了10几年了，是个有信用的人。你能得到他的认可，鹏飞咋样了？现在都是皮外伤，已经出院了，说要帮我们跑工伤啥的，怕我们弄不好。这个不用你们跑，一会儿我从集团调个会计给你们用，执照更名那些让他去办就行，他专业一些。好，全听您安排。侯良生的事交给我，我会给你们个交代的。好，谢谢徐姐。许梦娇把合同收起来，然后把桌面上的10几万全都装进了箱子里。弯腰的时候，我不自觉侧头看了看，顿时心跳得厉害。许梦娇好像发现了我的窘态，并没有不高兴，反而开心地笑了起来，玩味地看着我。看来你是真的饿了。什么？我们是混黑道的，又不是什么社会贤达，没必要压抑自己的欲望。桑拿部来了2个岛国的，你要不要去体验下？我给那边拨个电话，还没上过钟的，新鲜着呢。不，谢谢徐姐关心了。那些钱你带回去，我给出去钱就不会再往回要了。拿几万出来给兄弟们分分，让大伙高兴高兴，剩下的钱就用来翻新游戏厅吧。统一用金凤凰的招牌做漂亮做大点，地板厕所啥的都重新装修一下。我许梦娇的场子不能太寒酸了。明天你从社会办里挑10个组员，协助你们3家游戏厅的安保。账目我会安排个会计过去管理，总利润的70%上交公司，3成由你支配。你们游戏厅项目单独建立一本账，5万以内的开支只要你签字就可以。你看行吗？3成就不少了，除去梁宽的分红，3家游戏厅保守估计1个月最少还能有18万的利润，18万的3成，那就是5万多。这5万多，我跟老三、阿来还有小胖4个人分，每人可以拿到1万多，而且我们在集团还有份基本工资呢。谢谢徐总。你们应得的，不用客气。喂，廖队，这么早有何指示啊？对，是我手下人。好，那就中午吧，一起吃个便饭。好，我在国豪酒店的中餐厅包房等您。是治安队的吗？好不好处理？没多大事，这些都是小角色，这是没到执法队的层面，就不要紧，真到了执法队也不怕。区执法队我也有人。徐姐人脉真广。这算什么呀？这都是我爸爸之前关照过的人，他们以前都是小角色，这些年成长起来了而已。我爸当年的人脉才是真牛逼，不过可惜，随着凤爪帮的倒台，很多关系也被牵连了，被抓进去不少。讲到许爷，他脸上显露出少有的忧伤。你就别走了，就在这些会儿吧，待会儿跟我一起见一下廖队。啊，孤男寡女不太好吧？啊什么啊，我还能吃了你啊？你昨晚熬了一夜，不困吗？困是困的，可是这样不好吧？徐姐你是我的老大，这样以后大家怎么？想啥呢你？又没让你上我床，你在客厅，快睡吧。我昨晚也没睡好的补会觉。我老实的躺在沙发上，空调很凉，很快我就睡了过去。昨晚实在是太累了，突然我被许梦娇叫声音惊醒，走进房间一看，爸，你别走，别离开我。徐姐，我在呢，别怕。狂野，他突然坐起来，一把抱住了我，手臂温热光滑，身前2座高峰触感微妙，他的胸很坚挺。我大气不敢出，这刘贵阳的女人就是比一般人大方开放，说抱就抱啊。我刚才梦见我爸爸了。他设置的闹铃响了，许梦娇松开了我，而后偷瞄了一下我的神色。你稍等下，我洗漱下换身衣服就可以出门了。早化完妆，已经是1个小时后了，我就这么枯坐着，一言不发。他化好妆突然来到我身边，我清理干净的衣服，被伤口渗出来的血染红了一小片。要紧吗？没事，我兄弟帮我处理过了。一会儿我送你去缝几针，你这刀口有点长，不缝线很难好的。算了吧，去医院免不了被问7问8的。我有熟人，你给你受伤的兄弟也打电话，叫他们到公司后面那个阿俊诊所来。我按照他的吩咐办了，给老三和阿来打了电话。我跟在他后面出了门，上了他的粉色保时捷。来到阿俊诊所后，一个男子开始给我缝伤口，这人名叫阿俊，30多岁的样子。弄好之后，我出了诊所，等着老三他们来。不多会儿，老三和阿来走过来跟我打招呼，叫人，这是许梦娇许总。许总，进去报我名字就行，医药费我已经给过了。老三跟阿来点点头，走进了阿俊诊所。许梦娇开车带我回到了国豪酒店，我们坐在包厢里等廖副队。不多会儿，一个男人走进了包厢。好久不见了，廖队。好久不见，这就是陈狂野吧？廖队好，我就是陈狂野。你小子胆子可不小啊，3个人就敢跟那帮云氏的人干？这都是被逼的，他们先打我兄弟。呵，江湖恩怨我不打听。以后我这兄弟要在您片区里讨饭吃了，您多关照。好说，昨晚的事儿过去了，不会有人再问什么的。这论起来，
狂野老弟也是帮了我们治安队的忙，你们是不知道，这帮云氏的小崽子太不讲规矩，本身做着游戏厅，又不是缺钱，晚上他们还当街抢人家手机项链，给我们惹了很多麻烦。现在好了，我们总算能清静一会儿了。廖副队的名字我在账本上也是见过的，好运和百事顺，每个月都有向他上过。以后有什么需要小弟做的，廖队尽管吩咐。我们几个兄弟刚接了刘麻子的场子，很多不懂的，还请廖队多多提点。我观察许梦娇的神色，他并不反对我巴结人家，甚至还很欣慰。我跟许总都是老熟人了，不必客气。以往刘麻子他们的数我不是很清楚，我们几个兄弟刚来，还得仰仗您关照。以后我们每个游戏厅给您这边这个数，您看可以吗？好说好说，都是老熟人了，多少都无所谓。之前刘麻子他们是给8000，我抬到了1万，这家伙当然是乐意了。廖队，我敬您一个。这顿饭我吃得很别扭。送走廖队后，许梦娇也回了国豪酒店。许梦娇让我明天下午带兄弟们来趟公司，把入职办了，顺带开个部门会议。我回到出租屋里，老三和阿来、冯好珍早已经回来了。小胖正在联系装修公司，准备安排人进场搞新店装修。梁宽那边刚来电话了，说门店已经找好了。这梁宽真是个做事的人，昨晚刚谈好的合作，这就把门店找好了。来，这是徐总给兄弟们发的1人1万，剩下这10来万，徐总没要，让我们用这钱把好运和百事顺翻修一下，搞漂亮点。徐总这人有格局，牛掰！徐总真是做大事的人呢。接下来我跟他们讲了许梦娇的分润方案，我们兄弟几个拿30%的利，大家完全没意见。我的意思，这30%里头，我们每人拿25个点的利润，大伙平分。这样不合适，老大就该有老大的待遇。这个项目是二哥牵头的，也是你组织上的，你应该拿最多。二哥40个点，我们3每人20个点，你们觉得呢？我没意见。3家游戏厅30%的利，最少都有5万4，这5万4里头20个点也是1万出头了。我天，这就不少了，我也没意见。瞧你那财迷样，怎么样，哥几个，晚上我们去金凤凰桑拿好好放松放松吧。那必须的呀，搞起搞起。你都这样了还想去玩吗？也不怕线头崩开了。没事，我们不动，让那小娘们动。走走走，你们去玩吧，我就不去了，别搞得太晚，早点回来休息，养好精神。明天咱们还得去公司开会呢。小胖，明天徐总会安排个会计来，你负责跟会计对接下，让他去跑执照那些，人家专业点。好嘞，狂野哥，你真不跟我们一块去啊？二哥不去咱们去，没事。老三是知道我的心思的。这天傍晚，姑父就过来了，还带了5个手下一起来的。这5个手下我认识，跟我和小胖是一个组的组员，分别是山炮、刀郎、大华、亮坤、阿水。这几个人是姑父手下年纪稍微轻一些的。姑父跟我说，徐总已经找他谈话了，知道我这边需要10个人手，就特意带了5个过来。这些都是姑父选过的人，他觉得用生不如用熟。我点了些钱，给每人发了300，让他们跟老三几个一起去公司的桑拿会所好好玩玩去。想让人家听你的话，好处肯定是不能少。走啊，坤叔，一起啊！瞎鸡巴叫啥？我能去那种地方？山炮尴尬的看看我，一溜烟跑了。我跟你说点事。姑父很严肃的样子，但我知道他其实是在虚张声势，用这种严肃掩盖其内心龌龊的一面。要说的也不是啥大事，就是手下这帮人的安置问题。姑父建议让阿来、老三、小胖一人管1家游戏厅，然后让公司调来的那10个人，还有老三他们3个都住到游戏厅附近去。要我别跟他们住一起，就好比许梦娇一样，当老大的得有个私人空间。这也是为什么社会办组长以上的人都有独立宿舍的原因。什么都搞到一起，时间一久，大家就没了敬畏，队伍就不好带。姑父说他明天会让人把房子找好，到时候他会通知我手下这帮人直接搬到新住处去。社会办有3个小组，姑父又向我推荐了其他2个小组里的5个人，写了个名单给我，叫我明天开会自己去点名要。这些去游戏厅看场子的人，以后就是你的手下了。我替你寻摸的这些人，都是我观察了很久的，你可以放心用。谢谢姑父。走，去我那，你姑姑炖了猪心莲子汤。我姑回来了。哥上，我把2000塞给了姑父。刚从牢里出来的时候，姑父给了我1000零花钱，现在有钱了，我就还给姑父。跟我见外是吧？我跟你见外啥？这不是还你的，是我孝敬你的。怎么，你不让我孝敬？臭小子！姑父侧过头去，不敢看我。我知道他心里很开心。回到姑父宿舍，几天不见你都瘦了。姑，怎么你次次见我都说我瘦？看我给你买了啥？我拿出提前买好的手机。哟，你这孩子，给我买手机干啥？我不要，赶紧退了去，这得多贵啊！臭小子有自己产业了，现在这些钱不算啥，收着吧，孩子的心意。见姑父去上厕所，我兜里还有3000多，偷摸的拿了2000出来，塞给姑姑，你自己藏着花，别给我姑父了。不用姑有钱用，拿着，回头自己去买些新衣服穿，看你那鞋子都穿多少年了。好孩子，你比你哥有良心。提他干啥？他叫爸看我，叫我别来捧场，我没理他。你爸把你阿公留下的几间房子卖给村里陈忠祥了，卖了1万5，这事你知道吗？不知道，随便他吧。狂野，有个事就是你阿公的坟在你家山林的山脚下，这山林现在卖给陈忠祥了，不知道他会不会。山脚那块地也卖了？是。我心里一紧，之前我就跟养父讲过，要处理家里的东西我没意见，可是我阿公的坟地不能动，这是我的底线。想不到这人居然这么做事，连同坟地一起卖给别人了。我马上问姑姑要来陈忠祥电话，拨了过去，可是陈忠祥没接电话。晚点再打一个。
应该在忙，他应该不会动你阿公的坟吧？得把那个土坡子买回来，让我阿公躺在别人的地里，这怎么行？必须买回来我才安心。姑父回来看我焦躁不安的样子，就问咋回事。听了我姑姑的讲述后，姑父黄坤皱眉抽起了烟。你爸这是故意的，你也别太担心了。陈忠祥不敢怎么样的，了不得就是问你多要2个钱，你给他就完了。他要是敢搞事，我回去剁了他，问他想要多少钱，你把那个土坡子买回来，回头有钱了再把坟修修，用水泥封起来，百10年也坏不了。喝了猪心汤后，我告别了姑姑姑父，回到了自己的出租屋。小胖他几个出去玩还没回来，我再次拨打了陈忠祥的电话，这次接通了。忠祥伯，我是陈狂野。哦，狂野啊，你出来了。前段时间刚出来。你打电话来有什么事吗？是这样的，我听我姑说，我爸把家里山林都卖给你了。没错，我准备种一点桉树。那个我就直说了，我阿公不是葬在山脚下的土坡子上吗？我想把那土坡子买回来，你看成吗？哎呦，这就不好办了，我刚找工人在那土坡子上种上桉树，这没事，那些损失该多少钱我来出。不是阿伯了你，桉树加人工啥的就花了4000了，那个土坡子怎么也值个3000吧，你一起给我7000就行了。就7000，我过段时间弄到钱了就回来找您办手续，可以不？可以。口袋里只剩2000多了，手提箱里是有钱，可是那是准备拿去翻新游戏厅用的，还是过段时间等游戏厅有分红了再说。公司副总朱家兴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在我住处楼下，想跟我一起吃个午饭。他跟我吃啥饭？我跟他压根没什么交集啊。怀着疑惑，我还是下了楼。恭喜恭喜啊，真是年轻有为，一来就搞了3家游戏厅，厉害厉害。谢谢朱总。上了车，车子往餐厅开去，他把我带到了一个包厢，点了一桌的菜。我跟许总算是老相识了，小时候我们2家就走得近，我爸之前跟许爷就熟悉。我没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是向我展示他的实力吗？还是告诉我他和许梦娇是牢不可破的关系？是吗？那挺好，许总有你这样的得力帮手，是他的福气啊。据我判断，许梦娇跟朱家兴的关系只是表面上看着很好，实则许梦娇是暗暗防着朱家兴的。许总难，我也难，你刚来很多事你不知道。怎么了？外人传我跟许总是面和心不和，其实这是没有的事。就拿社会办侯主任的事来说，大家觉得那是我专权，在要害部门安插一个我的同学，其实那完全是冤枉我了。侯主任是自己来面试的，面试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一通话说的我云里雾里的，完全搞不懂啊。许梦娇从未正式讲过他对朱家兴的看法，都是我猜测的他不放心朱家兴。许梦娇管理这么大的集团，社会事务办主任这样的重要岗位，他不可能不要做背调的。但是他碍于面子，不能得罪朱家兴。侯良生现在即便犯了事，做了2、5载，许梦娇也不能拿朱家兴怎么样。嗨，想不到你们高层也这么辛苦啊。可不是嘛，不过现在好了，你来了，以后你可得帮哥哥我多分担些压力。朱总，你这太抬举我了，我不过是一个小组员而已，马上就不是了。朱家兴意味深长的笑笑，我侧目看看他的神色，应该是得到了什么内部消息的样子，可我不问。狂野，我虚长你几岁，喊你声老弟不过分吧？刁你公规的，40多的人叫我老弟，我才20冒头，不过分。饭后，我带着老三和阿来他们到公司办理了入职，是朱家兴亲自带我们去办的。之后，朱家兴带我们到了会议室，说一会儿有部门会议，不多会，许梦娇就走进了会议室。朱家兴坐在许梦娇的旁边。好了，开会，先宣布几个人事安排。1. 侯良生即刻起卸任社会事务办主任一职。2. 任命黄坤为凤鸣集团社会事务办主任，享受1级工资待遇。3. 任命陈狂也为社会事务办组长，享受2级工资待遇。最后再跟大家介绍2位新人，林云兴和陈福来，他们都是狂野新收进来的兄弟。好，坤叔，你是帮会老人了，你跟大伙说说，之前帮里是怎么处置2、5载的？这话一出，侯良生身子忽地微微一抖。这个我们以前都是有很严格的帮规的，发现2、5载，轻则3刀6洞，重则自绑自杀。姑父这话一出，侯良生吓得魂都要出来了。3刀6洞，就是自己扎自己的大腿3刀，必须洞穿才行，这样才能做到扎3刀有6个洞眼。自绑自杀，就是自己请人把自己绑了，然后跳河跳海死，或者其他什么死法。谁让你去做2、5载呢？不能怪规矩严格，怪就怪自己不该出卖兄弟。侯主任，你觉得这处罚咋样？这个过于严苛了，咱们是企业，不是帮会，恐不适合这样严苛的惩罚。侯主任高见，那我们就搞个轻一点的，1刀1洞怎么样？全凭许总定夺。拿把刀过来。侯良生，你自己来吧，扎1刀就行。什么？许总，你这是什么意思？还跟我装呢？刘麻子已经招了，就是你给他报的信，你差点害死了宋鹏飞。不是，许总，你听我解释啊。朱总，你帮我说句话。动了，侯良生，敢做就要敢当，别逼兄弟们动手。不是，朱家兴，你这是什么意思？翻脸不认人是吧？不。朱家兴突然疼得起身，快步来到侯良生身边，一把抓住桌上的刀，下手十分果断。这一幕把所有人都惊呆了，包括许梦娇。我有错，作为副总我没有尽到监管义务，大家都知道他是我同学，作为同学我平时也没有尽到警示提醒的责任，这才让侯良生铸成大错。虽说他人不是我招进来的，但毕竟我是他上级加同学，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请许总严厉处罚我。朱总严重了，全叔，麻烦你带人处理下现场。好了，
今天的会就到这里。好，这朱家兴看着斯斯文文的，下手真黑，他是在灭口吧？你都看出来了，傻子都看得出来好吧？是啊，那许梦娇更不可能看不出来了。可见许与朱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了。朱家兴今天这一刀下去，更是造成了两人间无法弥合的裂痕。管他呢！结束后，我按着姑父给的名单，找了剩下的5个组员话，叫他们去游戏厅跟着我干。由此，我的第一支队伍算是组建成功了。金凤凰一共2个项目，现在社会办40多号人守着商 K 和桑拿2个场子，属实有些臃肿。我们调10个人走，相当于也是给公司分解了一部分压力。会计跟小胖对接上了，后续还跟梁宽一起负责新店装修和老店翻新的事。姑父在城中村给老三阿来他们找了个独门独院的房子，老三阿来负责操练他们，事情在有条不紊的推进。兄弟们能干，我就轻松了。这天桑拿和商 K 没啥生意，饭后我就在姑父宿舍里看他们炸金花。林志全今天很旺，已经赢了300多了，眼看到了下午上班的点，今天轮到他值班，他得去厂子巡巡查。狂野，你帮我去看看厂子行不？我这正旺的时候。没问题，林叔。你们老来我这打牌，还指使我侄子干活，我得抽点水，抽5块钱一把。要点逼脸物。我下了1楼，顺着商 K 包厢顺序查看着。狂野哥，狂野哥好，巡场的狂野哥。公司的人见了我，纷纷跟我打招呼，非常有礼貌。我能发现他们的紧张和畏惧，或许我的一些事早已经被传开了，所以他们才会这么敬我。我很快就把3层楼都巡查完了，接下来就到了4楼的桑拿部。存巡查完2层楼，准备从楼梯下去，就听到楼道口有人在说话。就见朱家兴和身边站着一个高个子女孩，这显然就是啤酒妹了。他们一般只在1到3楼的商 K 活动，怎么来桑拿部了？小黄，你不再考虑？谢谢朱总，我还是去卖我的啤酒吧。卖啤酒能挣几个钱？到我桑拿会所来，你这条件，客人肯定喜欢，一天上8个钟都没问题。我给你高分成，保你一天最少能挣到2000块，怎么样？叫他公规的。朱家兴在这偷偷挖楼下商 K 的人。朱总，您不必再说了，人各有志，我不想吃那碗饭，要是没其他事的话，我就先回去了。妈，你这样的女孩还真是少见。你不愿意服侍客人，那你愿不愿跟我？我每个月给你1万，再给你租个大房子，怎么样？朱总，您别开玩笑了。我没开玩笑，我可以先给你1个月的钱，我们试着相处一下。如果你发现自己适应不了，不喜欢跟我在一起，你可以随时走。朱总，请不要再说了，也请你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说罢，女孩快速离开。好，装什么逼？给别人蒙，却不给老子玩，什么玩意？这朱家兴手下70、80个桑拿妹，为什么还不满足？真是个贱兮兮的男人，身边多的吃不过来，上赶着让他吃，他还不满足，非要舔着脸在这搞人家啤酒妹。这老东西，公司这2天都没啥生意。我游戏厅的项目倒是推进的蛮快的，好运和百事顺的翻新已经完成，正在做招牌了。新店离的百事顺也不远，目前硬装也已经完成，正在上机器了。公司的制度是这样的，现在社会办3个组长，我是负责外部事务，也就是游戏厅的事务，所以我是不用到公司的厂子巡场的。姑父现在是主任，基本不用干活，就是监督手下人就行了。现在我游戏厅没开业，那么我跟姑父就都很闲。姑父就带着我学开车，我学的倒是很快，已经通过了考试。考完试以后，我跟姑父回到了宿舍，在门口就听到有个女孩在跟姑姑聊天。婶子，这个鱼你来弄吧，我不敢杀。好的，云丫头，你放外就行。云丫头来了。是啊，坤叔，我买了点海鲜，中午我们吃海鲜粥啊。好，多放点米。狂爷爷来了。我认出了她，正是前几天在楼廊上跟朱家兴谈话那个啤酒妹。我认识她，她叫黄小云，是我们镇上的，家里跟我姑父家挨得很近，她爸跟我姑父走的也近，属于发小，比我大2届，今年23，花一样的年纪。她家条件也不好，她还有一个特殊而敏感的身份，肖丽珍的表姐。那晚我跟阿珍县城河堤边聊天的时候，阿珍就说过要去彭城找表姐，去做啤酒妹。当时她口中的表姐就是眼前的黄小云。云姐，我内心十分忐忑。面对黄小云，我有种难以言表的愧疚。你来了。黄小云面无表情地跟我打招呼，转身低头继续忙活着。从她眼神的急速变化中，我捕捉到了一丝丝伤感，还有一点点愤怒。表妹没了，她肯定是难过的。阿珍为我挡道，她会怨我，这我也没话说。云丫头，你进去喝茶聊天，这里我来。来，喝茶。云丫头也在我们商 K 部做，你知道吧？是吗？我不知道嘞。前不久刚来的，原来在沙井那边做的，那家 KTV 倒闭了就过来了。欢迎云姐过来，早该过来了。我姑父在这也有个照应。就是啊，你在这有任何事都可以找我和狂野。谢谢坤叔。以后来不准买菜了，突然叔不让你来了。没几个钱的。商 K 部的夏静茹没为难你吧？没有，坤叔，他对我挺好的。夏静茹是许梦娇亲信，是商 K 部主任。看来姑父是有打招呼，所以黄小云在公司并没受什么不公正待遇，没受委屈就好。下午你要回东门部，我跟你姑姑还有云丫头要回去我叔身体不是很好了。我就不回了吧，等我攒够买地钱再回。够了吧？我自己可以挣。你挣了再还给我就是，收起来唧唧歪歪的，我的钱将来不都是你的？一句话直接给我干破防了，眼眶一红，吸吸鼻子，我噗呲笑了笑，把钱揣兜里放好，准备和姑父他们一起回去一趟。黄小云的目光盯着我的手，看着我把钱装进去，眼神里流露出羡慕。她也是个可怜人，老妈死得早，老爸腿瘸了，家里就靠她挣钱。云姐在这干的还舒心吗？
还行，收入应该还可以吧？没多少，不过比之前那家强。听了我莫名心酸。不过令我尊敬的是，他起码有自己的底线原则，没有被朱家兴那样的人诱惑。说完后，到了停车场的车边上，姑父这老逼凳竟然叫我和黄小云坐后座。车子开出，回去了就给阿珍烧点纸吧。他突然的一句话炸得我脑袋发晕。阿珍的样子浮现在我眼前，早就有过去看看阿珍的打算，可是没勇气。好，记下了。车内空气变得压抑，一路无话，很快就到了我们镇上。姑父先把黄小云送回家，等待小云下车后，这500包一下送过去。姑姑赶紧从手套箱拿个红包，下车追上黄小云。给你爸爸的，我们也没带什么东西，给他买点鸡蛋吃。不用婶子，你这是干嘛呀？拿着拿着，听话孩子。姑姑把红包塞进他手里，转身就走。然后我们3个就来到了阿公坟前。姑父马上拿出手机，走到一旁，他扯着嗓子跟镇上朋友聊了一阵，叫人马上来修阿公的坟，得多少钱？你不用管，阿公的坟得我来出钱修。他还是我岳父呢，我出怎么了？我和姑父跪下给我阿公烧纸。爸，你一辈子没享福，省了一辈子，这下就不用省了，可劲儿花吧，想买啥想吃啥你自己随意。我不孝，你走的时候都没在。爸，我对不住你，你原谅我吧，我也是身不由己，不是我愿意的。这个矮小的男人，刀剑加身，眉头都不会皱一下，眼下去却哭得稀里哗啦。阿公知道他不会怪你的，他最理解我们这些子孙了。不多会来了一辆拖拉机，车斗里拉着水泥沙石那些，下来3个男人径直朝我们走来。他们是姑父叫来的工人。我问其中一个年长的，修我阿公的坟要多少钱？他悄悄告诉我，包墓碑弄下来得9000多。姑父收入是高，可是才出来没多少时间，又抽烟喝酒打牌，他哪里存得下这么多钱？我把我姑拉到一边问个究竟。姑姑告诉我，这次回来前，姑父去找了林志全，借了3万块，就是为了阿公的坟。姑父一早就看出了我的窘迫，所以闷声不响就去找人借钱办这个事去了。今天回村来，主要为的就是这个事。看他叔叔只是姑父顺带的事。突然一辆摩托车载着3个人匆匆驶来，车上下来几个烂仔模样的青年。喂，干啥呢你们？赶紧给我停下！关你什么事啊？操，哪来的老掉毛，敢跟老子这么说话？你们谁家的小孩想干什么？管得着吗你？你们什么人啊？敢动我姨父的安树，哭得不耐烦了吧？原来是钟祥的亲戚啊！这本是我们家的地方，我们都要买回来的。细致，你别生气，不信你打个电话给你姨父就知道了。谁是你细致？少他妈套近乎！我是村里治安队队长，你们随意毁坏人家苗木，这得罚款。你个小逼崽子，你耳聋啊！说了这是我们家地方，我们已经和你姨父谈好了，还罚什么款？一棵树苗300，这里5棵，一共1500。屌你公龟的，你特么抢劫啊！几毛钱一棵的树苗，敢要300？你又是哪冒出来的？有你什么事儿？我是这块地的主人。你是主人？呵呵，我姨父可是有合同的，白纸黑字写得清楚，这是他买下的，这是他的地。少跟我扯这些玩意，这是我阿公的地方，老人走了后我就有份，未经我的允许，我养父私自卖掉，这合同就不成立。少特么废话，今天这钱你们掏也得掏，不掏也得掏。哟，还掏家伙咧？我奉劝你最好收起来，我怕你们被打死。来，我看看你怎么打死我。我眉头一鼓，一脚直踢他命根子。另外2人冲上来要打我，我直接干翻了他。怎么样，服不服？操，你敢动我？你知道我大哥是谁吗？我大哥是镇上的林老大，你今天死定了。我给你机会，把你能叫到的人都叫上，老子就在这等着。这货起身，拿出手机叫人，跟人绘声绘色地讲着自己的遭遇。小子，本来1500可以了事，现在看来没个10万8万这事过不去了。呵呵，那好啊，我倒是想看看是哪路神仙能让我过不去。要不要叫陈忠祥过来？不用，狂爷既然出了手，就按他的节奏来办。正说着话呢，一辆破旧轿车就开了过来，车上下来的正是陈忠祥。他怎么会突然赶来？难不成这些小崽子是陈忠祥安排过来闹事的？我一把抢过这货的手机，翻了翻信息，果不其然，我把短信给姑姑和姑父看看。这家伙真不是东西，仗着自己是个村干部，就这么欺负人。康爷，你这是做什么吗？姨父，这掉毛说这地是他的，他爸卖地的时候他是不知情的，他不认那份合同，还动手打我们。陈狂爷，这地可是有合同的，村里乡里都有见证手续的。今天你未经允许就毁了我家苗木，肯定得赔钱。还有这土坡子，现在我不打算卖给你了，叫你的人赶紧停工。呵呵，玩呢？你说卖就卖，你说不卖就不卖。那我还告诉你了，这土坡子今天老子就要收回来，我看谁能拦得住我。陈狂爷，你会付出代价的。姨父别急，我已经叫林老大过来了，到时候一棵让他们赔300。办得好，陈狂爷，这里一共45棵桉树，你得赔我13500。我赔你毛线？黄坤，你别狂，现在可不比你那时候的年代啊！一会儿林老大来了，有你们好看。你叫他快点来吧，我都等不及了。你个逼人，比黑社会都黑，3毛的树苗敢要300，你怎么不去抢？傻逼，我们这不就是在抢吗？挑你公龟的，老子飞多了你们！但一阵刺耳的喇叭声，7、8辆摩托车冲着我们的方向驶来，车上下来10几个后生，一个花衬衫高个子青年走在最前面。陈忠祥赶紧上前发言：这刁毛就是林老大，
应该是吧？哪来的逼崽子？镇上混的我都认识，好像没这号人啊。林老戴带着一帮人，直接将我和姑父围住了。就是你打我兄弟？是的，够种，说吧，这事你想怎么了？什么怎么了？你笑个鸡巴，给我跪下说话！不好意思，老子硬骨头，没法跪。卧槽，挺有范儿啊！混哪的？混彭城。彭城跟谁混的？你特么查户口呢？打不打？不打一会儿天都黑了。林老大，他们就2个人而已，赶紧干他们，让他们赔我树苗钱。阿伯，社会人有社会人的章法，约架先讲数，懂吗？这些树苗中项不说13500，现在我来了，那就是2万。你有意见吗？还有你打了我兄弟，这得3万，一起5万，拿来吧。没有，那就是谈不拢了，没得谈。好，那就打。一眨眼，姑父就快速揽住了林老大脖子，刀同时抵在了林老大的脖子上。我看谁敢动？别动，阿叔，冷静。你们到底是跟谁混的？我老大的名讳，你不配打听。他能有什么老大？之前混过凤爪帮而已，那帮会早被取缔了。林老大，咱们人多，你不用怕他。阿叔，你可知道我表哥是谁？说来听听。哼，我表哥也是混彭城的，说出来吓死你。是吗？那你倒是快说啊！我表哥是镇上林老三。林老三？哪个林老三？呵呵，就是彭城金凤凰看场子的林云星，林老三，我是他亲表弟。听到这，姑父一把推开了他，看林老大的眼神也由憎恶变成了无奈。我听了也很是无语，闹半天是老三的弟弟，怕了吧？赶紧的，拿5万出来，要不然……那话没说完，我就拨通了老三电话，打开免提把电话递了过去，给你个电话。喂，你是谁啊？这不是我二哥电话吗？三哥，我林雄文啊。你说的二哥是？我二哥就是陈狂野啊，他是我在彭城的老大，他手机怎么在你这？三哥，我闯祸了。林雄文的手下和陈忠祥他们听到这也都害怕起来，惊恐地看着我。我走近2步，对着话筒喊道：“你这表弟带了10几个打手，伙同我们村一个干部，把我跟我姑父围住了，勒索我们5万块钱呢，一棵桉树苗就要我们300块。”我操！林雄文，你是不是想死？信不信我他妈剁了你？我老大你都敢惹，你他妈嫌命长了是吧？三哥，我不知道啊，我才来镇上没多长时间，哪里知道这是你大哥？三哥你救我！老三，没啥大事，怎么处理我已经有数了。对不住二哥，那是我姨妈的孩子，本来在县里看台球厅的场子的，最近他老板安排他到我们镇上看地下赌场，他还不知道咱们的关系，这小子从小就崇拜我，被我带坏了，回头我教育他。二哥，你消消气。没事，自己人都好说，先挂了。狂野哥，我错了，您原谅我一回，我是真不知道情况啊，我都是那些家伙坑我。你哥和我是好兄弟，那咱们就是自己人，用不着这样，我不怪你。谢谢狂野哥，去给我姑父道个歉。是，阿叔，对不住了，刚才是细致失礼了。算了，没事，都是自己人。狂野哥，要不你还是打我几拳吧，不然我心里怪难受。我们是自己人，自己人怎么能拳脚相加呢？拳头是用来打敌人的，知道吗？狂野哥，我懂了。话音一落，10几个小崽子一拥而上，把陈忠祥和那几个自称治安队的3人团团捂住，一顿胖揍。我来到人群旁边，就见林雄文拿出了一把匕首，一刀扎进疑惑的大腿。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林老大，你饶了我吧。斌子，你差点害死我，我扎你一刀不过分吧？不过分，不过分。林雄文转头一脚踩住陈忠祥的脚，举起匕首就要扎。陈忠祥吓得尿都流出来了。慢，阿文，把刀子收起来。是，谢谢狂野，谢谢。这老瘪犊子以为我在护着他呢。操，阿文，这个土坡是我家的，现在这家伙不认，你说这是？我认，狂野，这就是你家的，我马上给你办手续，把土坡还给你，1分钱不要你的。我操你妈！你以为只是还了土坡子就行了？那你的意思呢，林老大？我操，得赔钱。赔什么钱啊？我都说不要钱，把土坡子送给狂野了，还赔啥钱？这本来就是我哥的地方，还用得着你送？你把我哥的家里人吓到了，得赔他惊吓费。这惊吓费怎么算？你用树苗勒索我哥13500，那我要你个5万块惊吓费不过分吧？我差点笑了出来，这家伙是个人才，我就想不明白了，他口中的13500和5万这2个数到底有什么必然联系？明明很无理的要求，他却可以说得很在理的样子，好像有理有据似的。林雄文这人有眼力见，聪明，他能猜到我想什么，而且能不遗余力的去帮我实现我的想法，这是老三没有的能力。加之这人敢干，能屈能伸，还有组织能力，带着一帮子手下，确实是个能人。林老大，这未免也……阿文，人家既然不想给，那就算了，以后你没事多来我们村里走动走动就行了。狂野哥，我记下了，兄弟们，走去周老几把家里坐坐去，听说他娶了个新媳妇，小少妇长得挺带劲呢。别，林老大，5万我给还不行吗？家里可有现金？有。上车，带我去拿。陈忠祥坐上了林雄文的摩托，2人回来了。狂野，这事可以过去了吧？阿文，明天辛苦你再走一趟，跟这家伙一起去乡里把手续办一下，把我这个土坡子转回我名下。是。陈忠祥，我大多时候在彭城回来的少，要是我阿公的坟少了一块砖，丢了一块土，不管是谁干的，我都会怪罪到你的头上，明白吗？明白，我保证绝不会有人动你阿公的坟。去吧。林老大，那没什么事的话，我们也走了。掉毛，把你们身上的钱拿出来，你们就这么些钱？林老大谅解下，我们都是挣一个花一个的主，存不到钱，下回存了钱再孝敬你。滚！
狂野哥，这点钱我就不给你了，太寒碜人了，我留着买包烟。我一转头，姑父就知道我想干嘛，我拿了2万出来，拿去跟弟兄们分分。这哪行呢？不要，你这不是骂我吗？叫你拿着就拿着，啰嗦。那行，谢谢狂野哥，谢谢狂野哥。行了，你们都走吧，下周记得到村里晃一圈，继续给陈忠祥上点压力，这样他就彻底老实了。明白，狂野哥。狂野哥，我咋了？狂野哥，你带我们去彭城混吧，我们不想在这小地方混江湖，我们想出头，大城市机会多，这是显而易见的。小地方没多少的钱，混得好也不见得能发财，没钱就没法出头。你真想跟我？是我跟兄弟们早就想去彭城了，只是苦于没路子。那好，林雄文你听好，我可不养闲人，啥时候你能养活你这帮兄弟，让他们每个月能稳定捞到3000了，我就带你混。我也是学许梦娇那一套，他当时就是给我设门槛，要求我发展的项目要达到朱家兴桑拿项目那样的流水规模，他才会帮我复仇。看似不近人情，但是这也是筛选人才的最好手段。行，这是投名状，我懂。狂野哥，你就等我好消息吧。别蛮干，首先得保证你和弟兄们的安全。明白哥。林雄文跟我交换了联系方式，然后带着一帮小崽子离开了。天色渐晚，我跟姑姑和姑父回了镇上。到了姑父家以后，我把剩下的3万交给了姑父，拿去把林叔的钱还了吧。姑父一怔，这回他倒是没拒绝，直接把钱收了起来。吃完饭后，姑父和姑姑去了街上，去看姑父的叔叔，而我则没啥事做，出来街上溜达。前面就是我的初中，从校门口的围栏望去，时光荏苒。贤姐，你一个人啊？把你的脏手拿开！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转头一看，糖水店门口坐着一个女孩，2个流里流气的家伙一左一右在女孩旁边。细细一看，女孩竟是黄小云。贤姐，林森啊，陪我们聊聊呗。你是谁家的姑娘啊？怎么没见过你？滚开！脾气还挺大啊，哥们就喜欢你这样性格。嘿，干什么呢？他们谁啊？强姐是吧？狂野哥，怎么你也在这啊？这2个家伙我有点印象，就是林雄文的手下。这是我姐，回去告诉你们的兄弟，长点眼睛，再有下回我可就剁手了。是，谢谢。不客气。喝糖水的云姐，买单没？我请你吧。不用了，陈狂野，你别觉得我会感激你。坤叔在我不好当他面说，你记住，我恨你。我无言以对，脸上一阵潮热，很是愧疚。阿珍的死是一道深深的坎，横在我们中间。你该恨我，你骂我，打我吧，有用吗？呵呵，人都没了。云姐她头也不回，走得更快了。第2天一早，我就开着姑父的车，独自去了村里。经过1晚上的加班，阿公的坟已经修好了。我驱车来到村西头阿珍家里，没敢下车，我犹豫了好一阵，还是下了车，走进了院子。一个头发花白的阿婆坐在椅子上打盹，那是阿珍的奶奶，看样子好像已经有些糊涂了。我悄悄地把身上仅剩下的2000拿了出来，放在阿婆旁边的桌子上，离开了此地。根据姑姑的描述，我开车到了西边的山坡下，找到了阿珍的坟。她父母把坟修得很好，坟前有张阿珍的照片，看到她笑的样子，我顿时忍不住了，膝盖一软就跪了下去。我来看你了。天人2隔的遗憾压得我呼吸都很困难。她是这样理解我，疼惜我，可是我永远的失去了她。放心阿珍，那些人一个都跑不了。等到姑姑和姑父睡下后，偷偷拿了车钥匙，上车就打算出发。刚打着火，姑父就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了，直接坐在了副座。姑父，我去县里吃宵夜去，你也要去吗？我只好硬着头皮开车往县里去。到达东门县的时候，已经是下半夜2点左右。我在县城街道随意的开着，前面第2个路口右拐。经过几个路口，我竟然到了我的目的地附近。眼前的那个旅馆，就是当年我跟阿珍开房的那个旅馆。姑父竟然知道我要干嘛。你出生没几天就被你阿公抱回来了，我是看着你长大的，还能不知道你小子心里想啥？姑父他猜得真准，没错，我今晚就是要干这个旅馆的老板。当年就是这家旅馆的老板报的警，也是这个老板向阿火透露了我跟阿珍的开房信息，才导致了事件的发生。如果不是他，阿火怎么可能那么快那么准确的找到我们？如果不是他，那天晚上阿珍就不会出事，没准现在我们都在彭城上班呢。这人必须死！我们悄悄绕到旅馆中间的位置埋伏下来。此处是曾祥胜回旅馆的必经之地，周围一片黑黢黢的，是个下手的好地方。做事一点也不小心，开车出来做事，首先得避开摄像头，知道吗？这附近我早侦查过了，刚才的路线，摄像头只会拍到车子进城，不会拍到我们到部这附近。而且车牌我上午就换过了。行吧，以后办事记得喊上我。你还是嫩了些，记住了。一会儿用这个把人打晕拖走，不要街边动手，安心等着吧。那掉毛每天都要出来宵夜的。忍着，办事得处处小心。你这不是暴露目标吗？知道了。小烂仔，啥也不是。龙叔就没教你这些。教了，像你说的，心乱了。姑父，我给你当儿子吧。净说胡话。我能感觉到姑父笑得多开心。你哥这人，要是有你一半懂事就好了。他惹你不高兴了？倒是惹不了我。我刚出来拿针，陈若甫去找过你姑姑，他言辞犀利的警告你姑姑，别让我来彭城，不然大家亲戚没得做。我出来后，本身是不想再走黑道了，可是这条道走上之后，不是你想退就能退的。过去得罪的人很可能找上门来，不走这路的话，很容易被人欺负。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我知道你肯定会报仇的，我得帮你，所以才毅然决然的一出狱就来找徐梦娇了。知道龙叔为什么这么照顾你吗？欣赏我应该不止这一点吧？
欣赏肯定是欣赏的，我跟他也有交换，我去帮许梦娇，他就帮你，这是谈好的。龙叔对许家挺忠，是，这人是讲义气、重感情的。你觉得许总咋样？我看他对你好像有点别的意思。没有吧？我像你一样看不明白他。肯定有，你是为数不多去过505房的人，朱家兴都没去过呢。真的？真的，我平时常给许总开车，有一回朱家兴问我许总住哪个房间，他有个什么东西要送过去，我没告诉他，许总交代过不让我透露他的行踪住处。这么一说，我突然还有点小确幸。起初我还以为许梦娇对谁都那样暧昧，大晚上把男人带到房间，然后这样那样的，为此我心里还酸溜溜的。如今看来，这女人并不是那么随便的。有机会就大胆拿下，懂吗？啥玩意？装什么装？又不是童男子了，跟上许总，你就直接跨越阶层了，知道吗？到时候就不用刀口舔血了，跟朱家兴一样，早日实现财务自由。叫我吃软饭啊？我不要。再说你不要。好了好了，知道了。说话间，一个中年男子走出了旅馆大门，往远处的夜宵摊走去，正是旅馆老板曾祥胜。出来了，果然是他。走，让这家伙多活了几年，今晚他必须死。我望向曾祥胜的位置，他正拿着手机跟什么人打电话，笑得可开心了。我心中顿时怒火燃烧。来人了！一个打扮妖艳的女人坐到了曾祥胜身边，曾祥胜就开始乱摸起来，女人被逗得花枝乱颤。妈的，他一会儿不会带这个女人一起回旅馆吧？再看看，要是那样，我们就换个时间动手，风险太大。不行，我忍不了，今晚必须干他。忍不了也得忍。我咬着牙怒视着夜宵摊上的狗男女，最终还是点了点头。正当我郁闷的时候，慢悠悠驶来2辆摩托车，2辆摩托车上分别坐着2个人。这帮人居然是林雄文的手下，他们大半夜的不睡觉，鬼鬼祟祟的在这干啥呢？只见摩托车掉头，直接冲向夜宵摊的位置，开到了曾祥胜坐着的位置，一把将曾祥胜身边女人的包包抢了过去。摩托车一轰油门跑。啊！抢急了，快，帮我把包拿回来！曾祥胜起身就要追，这时候后面的摩托车到了，后头坐着的长毛露出了手里的匕首。曾祥胜下不敢再追，那个风骚女郎气得直跺脚，眼睁睁看着2辆摩托车扬长而去。被抢之后，曾祥胜已经没有了吃夜宵的心思，女人正抹眼泪哭呢。我的包啊，才买没几天的啊，这帮天杀的！好了，别哭了，人没事就是万幸了，好在有我在这，不然他们就把你人拖走了，把你身上值钱的东西都弄走，搞不好还得失身。这狗东西经过刚才那么一闹，竟还没有放弃突突这个女人的打算，用各种鬼话骗女人，瘾头是真大。曾总，我那包3000多呢，就这么没了，咋办呀？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别难过了，一会儿你走的时候，我多给你200。200哪里够啊？我损失了那么多，怎么的你也得多给我1000。你瞧你说的这话，那损失又不是我造成的，怎么能算到我头上呢？不是你约我出来，我也不会被人抢啊！我不管，必须加1000，不然我就不去了。你以为你谁啊？金子做的，还加1000，1毛我都不给你。喂，哼，以后你别找我了。妈的，有钱还怕找不到女人，把我当冤大头呢？这是。话音一落，他就进入了我们的埋伏圈，四下无人，周围一片黑暗。照着曾祥胜的后脑勺就来了一下，我和姑父合力将人抬进了车里。我们把人抬到了河岸边放下，姑父拿出刀，照着曾祥胜的头砍去，人头落地，又将刀递给我，我没有犹豫，直接把他的身体大卸八块，像上次一样将尸体扔入河里。姑父带我撤离了现场。到家后，我躺在卧室里，全然没了睡意。想刚才我跟姑父做事的时候，我的眼睛都没眨一下，到底是什么让自己变成现在这样子的？我当初的愿望是通过求学改变命运，从没想过要混黑道，更没想过要杀人，是很多事推着我走到今天这一步。爷爷，您孙子给您来电话。狂野哥，你今天回彭城吗？对，好的，我在咱姑父家门口了，你出来下呗。狂野哥，这是我妈自己种的花生，煮熟晒干了的，不是什么值钱玩意，给你们下酒吃。这小子倒是醒目的很，昨晚的行动其实也有赖于他的助攻，要不是长毛等人出现，昨晚不知道啥结局呢。有心了阿文，他把我家小土坡的转让手续交给了我，我认真看了看，村上、镇上的手续都齐全了，没啥问题，辛苦了。嗨，自家兄弟，这不是应该的吗？说完他扭头就走，并没多的废话，一切都做得恰到好处，彼此都体面。姑父拎着一块猪肉刚好回来，来了，在这吃早饭吧。不了，阿叔。饭后到了镇上后，我们接上了黄小玉，直接往彭城进发。他还是跟我一起坐后排，仔细一闻，身上还有淡淡的桂花香水味。你昨天去了阿珍家里，还给老阿婆留了2000。是，你咋知道的？我去看阿珍了，看见你烧的纸了，他家里人跟我说，不知道谁留了2000在家里，我猜就是你。这样啊，谢谢了。嗨，这有啥谢的？老阿婆每天吃药，肖丽霞又要读大学，家里就阿珍父母干农活挣点钱，你这钱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阿珍弟弟呢？去年淋巴癌死了。车内陷入沉默，还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厄运专挑苦命人呐。我心情异常的沉重，很想为阿珍的家庭做些什么。肖丽霞考的什么大学？彭城大学吧，好像。那可是个牛逼大学啊，这丫头不简单。云姐，我想拜托你个事可以吗？啥事儿？回头你问问阿珍爸妈的账号，我每个月定期给他们家汇2000过去，不能让阿霞太苦了，读书就安心读，别让她为学费生活费那些操心。你说的是真的？真的，我陈狂也向来说到做到。
这合适吗？这一刻，黄小云看我的眼神已经没有了过去的那种敌意，此时更多的是温和的善意。或许这就是钱的魔力吧。狂爷这么做应该，这是做好事，我支持。云丫头，你回头问了账号走给狂爷，你们留个联系方式。姑父清楚我一直对阿珍有愧，所以想借此机会让我帮阿珍家人，让我心里好受点。那我就替我小姨一家谢谢你了，狂爷。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我欠阿珍的，能为她的家人做点什么，我很乐意。随后我们俩互相存了手机号码，到了公司刚好是中午吃饭的点，我刚在食堂吃完饭，朱嘉欣就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里，第一时间给我递上一条假天下。朋友给的，你拿去抽吧。这怎么好意思呢？哈，咱们不是兄弟吗？一条烟怎么了？这兄弟的称呼，我总觉得水分大，不过人家要送我就接着，不能当面驳人面子。游戏厅那边开展的怎么样了？有需要帮忙的就开口哈，跟我没必要客气的。暂时没啥需要帮忙的，都是兄弟们在忙活，我做甩手掌柜的。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我这么热情。正疑惑的时候，老三林云星的电话进来了。二哥，你回来没？刚回来。咋了？有没有时间来新店这边一趟？这出了点状况。好，我马上过来。朱总，我这边临时有点事，不能陪你喝茶了。没关系，本来就没啥事的，单纯的就是想跟你聊聊天。对了，你的驾照到了，放在前台，我帮你收起来了。他把驾照给我，送我出门，然后跟着我下了楼。我本打算打车走，朱嘉欣却拉着我到了停车场，交给我一把钥匙，指了一下一边的大面包车。这车是我跟公司申请来了，以后就给你们项目专用了。这实在是太感谢了。都是为了集团，你们现在有自己一摊子事情了，得有个车才方便。他走后，我认真检查了一下车辆，这辆崭新的面包车，心里多少是有些激动的。刚要上车，就见姑父也来到了停车场，对着一个手下说了几句什么。爷哥，公司给你配车了。朱嘉欣说给我们项目配的，不是给我私人开的。还不是一个样，小心点开，城里车子多。你刚让人去干嘛了？我让他把车子开出去，改个颜色。姑父是真细心，我都没想到这一点。如此一来，曾祥生的事就怎么也查不到我们身上了。哎，姑父，你说这朱嘉欣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为什么对我这么热情啊？狂爷，这个我真说不上来，这得靠你去判断了。反正你小心着点，这人可不是什么善人。姑父说的是，想不明白就别想了，路上要专心开车，平时出门最好带一个人，知道不？知道了。我发动车子缓缓开出停车场，继续想着刚才的问题。朱嘉欣对我好，肯定不是许梦娇要求的，她一定有什么没说出来的目的。我打算迎合朱嘉欣看看，后面她一定会露出自己的狐狸尾巴的。路上我又接了个小胖的电话，说新开那家游戏厅出了点状况。我告诉他我在来的路上，还随便聊了点。到了新游戏厅对面的马路上，我刚一下车，走没2步就看到左侧一辆车子不断加速向我冲来。这是想要我的命啊！操！车撞击失败，并没有掉头继续撞我，直接就沿着前进方向逃离了。我本以为没事了，没想到一辆白色面包车又从我的身后窜了出来。我赶紧撒腿就往游戏厅方向跑。面包车见没有了机会，就减缓了速度，一脚油门溜了。老三带着阿水等人赶到了我身边。出啥事了，二哥？我被埋伏了。好，我去干他们。算了，已经跑了。爷哥，出啥事了？阿宽伯，没事，一点小问题。等梁宽走后，知道对方是谁吗？有谁知道你要来这？就你啊，还有小胖。小胖，水哥，你看见小胖没有？刚才还看见的，会不会在店里？老三马上打小胖手机，发现对方居然关机了，于是叫人把游戏厅找了个遍，也没发现小胖身影。事情已经很明显了，小胖叛逃了。刚才的那场车祸袭击，显然也是小胖出卖了我的行踪。妈的，掘地3尺也要把宋腾飞找出来，老子飞多了他。接上集，我们进了游戏厅。此时我必须保持冷静，我是他们的带头人，我不能慌，不然队伍就乱了。老三，你叫我来什么事？老三梗着脖子，朝着里头的办公室抬抬下巴。我大步向办公室走去。梁宽坐在茶几旁喝茶，见我进来就立马站起了身，看向会议桌。光头阿来正背对着我们坐在那里。我有错，我没看好自己的兄弟，阿来被人给坑了。之前二哥你给我们3人每人发了1万，让我们好好去放松下。那天晚上阿来在金凤凰玩了一夜，消了5个技师，回来住后就说桑拿一点意思没有，除了身体的刺激以外，没有任何的精神乐趣，说自己很后悔。没想到第2次叫阿来去玩的时候，这家伙真的不去了。我还以为阿来转性了，正纳闷呢，就发现阿来跑到福建城去了。街上挂着福建城招牌的，其实就是飞机房，50到80左右的价格，服务半小时左右，妹子都很年轻漂亮，有的挂温州城招牌的，也是一个路数。个别的飞机房除了手还有别的服务，价格会更高些，但一般不涉及深度服务，仅限于半套。老三继续给我讲阿来的事。这阿来在旁边一个福建城里认识了一个女孩叫菲菲，从此就变了个人。阿来只要一闲下来，就往旁边的福建城钻，去找菲菲。今天一早，梁宽给了阿来8000块钱，叫他去物流中心提一个游戏机回来。结果阿来一去半天没回游戏厅，打电话也不接。老三去旁边福建城找人，发现阿来真在，而且提货用的8000块已经被他花完了，全都给菲菲了。老三气得半死，打了阿来一顿。很明显，阿来是被风尘女子给骗了。这傻小子，没啥文化，没啥社交，平时闷声不响的一个人，
自小又常挨父亲的打，又是这个年纪，他渴望女人的温暖，这很正常。不愿意拉着兄弟一把，给他一个机会。阿来是立过功的，过去对我也是信任和支持的，我们是有份情谊在。老三，你去找我姑父借8000，让人先把游戏机提回来，我跟阿来聊聊。不，那倒是用不着，我去提吧，我来出。宽伯，这事是我兄弟做的不对，这钱我出，我还有钱。说罢，老三自己掏了8000出来，安排一个兄弟赶紧去提货。我向老三投去第一个欣慰的眼神，这钱后面我自然会不及老三，但是这会我不会这么说。眼下大家看着，老三需要这样的担当。我来到会议桌，阿来的光头缓缓转了过来，目光呆滞地看着我，那种被抽干精血的样子。狂野哥，阿来，你爱过女人吗？爱过好多个，菲菲是我最爱的女人，可是星哥说她是骗子。狂野哥，她是骗子吗？那有女人爱过你吗？有，菲菲，你说说看，她怎么就爱你了？她不嫌弃我的光头，不嫌弃我的出身，每次跟我在一起都是笑盈盈的。她很温柔，会问我喜欢什么颜色的裙子，什么颜色的丝袜。她还为我拒绝过其他客人，还说她不会亲别人，只会亲我。她是不是还跟你说，她有个爱赌的爸，或者生病的妈，亦或者有个上学的弟弟，破碎的家？狂野哥，你怎么知道？她说的那些都是话术。她是不是每次跟你见面都在店里，从不跟你出来见？因为她要收你钱，只有上班时间才有合理的理由收费。听完这些，我知道她其实已经听进去了，很清楚自己是被骗了。你如果还不相信我说的，你现在就打电话测试一下她。怎么测试？就说你上午给他的8000是公款，现在店里在追究你责任，问他能不能还给你。阿来照做了。阿来，你这就没意思了吧？钱我都花了，我哪有钱给你？才给你没多久，怎么这么快就花了？我家里要钱用啊，我马上就寄回去了。那你身上总还有些吧？能不能给我一点？店里等着钱用，很着急，你帮我一点是一点。陈福来，你有病吧？就这样别烦我了，我还要上班呢。菲菲直接挂了电话，阿来眼睛里都是绝望。这时候阿来需要关心，我给他发上根烟。兄弟，回头吧。你身后还有那么多人等着你呢，女人有的是，等咱们有了钱，什么人找不着啊？你被骗了不是你的错，是那个女人太坏，这不怪你。刚才你新哥已经替你把8000块还了，叫人去提货去了。狂野哥，我错了，没事，过去了。狂野哥，我要杀了那女人。不至于，她骗了你多少，咱们加倍要回来就是。说罢，我们出了办公室。操家伙！是野哥，没必要吧？不就是点钱吗？损失了就算了，都是一条街上做生意的，闹大了以后不好处啊。而且人家不好惹，那老板在芙蓉一带开了酒家负债城，养了10好几个大手呢。梁宽是个软性子，能忍则忍，要不也不会被刘麻子欺负成那样。阿宽伯，我办事有我的章法，你不用担心。要是游戏厅将来有什么损失，都算我陈狂野的。我带着老三、阿来还有阿水等一众兄弟，大白天提着刀，气势汹汹地穿过街道，来到游戏厅后面的工业园旁边。福建城门口站着2个小伙，见了我们一群人后，2个小伙直接朝着店里跑。不一会儿，店里走出来一个中年人，身后还多出来7、8个小伙。给我干！身后的兄弟们一窝蜂地冲了上去，家伙是照着门口那帮人就招呼，无差别攻击，见人就打。福建城这帮小伙由于应对匆忙，只有几个人手里抓了根镀锌管，几分钟就被我们的人干趴下了。接上级，老三跟阿来把中年男人押到大厅，对方那帮小弟全都抓进来大厅。我们的人把那帮小伙子控制住。你敢动我？你小子是不想在这条街上混了是吧？你就是这的老板吧？没错，你也不去打听打听，我白金波是什么人，居然敢动我！有种的你把我放了，咱们光明正大干一场，玩偷袭算什么本事？废话少说，把你们店里那个叫菲菲的女孩交出来。白老板，菲菲呢？陈福来，玩不起是吧？玩不起就别出来玩。我再说一遍，把那个叫菲菲的女孩交出来。真的吓唬我？有本事你动我一个试试，在我面前玩刀，呵呵，老子玩刀的时候。交不交？算你狠！菲菲，赶紧下来！一个女人缩着脖子慢慢走过来，阿来的神情不由一动，不敢跟女人对视。看来扬言要弄死菲菲的阿来，内心还是放不下啊。是他吗？是。你过来。那女人慢慢来到我跟前。阿来，你想干嘛？说，你为什么要骗我？我对你那么好。呵呵，我是福建城的女孩，福建城里的女人都是这样的，这有什么问题吗？我以为你知道我是骗你的呢，所以配合着你演戏啊。你是客，我为了挣你钱，可不就得哄你高兴，演得更像一点吗？我跟别人也是这样玩的，不聊点情爱啊的，客人1、2次就腻了。可大家玩归玩，你动真感情就是你不对了，而且你竟然还带人来砸场子，你这是玩不起，你惹事了，你知道吗？我操你妈！你个死女人，狗骗子！老三赶紧把阿来拉开，菲菲被打怕了，流着眼泪，不敢看阿来。他一共骗了你多少钱？小2万左右。好，你可真行，有这钱，金凤凰能玩1个月，还不重样，比这货色强多了，真是服了你。给你1分钟，把骗他的钱马上给我拿回来。菲菲不敢迟疑，拿了一叠钱给我，只有1万4，剩下的钱呢？老板分走了。抽屉里有。老三把抽屉全部的钱拿了出来。二哥，一共4万3。兄弟们，撤！有种的留下姓名。陈狂野。好，你小子等着，我绝不会放过你的。你的人先骗我兄弟，我找你是不应该吗？怎么还想着跟我干一下子？我们不对在先，我认。你把2万拿回去，剩下那些是我的钱，你不能拿。我就拿了，你能怎样？
你要是非拿的话，那咱们这仇可就彻底结下了。我既然今天来了，就准备好了跟你结仇。好，那就是没得谈了。有本事你就跟老子光明正大的约一场，时间地点你定，不来的是孙子。明晚12点，秦源网吧后面的篮球场，到时候你得在。接了，我一定来。我带着兄弟们大步离开，我等的就白金波这句话。他不跟我约一架，我还不高兴呢。眼下我们3个游戏厅，一个月估计有18到20万的纯利润。朱家兴的桑拿起码能有60多万的纯利润，差距真不是一星半点。做不到朱家兴的业务规模，我就不能去跟阿火拼。这仇一天不报，我一天不自在。我正发愁去哪里找新的项目呢，白金波惹上我，只能说他命不好。回到游戏厅后，老三把钱交给我，我把他垫付的8000还给了老三，又把阿来被骗的2万给了阿来，剩下万把块了。我拿了5000，剩下的叫老三现场分了，见者有份，梁宽也有一份。狂野哥，对不起，我给你惹祸了。没事，以后长记性就好了，别再被这些坏女人骗了。狂野哥，明天真跟他们打吗？那可不就是真的，我话都讲出去了。行，我就问问。看阿水神情，好像不是很情愿似的。但是这些人都是姑父亲自挑选的，应该不会不听我指挥吧？姑父之前的组员我要了5个，剩下5个全都是林志全小组的人。这些人到我这个组来的时候，我都一一跟他什么谈过话的。我感觉他们对我都算服气。虽说我年纪比他们轻一点，可是我本事不见得比他们小。道上混讲究的是实力，有实力人家就服你。正当我纳闷时，之前林志全小组的一个手下李江明说话了：“阿水哥，你是不是怕了？”明仔，你这说的什么话？兄弟间讲这种话，你不是伤感情吗？我阿水是怂人吗？我说着，阿水直接把 T 恤一脱，露出胸前2道长长的刀疤。这条凤爪帮10几年前那场大火拼留下的，这条我前年在公司门口跟闹事的人打架留下的。你说我会怕？就你有。李江明也把衣服一脱，光膀子露出背上的刀伤。能在这的兄弟哪个没受过伤？我是怕你年纪大了，有老婆后顾虑多了，不然你唧唧歪歪个什么？临阵乱我军心，你想干嘛？明仔，你误会我了，我是想着今天狂野哥刚刚遇到了埋伏，差点丢了命，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事调查清楚先，然后再去跟白金波干？万一明天暗算狂野哥那帮人也跑来对付我们，搞得我们腹背受敌就麻烦了。而且我也没说啥呀，狂野哥说明天要跟白金波打，我二话不说就同意了。你有什么就说什么呗，你这担心也是对的，干嘛非整得见不得人似的？话说一半让我们猜，我这不是怕影响狂野哥的威严吗？谢谢水哥的提醒。关于今天袭击我的那些人，我心里大致有数，先放一边不管他们，我们眼下就专心对付白金波就行。还有啊，在座的大多是我的长辈，大家经验都比你我丰富，以后大伙有什么事都可以跟我直说，不要藏着掖着，说错了也不要紧，我陈狂也不是小气的人。龙叔教过我一个道理，叫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我希望听到大家真实的声音。这时候提一下龙叔，其实是想告诉这些长辈们，我是你们前领导龙叔认可的人。这风过无痕的提了一下龙叔，效果一下就出来了。这些长辈们一个个脸色都凝重认真起来了。接上集，狂野哥，白金波的情况我了解的多一些，这人可不简单，咱们明天还是得多做准备才行。亮坤哥，你说说你了解到的情况。亮坤这人以前是姑父带着的，一直以来担任的是队伍中情报员的角色。姑父给我的这5个人，其实每个都很有特长。刀郎过去是凤爪帮的刀手，帮派的刀手不是打手的意思，是专门搞暗杀的。阿水跟大华身强力壮，打架生猛，是冲锋陷阵的好手。山炮这人有一手爆破的本事。据亮坤的介绍，白金波是福城来的外地人，在宝乡区福永街道这一带经营了有7、8年之久。福永这一带有几百家的福建城，基本上都是白金波和他的老乡开的。这帮福城过来的人很团结，白金波自己养的打手有19个。不过白金波在这个圈子里比较有威望，他还有几个要好的老乡，而这些老乡跟他一样也是做福建城的，也都养了有打手看场子。白金波明天很可能从老乡那调人来，如果白金波跟他老乡调人来帮忙，那就难搞了。我们这边现在小胖逃了，能用的人加上我才13人，而我们又没办法跟公司调人。我观察了一下兄弟们的状态，似乎也有些担心明天的那场仗。这时候我不能表现出任何的紧张或者害怕，不然明天的仗可就没法打。白金波和他那帮老乡也不是什么3头6臂，他们的手下今天我们也碰了一下，欺负下普通老百姓可以，跟真正混黑道的人比起来还差得远。我心意已决，明天这场仗必须打。老三，你跟山炮哥负责装备的事，顺便问问在场与不在的弟兄们，要是有害怕的就不要去了，免得到了地方给我丢人。是，二哥。我平时不跟这帮人住一块，老三跟他们交往的多，更多时候老三已经扮演了一个副组长的角色，代替我行使了组长对下的管理权，还兼顾着上传下达的工作。按龙叔的说法，这叫层级压制，带队伍有时候没办法，得有点这样的手段才行。我刚才故意让老三问问有没有害怕不敢去的，其实我知道没有人会不去，他就算怕也得去。这个时候谁要是说不去，那就是摆明了要脱离组织了，以后就没法在一起混了。我对老三和阿来那是完全放心的。至于新来的10个哥哥辈，磨合的时间短，大家没有一起出去办过事，所以我得多想几步。我离开了游戏厅，老三送我到车边。明天的行动要跟坤叔讲吗？他多次交代我，以后我没有重大行动务必跟他讲。瞧，人家已经知道了。不是我说的。知道，没事，你回去准备吧。黄野哥，小胖你打算怎么处理？要不我去做了他？别，你跟大伙说一下，宋鹏飞背叛的事不要扩大化，就这么冷处理就行，我后面自有安排。好的，记住了。我回到了公司，向总经理办公室走去。当我路过朱家兴的办公室门口时，朱家兴一把将我拉进了他办公室里。听说你被人暗算了，咋搞的？
你没啥事吧？消息传得够快的，连他都知道了，没事。那就好，出门可得小心呐。晚上你有空吗？我有几个朋友过来喝酒，到时候大家一起认识下。你在外头混，多个朋友总是好的嘛。到时候看吧，不一定有时间。那行，晚点电话联系，快去吧，徐总等着你呢。我上下打量了一下他，看样子我被袭的消息，他是从许梦娇口中得知的。他这么着急忙慌，半路把我截下来，说这么一堆莫名其妙的话，到底是何用意？我出了他的办公室，就直接往许梦娇的办公室去。里头只有姑父和许梦娇两人在。旷野，说说宋鹏飞的事吧。基本可以断定，宋鹏飞已经叛逃了。刚才那场袭击是宋鹏飞出卖了你的行踪？应该是。我手下10个哥哥辈的组员都是姑父挑的，我出了这样的事，那些人不可能不跟姑父汇报。而黄坤作为我姑父，又是社会办的主任，他肯定也会将这事汇报给许梦娇。才当大哥几天啊，手下就出叛徒了？许梦娇嘴角噙着笑，用魅惑的眼神斜了我一眼。这话我听了必然不悦，但是人家是老板，是老大，我能讲什么呢？只能低头受着。宋鹏飞的事交给林志全去调查，抓到人后会交给你处理。明天跟白金波的约架，我跟徐总的意思还是缓一缓再说。为什么？话我都说出去了。你最亲近的兄弟出卖了你，谁能保证你现在的队伍里没有其他叛徒？攘外先安内，这个道理你不懂。万一你把兄弟带出去，又被别人里应外合暗算了呢？那可是10好几条人命。我知道你着急做出成绩来，想出去插旗，可是这事情急不来的。把队伍带好，以后再慢慢图谋机会吧。看来许梦娇跟姑父之间已经达成共识，姑父也没办法在这时候支持我了。宋鹏飞的事，请公司不要插手，我有自己的打算，后面我会给公司一个交代的。关于明天跟白金波的约架，我认为我还是要去。要是公司反对，拦着我手下的人不让他们去，那我就自己去。还有没有规矩了？徐总的话你也敢不听？姑父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他是我姑父，更多时候像是我的父亲，他爱咋样就咋样，我不会生气。坤叔，你先出去吧，我跟这小子单聊一下。好。姑父表情严肃地指了我一下，不情愿地离开座位。你真有把握明天能搞定白金波？他在福永可是混了小10年了。有。好，那我就信你，明天你就放开手脚干吧。至于宋鹏飞的事，我也暂且不追究，且等你后面给我个说法。谢谢徐姐这么信我，我一直很信任你。接上集。徐姐，有个事。说。关于朱总。他怎么了？我猜你是想利用我制衡朱总对吧？许梦娇没回答我的问题，只是报以淡淡一笑，没有回答，其实就是默认了。他不回答是对的，他此时也不敢保证我会绝对忠诚于他，很多话他自然是不敢向我全盘公开的。有了这个默认之后，我心里就踏实了许多。可是朱总现在一个劲的向我示好，晚上还约我喝酒，说要介绍朋友给我。徐姐，这样的情况我该如何应对？该怎么应对就怎么应对，都是一个公司的，你总不能驳人面子不去吧？行，我任何时候都是徐姐的人，那我就去试着接触下朱总，看他是想做什么，回头我再把他的想法告诉你。我一直很相信你，过去测试你的忠诚，那是没办法，即便你是龙叔和坤叔保荐的人，我也会有顾虑的。我一个女人，之前也没在江湖上混过，我必须得12万分的小心。龙叔也讲过，许梦娇在回国之前就没有接触过江湖，她一个女人，独木难支且身处高位，会这般谨慎也是正常。一时间，我竟有些心疼她。你可能会疑惑，为什么侯良生的事情出了后，我还重用朱家兴？我是没办法，现在集团的利润一半是朱家兴的项目提供的，要是闹掰了，我每个月就要损失几10万，那么多兄弟要养活呢，我不能跟他闹掰。我其实比你难。我知道，若是要动朱家兴，得有足够多的新增利润，这样一来，就算出现因朱家兴的倒台而带来桑拿项目经营困难的情况，也不会对公司造成致命的影响。许梦娇今天相当于是对我敞开心扉了，说了很多本不该讲的话，她这是把我当自己人了。狂野，你能主动找我谈事，这很好。我希望以后这样的对话可以更多一点。我早就跟你说了，有任何事你都可以找我，505房门随时为你敞开。好的，徐姐，那没别的事，我就先去出去了。明天注意安全，实在弄不过就带兄弟们跑，这不丢人。记住，我一出门，姑父就把我叫到宿舍说话。我把刚才跟许梦娇谈话的内容跟姑父讲了，许梦娇都敢信我，姑父就不再多言了。他就一个要求，明晚他得去。傍晚林志全和另一个组长又来找我姑父扎进话了。到了林志全该巡场的时候，我主动请缨，要替他去，因为我想去商 K 呢，看看能不能遇上黄小云。这是我不可告人的小心思。这次我先从桑拿部开始巡场，最后才到商 K， 这样我就可以在这待久一点。朱家兴发消息问我在干嘛，说他在3楼的豪华包里，叫我有空就过去喝酒。我暂且没理他，继续巡视着，希望可以看到黄小云的身影。我感觉有一股不明的力量在推动我去找他，可能是有着老乡和前女友姐姐2重身份的女人在一起。终于在2楼一个包里，我看见了黄小云，一旁的客人时不时用手蹭蹭黄小云裸露的大腿。黄小云假装没看见客人的咸猪手，依旧给客人们敬酒，这是他的工作，喝多提成就多。他笑起来是那么的职业。突然男人直接把手放在了黄小云的腿上，黄小云笑容忽然僵住，一把将那个客人的手甩开了，客人脸上顿时挂不住，直接一把将黄小云抱住，嘴巴凑过去就要亲。我看不下去，直接进了包厢，拎起一个酒瓶就往男人头上砸去。先生，玩有玩的规矩，
你想摸可以点个公主，我们这的啤酒女郎是不给摸的。那男人已经有点猛了。随后2个值班的社会办人员冲进了包房。狂野哥，出啥问题了？小问题，你们处理一下。我带黄小云离开了包房，来到大厅，黄小云抹起了眼泪。云姐，你没事吧？没事，又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了，就是今天遇上你，被你看见了，感觉就怪委屈的。你不会瞧不起我吧？怎么会呢？我理解你的，但凡有更好的去处，谁愿意干这个？谢谢，等我挣够钱了，我就不干了。那你想做什么？到时候开个化妆品店，我同学在港城有拿货渠道，可挣钱了。开那样的店要很多钱吗？得10多万，租金、装修还有囤货，得花不少钱。我已经攒了2万了，再好好干几年就能攒够了。真是不容易。他其实只要答应朱家兴的建议，去桑拿做，这10几万他几个月就攒够了。以后我有钱了，我借给你。嘿嘿，真的？就在这时候，朱家兴的电话进来了。那你先忙着吧，我还得去别的包房推销啤酒。我接了朱家兴的电话，是催我赶紧去3楼喝酒。他说他的朋友已经到了。来到3楼的一间豪华包厢，扑面而来的音浪让我浑身的细胞都活跃起来。沙发上坐着3个男人，一个是朱家兴，2个不认识。朱家兴见我进来，让我挨着中间的中年男人坐下。中年男人皮笑肉不笑地看着我，向我递来一根烟。狂野，这是我朋友周哥，快叫人啊！周哥？谁他妈认识什么周哥？宝祥区3霸之一，周威，周哥。原来是他，这人我早就听说过，是在沙井一带搞地下赌场生意的。刘麻子的表弟就在周哥手下当马仔，据说是个狠人。不过按照老三的说法，他也不敢跟许梦交碰，所以我不需要担心周威会替手下马仔出头来追究我砍刘麻子的事。然而朱家兴带我见周威是什么意思？周哥，晚辈陈狂野，幸会啊！听说你很厉害啊，3个人就把刘麻子的场子挑了，这就算认识了，以后大家就是朋友了。兄弟，周哥这个人特正义，在沙井一带势力很大，好多人想见还见不上呢。我是把你当真兄弟，这才介绍你们认识。谢谢朱总了。走，我带你去个更好玩的地方。去哪？去周哥场子里耍耍。周哥场子不就是玩赌博的吗？周威跟黑背心壮汉上了一辆车，朱家兴带着我坐他的轿车。朱家兴刚要上车，一个矮个子中年就笑盈盈地走了过来。朱总，这么晚了，去哪里呀？坤叔，我跟狂野去沙井玩玩去。多，去沙井啊？那带我一个。姑父不由分说就上了车，与我同坐后排。朱家兴脸色一沉，只好开车跟上周威的车。我跟姑父眼神对视，我当然明白他是在担心我的安全，毕竟白天才被袭击过。到了沙井，我们下了车，跟着朱家兴来到了一栋民房边上。民房口以及房子的周边，一共部署了起码10多个暗哨，那些人都拿着家伙呢。我跟姑父刚要进门，姑父就被门口看场子的人拦下来了。不好意思，周哥说了，您不能进去。怎的？坤叔，别紧张，我还能害了你侄子不成？我就是带他去看看，了解下这个场子，一会儿就把人还给你，怎么样？没事，姑父，您在这等我会儿吧。我跟姑父从金凤凰坐朱家兴的车出来的，大家都看见了，朱家兴真要对我怎么样，也不会在今晚动手。要是我跟姑父今晚出了什么事，他难逃其咎。进来后，1楼客厅里起码有50多个赌客，2楼还有30多人在玩。朱家兴说，这样一个地下赌场，一晚上随随便便都是100多万的流水，除去各项开支，这个场子一个月净利润至少20多万。像这样的场子，周围在沙井有10好几个，当然不都是周围一个老板，背后肯定还有些暗股东，比如他朱家兴就是这家地下赌场的暗股东之一。你也是这个股东？是啊，你要是愿意，你也可以是股东。说罢，他带我来到了3楼的一个办公室里，周威正在坐在沙发上抽烟，一旁的壮汉一脸严肃地坐在周威几步远的沙发上。朱总没少在我面前夸你，说狂野兄弟你年轻有为，我听说你手下已经有10好几个弟兄了，承蒙许总和朱总信任罢了。会说话，果然不是一般人。说话间，一个瘦子敲门走进了房间。狂野兄弟，你认识这个年轻人吗？我认真打量了一番眼前的青年，感觉到他身上的怒气之后，我摇了摇头。谢文伟向我走近2步，突然拿出一把刀。陈狂野，你挑了我表哥刘麻子的场子，这事今天你得给个说法。文伟，把刀子收起来。狂野兄弟现在是我的客人。是，屌他公规的，在我面前虚晃一刀，这什么意思？狂野兄弟，游戏厅那种生意又累又挣不到大钱，没意思。你有没有兴趣跟哥哥一起做这赌场生意啊？周哥想发展一下福永的市场，到时候看场子的事就交给你。狂野，这可是难得的机会啊！分成的话，你不用担心，我给你2成干股，你1个月少说也能搞个4、5万的。谢谢2位大佬的好意，我暂时没有做这个项目的打算。你是怕徐总有意见？放心，我们只要不做桑拿和商 K， 不跟金凤凰竞争，他不会说什么的。你看我还不是这赌场的股东，都当了好一阵了，一点事儿没有。倒是不是担心那个，我是在想，为什么会是我呢？你们应该不缺看场子的。我在江湖上混得比你久，知道的比你多一点，这里头有些事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周哥在沙井混了这么多年，各种关系都很到位了，他在沙井开赌场没人会说什么，但是如果踩到福永去，那就不一样了。福永的各位大佬就会盯着这个新赌场，个个都想来分一杯羹。这时候就需要一个在福永当地有些威望的人出来，看着这个场子，这样才能镇住这些人。你这个新起之秀就成了最合适的人选。听起来很诱人，我要是答应，
就相当于自立山头了。第一次进505房的时候，就跟许梦娇承诺了，我不会自立山头，而且我并不认为这些人能像许梦娇一样的帮我、信任我，他们只是在利用我。我还有仇要报，没有许梦娇的帮助，我的大仇就难以得报，所以我更不能答应他们。不好意思，朱总，我没兴趣。你别不识抬举，怎么要动手？小兄弟，你可要考虑清楚哦，我是把你当朋友才跟你聊这事，如果你不答应，那这个朋友我们就交不成了。那刘麻子的事，我可就不能再帮你兜着了。他在威胁我。谢文东朝我昂昂头，又把刀给亮了出来，嚣张地盯着我。我敢干刘麻子，肯定早就考虑到了他表弟以及周威可能会报复的危险，此时自然不会惧怕这些人。周哥，我敬你是前辈，喊你一声哥，但我告诉你，我不是怕你。刘麻子这事，你兜着不兜着的，你又能咋地？你让他谢文东来咬我一个试试看。我陈狂野光脚的不怕你们穿血的，而且我的兄弟够狠够硬，真打起来，我就算弄不死你，也能弄残你。我的兄弟就是我的底气，狗曹的玩意儿，跟我在这摆道呢。我话音刚落，谢文东和那个壮汉就开始向我逼近。哈，狂野你严重了，依我看，这事咱们都先别着急，你回去后认真考虑考虑，不用那么快答复我们。朱总说的是，狂野兄弟，你回去认真想想，过段时间咱们再聊。告辞。路过谢文东身边的时候，他梗着脖子，一手拿着刀，非常不服地看着我，试图用身体顶我。你小子给我小心！我眼光一冷，快速收电，一刀直接将他手指砍掉一只，剩下的话他没能说得出来。陈狂野，冷静，冷静，冷静啊！咱们求财的嘛，又不是为了结怨。谢文东，没打算出刀的话，就别瞎比划，知道吗？你要想替你哥报仇，金凤凰游戏厅就在那，我随时奉陪。不过我可告诉你，下回我砍他，可就不是断指了。我这些话既是说给谢文东听的，也是说给周威听的。很明显，谢文东进办公司来，是周威安排好用于威胁我的。我就是告诉他们，没事别威胁老子，惹毛了，我特么真敢砍你！我和朱家兴往外走，从民房出来，姑父看我手上有血迹，当即拔刀，我一个眼色制止住了他。朱家兴灰头土脸的后一步出来，狂野，刚才周哥的提议，你好好考虑下吧，过段时间我再找你聊。说罢，朱家兴自己去开车走了，把我们晾在原地，叫他公归的。操！姑父带着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到了外头大马路安全地带后，才问我到底咋回事。听我讲完之后，姑父脸色阴沉下来。朱家兴这是要明牌了，都不逼人了，竟敢挖你出去做事，你怎么想？我能怎么想？我考虑个鸡巴考虑，下回他再找我聊，我还是拒绝他。你做的对，我们得讲道义。徐总并没有对不住你，你不能搞自立山头的事。我跟姑父打车回到了福永，我第一时间去了武林墓。你来了。此时已经是下半夜，我把晚上的事跟他讲了讲，但是隐去了包厢里发生的事。3楼好玩吗？什么？没什么。周威今晚刚进我们商 K 的大门，手下人就把他来的消息告诉我了。我一直在等你，还以为你不来了。今晚要跟他们玩到天亮呢。怎么会？今晚跟他们应酬，我也是想看看朱家兴到底什么想法，没想到是要我出去单干去。谢谢你，狂野。谢我？谢我什么呀？不是谁都能抗住诱惑的。周威和朱家兴给你开了个高价。嗨，我这人不贪财。狂野，你一定要赶紧站起来。我感觉他已经意识到了危机，朱家兴今晚的动作就是摆明了不把他放在眼里，言下之意，朱家兴近期可能就会有更多动作，所以我需要赶紧强大起来，才能抗衡即将到来的风险。我很看好你，我需要你帮我。我知道，少抽点，赶紧休息吧，务必处处小心。我离开了房间，从酒店出来，我一个人走在福永大道上，没一会儿就来到了公司门口，就见刚下夜班的黄小云从门口走了出来。他没看见我，就见黄小云和朱家兴两人正在说着什么，随后两人一起上了车。这是什么情况？上回在桑拿部走廊，黄小云已经明确正告朱家兴不要再联系他了，还很生气的样子，怎么两人又在一起了？我招了个摩的跟了上去，摩的跟着朱家兴的车跑了大约7、8分钟的样子，来到一个小区门口，黄小云从车上下来，然后转身进了小区。朱家兴并没有开车进小区，而是独自驾车离开了。我一路跟着黄小云进了小区，这是个高档小区，他来这干嘛？云姐啊，狂野，你怎么在这？那什么，我路过小区门口，刚好见有个人挺像你的，就跟着进来了，没想到真的是你啊。对，我住这，你要不要上去坐坐？方便吗？方便。我踏上楼进了屋里，简单观察一下，并没有男人生活的迹象。这房子挺漂亮的，是你买的吗？租的。租金应该挺贵吧？我能感觉到他的慌乱。此时我更加关注的是他为什么上了朱家兴的车。你是不是看见朱总送我了？你别误会，他在追求我，我没答应，刚才给我打了好多电话，说要送我回家。我在路上已经跟他讲清楚了，我叫他以后不要再来骚扰我了。由于他所讲的正是我内心所期待的答案，所以我就下意识的第一时间相信了。原来是这样啊。你饿不饿？要不要做点宵夜给你吃？老实讲，我是很希望留下来跟他宵夜的。此情此景，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傻子都知道留下意味着什么。云姐，不用了，时间也不早了，我得回去了，你早点休息吧。留下吃点东西再走吧。不了，现在你知道地方了，以后有时间就过来玩。姐一个人在彭城也挺孤单的。就算我在木讷，我也能感觉到她的意思。一个女人要是没那种心事，她是不会深夜带一个男人回家，还留男人吃宵夜的，更不会对你吐露内心的孤独。这让我慌张，同时也有些期待。这种矛盾与纠结令我非常难受。我们10几个兄弟聚在新开的那家游戏厅里，还有2个小时
就要跟白金波开打了，兄弟们神情都很紧张。怎么大伙紧张啊？哥几个是不是太久没打架都生疏了？坤哥，你可别寒碜我们了。比起狂野哥和阿来他们，我们是年纪大了些，可我们还没老啊。可不就是，我才不到40，正是猛的时候。水哥你就别吹了，真那么猛，嫂子也不会整天没好脸色对你了。你小子再胡说八道，我阉了你！好了，别没个正形的。放心吧，坤哥，哥几个啥场面没见过了，待会儿不会怂的。坤叔开玩笑都大火完了，不就是帮在飞机房里看场子的吗？有啥呀？还能比那帮云石的小崽子厉害？阿来沉着脸，像要吃人的样子，呆愣的看着地板，一言不发。这家伙不是怕，这是他过度兴奋导致的。眼下我们也算是兵强马壮，除了刀郎不参加之外，今晚加上姑父有14人。刀郎是刀手，专门做些见不得光的事的，所以一般是不露面的。我们就养着他，到了关键时候用一下就可以。或许一直都不会用上，但是这样的人得有。我知道凤爪帮这帮前辈为什么紧张，因为他们不知道对面会来多少人。白金波实力不小，今晚肯定会找老乡帮忙的。他们是经历过大场面的，之前凤爪帮的大火拼就输得很惨，所以他们害怕再出现那样的场面。走上了这条道，就没有安生一说，你得拼，直到足够强大了才能得到相对的安稳。兄弟们放心，我陈狂也不是小气的人，拿下白金波后，我绝不会亏待了大伙。狂野哥为人，我们肯定不会怀疑的。没错，跟着狂野哥有肉吃。他们讲的是实在话，他们在公司看场子，公司项目稳定，没啥事情发生，也没啥奖励。而在我这则不同，昨天跟我去扫了白金波一个场子，每个人当场就分到了钱，虽说不多，可那是态度。接上集，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一群人从游戏厅出来，悄咪咪来到指定地点。我们提早了半小时，先到的已经是半夜时分，周围安静得很。我们站在篮球框下面，忽的有种被水没站之感。我跟老三，我们站在最前面，面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我忽有一种灵魂出离的感觉，已经完全忘记恐惧。突然5辆面包车停在了我们的正前方，紧随其后还有20多辆摩托车，其阵容之大，连我跟老三都不由一震。可我们没有回头看站在身后的兄弟们，这时候就算阎王爷来了，我们也得硬挺着，不然死得更惨。他们的人全都下了车，起码50号人。跟白金波站在一起的2个人，看着就是有钱的家伙，应该是他的老乡，也是做福建城生意的老板。大家别慌，一会找机会先搞那3个零头的。对面来个讲述的，喜叔就是他打了我的人，抢了我的钱。小伙子，你兄弟被女人骗，这是他蠢。按说你是不能事后来砸场子的，现在你把我侄子场子砸了，打了人还抢了钱，这就是你不地道了。你拿50万出来，再给我侄子跪下磕头认错，这事就算过去了。不然的话，不然咋样？不然我就废了你们。老几把你别狂，谁废了谁还不一定呢。就你们这10几个人，还想跟我们拼？你们拼得赢吗？哼哼！白老板，你的人骗了我兄弟钱，这事你们看来是小事，可是在我看来却不是。你骗我兄弟，那就是打我的脸。我要是不出面，那我还做个几把大哥。要是识相的话，你们几个把店里的股份送3成给我，今天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以后你们的场子老子罩着，老子保你们平安。不然的话，今天你们得死在这。好大的口气啊！呵呵，我倒是要看看今天是谁死在这。我白金波在福永混了快10年，还没见过你们这么嚣张的呢。那你就试试。这家伙摆明是不想谈了，那就拳头说话吧，给我干他们！我听到了兄弟们向我跑来的脚步声，一股热血蹭的冲上脑来。我跟老三几乎同时拔腿而出，向对面人群冲过去。山炮已经开始行动了，那是他准备好的自制炸药。此时山炮正在茅厕上面，趁他乱要他命，我和老三、阿来先冲了上去。我对着朝我跑来的人就是一顿喊，根本不管什么部位。老三更狠，鬼魅的脚步一下子到了敌人面前，无不意外，个个人头落地。阿来一套抬下来，敌人也是非死即伤。姑父也带着几个人立即冲进对方人堆，一阵乱砍。这时候对面喜叔看我们这么忙，马上喊道：“2两一组配合，我们人都别怕。”这老几把是见过世面的，有经验。对方打手2两一组，用人数优势，2个对我们1个，一下子局面就逆转了。我们的人被他们分成若干个小部分，开始有些吃力。都他妈给我出来吧！突然10几辆山地摩托同时发，紧接着10几辆摩托车冲出，车子与车子前后行接。林雄文带着10几个小弟，他们是我提前备好的人。我这个计划谁都没说，要不是我们这边处于弱势，我是不打算喊他们出来的。我操嘞！林雄文你个屌毛，你他妈啥时候来的？三哥咋样？刺激吧！林雄文扭动着油门，向对面外围一个人冲去，然后忽地抬起摩托前轮，直接将对面一个人撞倒在地。林雄文那帮小弟有样学样，开始用摩托去撞对面的人。不过几分钟时间，对面的打手们就开始丢盔弃甲，退到了那3个老板的身后。他们输了，我们一群人将他们3个老板围住。草泥马，服不服？我服。跪下！先把你们手下这帮没用的家伙遣散了吧。都走吧。走吧。没多会，众人很快离开了此地。老三，把他们带到店里说话。好嘞。我们回到了新开的游戏厅里，白金波等3人跪在大厅中间。3位老板，你们是要钱还是要命啊？要命！要命就好办了，那就花钱买命就行了。接下来我问什么，你们就老实的回答什么。要是敢骗我，他们下手有多狠，你们是看到了的。我问了下他们手上的店面数量以及经营的情况如何。白金波在福永有9家门店，小军11家，喜叔最多有16家。他们每家店的小妹人数都在10到15人左右，一家店大概是200来个平方左右。目前每个店单独记账，会有个经理负责招募小妹和管理店面，外加2、3个打手维护日常秩序。算下来，每家店平均1个月能够有2万左右的纯利润，这是除去打手看场子的费用之后的利润。如今看来，
这倒是不错的买卖。虽说单店挣的不多，可人家门店数量多啊。白金波说，搞这种小规模的店，有个好处就是不会太扎眼，每个月一家店只要上供1800给治安就行。这样的门店风险小，真的有某个店出了问题，关掉也没多大损失。今天这事，你们不出点血，肯定是过不去了。我跟你们没啥大仇，要你们命没啥意思，要你们所有门店60%的股份，不为过吧？也不白拿你们的，以后你们的厂子我来罩着，看厂子的弟兄的工资我们出，一家门店60%的利，那就是12000左右。我们一个店安排一个兄弟过去看厂子，按照公司工资标准，也就是1800的样子，算下来，一家门店还能有1万的利到手，还是划算的。三位老板，你们格局要打开，乍一看是少了60%的利润，可是你们也要想想，以后你们厂子安全了呀，有一个罩着你们以后可以大胆的多开门店，开的多了不一样，能挣回来吗？你们看看我，这店是我抽的，可我只要2成的股份，你们有4成就很不错了，且抽着了吧。野哥这帮兄弟你们也见识了，现在的附庸一代，那绝对是扛把子的存在，有野哥罩着，你们往后的路会好走很多的。我答应，我也答应。最后小军也同意了，他们不傻。我其实可以直接抢光他们的，我之所以留下4成，那是给他们一个念想，只要有了这个念想，他们就不会放弃这个生意，会继续努力经营好现有门店，还会想办法开更多的店来提高收入。这样一来，我们就坐等分红就行了。我当然希望他们多开店了，这样我不仅能增加收入，还可以养活更多的兄弟。当然了，既然答应要罩着他们，以后谁敢动他们，我也一定出头，甚至我还会帮助他们去打击他们的竞争对手，帮助他们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先预支1个月的分红，我看看你们的诚意。接上集。那几个老板面露难色，可也不敢反对，纷纷点头。我派李江明跟着白金波他们回去，一是看看各个店铺的实际情况，然后把股份转让合同签了；二是去拿钱。凌晨5点左右，李江明拎着一个大行李带回来了，袋子里有45万的现金，这个数目是李江明检查了他们所有门店的账目后得出的。过去6个月里，他们手上的36家门店，平均每个月盈利75万元。李江明就按75万的数字预支了1个月的分红，6成分红刚好是45万。看着一大袋子的钱，兄弟们都笑了。老三，你给每个兄弟发8000，受伤的兄弟多发2000，我这边加我在内14人，林雄文那边13人，一共27人，受伤11人，不过都是轻伤，问题不大。受伤的兄弟刚才已经被送到阿俊诊所去了，这就花出去了23万8千，这是没办法的，我得给他们一个印象，跟我干就能捞到钱。兄弟们拿到钱都很高兴，以后拿到分红，我每个月还会给大伙发奖金，有钱大家一起赚。听了我这话，大伙就更开心了。唯有林雄文一直板着脸，怎么了阿文？嫌少？不是，狂野哥，你讲话可算数？当然算，你说过，只要我的兄弟们收入达到3000以上，我能养活他们了，你就带我混的，你还记得吗？记得。狂野哥，我们这几天已经搞了5万多了，今晚之前我们兄弟的月收入就超过3000了，我做到了，那么也请你履行诺言吧。什么玩意？你几天就搞了5万多了？你在东门那山卡拉地方搞什么能搞这么多？这你不用管，我没骗你，不信你问问我的兄弟们。我想想其实也容易，他们夜里都敢去县里搞人家项链了，要是这么干的话，要搞几万块不是轻轻松松的。那你走了，镇上的厂子咋办？那没事，我117立马有小弟跟我可以安排别人去看镇上的赌场。行，那你们以后就跟着我混吧。闻言，林雄文那帮小家伙欢呼，他们可太期待大城市的精彩了。今晚的这一仗，相信也足够令他们开眼界。而我其实也需要人手，那36家福建城不得有人去看着吗？阿文，今晚那些飞机房的厂子，我就交给你负责，我再给你配20来个兄弟，你安排他们一人负责一家店。是狂野哥。天蒙蒙亮，李江明就带着林雄文他们去接手门店了。现在人手不够，我得再调人才行，所以没多耽误，立马来到了505房。徐姐今天起得这么早？看样子昨晚你是成了。我昨晚一直想着你的事，没睡好，就等你的消息呢。姐，这是昨晚跟白金波他们预支的分红，以后咱们公司就又多了个项目了。这么多？这还不是全部，我花了20多万出去了。这还不是全部？快跟我说说，昨晚到底啥情况？我将情况原原本本的讲了出来。他听的时候一会皱眉，一会直咧嘴，情绪起起伏伏。听完之后，他突然凑过来，伸出手摸着我的脸。狂野啊狂野，你怎么这么能干？我真是爱死你了。我未经你同意就分了那么多钱出去，你不会生气吧？那有啥？敢花钱才会挣钱，你做大哥的人这点自主权都没有，兄弟们咋会服你？他这话着实令我暖心，有这样一个老大，我感觉挺幸运的。规矩还是3期开，公司拿利润的7成，我拿项目利润的3成，眼前的21万多，3成的话我该拿6万3千多。可是许梦娇直接给了我8万，说多出来的是奖励我的。谢谢徐姐，之前我对钱的概念不深，现在身上有了属于自己的8万块钱，我突然就发现有钱的感觉真他娘的好，哪怕没打算要买什么，但就这么带在身上也特踏实，胆子都莫名大了些。说吧，打算让我怎么奖赏你？你刚才不是多给了我1万多了，还讲啊？那算什么？钱是最不值钱的了，想要啥快说。你这福建城的项目是个好项目，比朱家兴的桑拿好，风险小，收益大，只要我有的，你想要啥我都可以答应你。他能有什么呢？钱他已经给过我了，剩下不就那具要命的身子了吗？我可不能说要那玩意。嗨，不用了，哪能做点什么事就要奖励啊？真不用了，你可想清楚哦，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想要奖励啊，可是我不敢说。就在我无比纠结的时候，许梦娇突然站了起来，来到我面前，
捧住了我的脸。他艳丽的双眸温柔地看着我，在我无比惊讶的时候，他毅然决然地亲吻了我的嘴唇。只有那么一下下，他就放开了我。我被他搞得有些懵，久久未能回过神来。而许梦娇则像个没事人一样，强装镇定，可是他剧烈跳动的心却出卖了他。这个奖励你还满意吗？满意？那什么，福建城的场子还差24个人手，公司能不能派点人？林雄文带来12个手下，只能看住12个场子，而我们有36家门店要照看。我不打算让林雄文亲自去看场子，他只要管好手下这帮人就可以，日常就各个店巡视就行了。小林那没那么多人手是吧？对，他就10来个人。我这也不能给你派那么多啊，公司这边只有30来号人了，堪堪能够守住场子。这样吧，我再给你调8个人过去，你自己再想办法，从外面再招10几个弟兄进来。公司人手这么紧张，你还给我调人，会不会很为难你？没事，我会想办法尽快加人手进来的，只要咱们有钱，还愁没人来吗？这话不假。想不到福建城这样的生意还这么挣钱呢，最主要的是还能养活那么多兄弟。是啊，我事先也没想到。咱们得对兄弟们好点，这样才能留住人家。有了这些人手，以后我们想干点啥可就容易多了。那确实是的，我的游戏厅加上福建城，加起来能养30多个兄弟。后面许梦娇把公司看场子的人补齐，也是30多个兄弟。这么一来，集团社会办的人数就达到了60-70人之多，且各个兄弟都是生猛异常的人。有这样的队伍，我们在福永一带来说，那就是当之无愧的老大了。我本想趁着他高兴提找阿火报仇的事，然而我却忍下去了。我打算过个把月再说，等游戏厅和福建城都稳定回款了，他手上拿到钱了再说。阿火的事，你打算什么时候动手？我心里一怔，没想到他居然主动提了。等等吧，我想先把项目带顺一些，等稳定回款后再说。谢谢你能这么为我考虑，你想好要干的时候就告诉我，我全力支持你。你放心，我暗地里派人盯着阿火呢，他跑不了。谢谢徐姐，你真有心。不用谢，你对我一样很有心。傻小子，还害羞了。接上集，正笑着，他的手机就响了，是廖副队约他喝茶。昨晚的事显然是已经传到廖副队耳朵里去了，这家伙闻着味就来了。许梦娇无奈的摊手，拿出个文件袋，这次装了8万现金，要这么多吗？他升队长了，多给点没事，钱不能自己一个人用。是吗？这人看着不一般，以后估计还会升。怎么说？男人都爱看你，只有廖队长，他不会轻易看你，他能克制自己的欲望，有分寸，这是个有野心有志气的人，将来一定能成事。这你都注意到了，你是不是老观察我？没有了。行了，不逗你了，你放心吧，姐姐不会吃了你的，就是跟你开玩笑。眼下我也没谈男朋友的打算，咱们还是要以事业为主。我是不怎么相信他的话的，每一个玩笑的背后其实都带着认真的意味。我们往外面走着。六神无主的，想啥呢你？廖队电话你有吧？以后你可以多跟他接触，我感觉你说的对，这人将来或许有大前途，你提早走好关系。好，我试试看。我跟着孟娇来到了国豪酒店的中餐厅，还是在上次见面的包房等廖队。廖永贵大步走来，狂野老弟，最近动作可有点多，弄得我压力不小。给廖队添麻烦了，一点心意务必收下。是不是多了？恭喜廖队荣升，多的是贺礼。那30多家场子，之前一家是交1800，我接手后只会多不会少。廖队放心。你小子有魄力，懂规矩，是个人才。狂野，以后有空多去看看廖队，别总是有事的时候才找人家。就是啊，以后常来往。我在3星工业园后面有个茶楼，我时不时的就会去那坐坐。你没啥事的时候就过去喝茶，我要不在你报我名字就行，喝茶不要钱，叫贵人茶楼。好啊。办完这事，我第一时间约上了林雄文和林云星，叫他们2兄弟到我住的地方来。林雄文这小子今晚表现很不错，是立下了大功的。为了褒奖他，我决定从公司给我的3成里面拿出10个点来分给他，以后每个月我拿到福建城项目分红的时候就准时兑现给他。这也是为了鼓励林雄文更好的把福建城这个项目做好，配合好白金波那3个老板。只有跟经济利益挂上钩，人才会有持续的动力，靠一时间的热情是不持久的。林云星叮嘱他要用心做，别负了我。我这3成除了给林雄文10个点之外，我还预备给老三、姑父、阿来分别个10个点，他们都是最初期跟我一起打拼的人，我得了钱定不会忘了他们。当即拿出16000来给他们兄弟2个平分。许梦娇给了我8万，10个点就是1人8000，刚好拿到钱，他们表兄弟笑得十分开心。说起来今晚其他兄弟表现都很好，都有功，但是我不能照顾到每一个人，所以我必然得有个亲疏远近才行。我如此重用林雄文，一个是因为他今晚表现卓越，2个是他的能力很强，所以我破格重用了他，将他推到和老三阿来一样的高度，成了我的合作伙伴加兄弟。还有个事，明天你们2兄弟回去东门一趟，给我找20多个兄弟出来，负责看福建城的场。我把公司的情况跟他们讲了，公司现在只能给我们安排8个人过来。人员上有啥要求吗？你看着办，跟你现在这帮手下的素质差不多就可以。那行，我有数了。阿文，你回去后带点烟酒去看看你之前的老板，跟人好好说，好聚好散。我们出来混得多交朋友，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能用上。知道了，狂野哥，我会落实好的。三哥，听说金凤凰很多美女啊，你带我见识见识吧。想完了，可以，待会带你去。2个家伙越说越来劲，完全按耐不住了，还叫我一块去。我找了个理由推脱了。等他们走后，累了一晚上的我倒头就睡。黄小云突然给我来电话了，约我出去走走，她说她今天休息。
我把姑父的车开出来去他小区接他。今天的他细心的打扮过，一进车里我就闻到古桂花香水味。走吧，狂野。他看起来心情不错，一上车就笑嘻嘻的。他给我指路，我开车进了关内，到了南街区，把车停好，我们一起进了公园。这里我第一次来。狂野，听说你把白金波他们给办了？是，你从哪知道的？公司都传开了，商 K 那些公主和啤酒妹们都把你是做偶像呢。说你来了之后，公司就大不一样了，连徐总的干劲都变足了。徐总上班都比之前来的早了呢。嗨，有那么夸张吗？这可不是夸张，是真事儿。我们走到椅子边坐下休息，他递给我一瓶水，我咕咚咕咚喝了好几大口。见我喝完，他就赶紧拿了张纸巾给我擦。我自己来吧，姐。没事儿，还是我自己来吧。不知怎么的，我跟他的手就握在了一块，两人手上都有些汗，这么黏腻的握在一起，那感觉很特别，让我心跳顿时加速。我们的眼神都有些慌张，又都有些明目张胆。而他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突然就把我抱紧，还亲吻下我的脖子。狂野，我喜欢你，你抱抱我。我脑子一下懵了，僵在原地。我内心不可见人的深处有幻想过当下这一幕，然而真的发生的时候，我却表现得像个逃兵一样怂。姐，别，你别这样。不，我就要，快抱抱我。你我都单身，你怕什么？你也喜欢我，你的眼睛出卖了你，你不下100次的偷看我。我没有。你喜欢姐，姐今天就给你，我今天请假就是为你。他太过于激烈，这让我很害怕。我印象中的关系不应该是这样的。云姐，你别这样，你是阿珍的姐姐啊。这有什么呢？阿珍已经没了。不是，姐，你这是图我什么呢？我就图你人，你好看，有本事，你很男人，我就喜欢你，我恨不得吻遍你，时时刻刻跟你在一起。黄晓云把我灌醉，彼此发生关系，而他手机的背后有着怎样不可告人的秘密？说着他就亲我的下巴，我用力推开了他，起身站了起来。云姐，你冷静一点，你这样我很慌。黄晓云呆愣地看了我几秒，然后侧过脸去，整个人有气无力地坐在那，他眼眶开始泛红，狼狈的样子让人心疼。云姐，你是怎么了？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需要我帮忙？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你就直说，没必要这样。咱们是老乡，还有阿珍这层关系，你有事我一定帮的。你也觉得我是个随便的女人是吧？为了达到目的，就可以随便跟男人这样。我刚才说的话全部是真心话，我就不能喜欢你吗？凭什么啊？不，我不是那意思。云姐，我有点适应不过来，你给我点时间可以吗？而且我暗自发过誓，阿珍的仇不报，我不碰女人。不要拿阿珍说事了，如果你的誓言有用，那你去3楼豪华包的事怎么解释？那只是应酬，不是我自愿的。他突然凑过来又抱住了我，把脸贴在我腰间，语气变得温柔。狂野，我愿意给你时间，你什么时候想好了，想通了，我们再在一起。今天是我生日，你陪我1天可以吗？这样的理由我没办法拒绝。我们去买了菜，我开车带他回到了他的小区。回到家后，他就推着我去浴室洗澡，说出了汗洗个澡舒服些。不洗了吧，洗了又没衣服换。你等等，他竟然拿出来一件男士的白色睡袍，说是他爸爸来的时候穿过的，已经洗过晒过了。我有点纳闷，他爸爸一个农村人，怎么还有穿睡袍这么高级的需求？然而此等场景之下，我也没多问，脑子完全是模糊的。我洗好穿上浴袍出来，黄晓云已经做好了4菜1汤，他没着急喊我上桌吃饭，而是自己去了浴室里头洗澡。不一会儿，黄晓云洗好也穿着一件浴袍出来了。过来吃饭吧，狂野。好，我坐在他旁边，我们一边吃一边碰杯。我觉得自己是个男人，酒量还算可以，就没多在意。他一直给我碰杯我就喝，我高估了自己的酒量，也小看了黄晓云的酒量，慢慢的已经有些晕乎了，当即就倒在了地上。狂野，狂野，你干嘛？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我的头有些疼，口很干，扭头一看，发现身边竟然躺着个人，我吓得坐了起来，就见一个女人躺在我的边上，我顿时慌了神。我探头过去看看，发现黄晓云睡得正沉，我赶紧溜出了房间。到了楼下后我才缓过神来，看看时间，已经是夜里10点多了。完了完了，这下完蛋了，好好的喝什么酒啊，自己啥量没点逼数吗？这可咋整？就在这时候，黄晓云的短信来了。看着他的短信，我呆了好几秒，不知道咋回才好。他发的是啥意思？小猪猪又是什么鬼？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我总算松了口气，一时间还挺感动的，也觉得自己挺混蛋的，就这么要了人家女孩。我赶紧上车检查了一下自己，还好他不是第一回，不然的话我真的要愧疚死。接下来的2天，我都躲在姑父宿舍里看姑父他们扎金花。为了忘记他，我也参与到姑父他们的行列里。我以为他生日那天的事会是个美丽的误会，时间会让彼此淡忘这一切。然而事实证明我还是太天真了，我越想忘记就越难忘记。这天我又去宿舍玩牌，打了2个多小时，我就输了500多。不会玩就别玩，走走走。别听他的，刚玩都是要学费的。来来来，继续。结果那一天下来，林志全赢了1000多，姑父赢了300，另一个组长赢了400多，就特么我一个人输。以后再不跟你们玩牌了，太没意思了。我离开了宿舍，时间已经是半夜，我坐在公司大门前的台阶上抽烟，脑子里全是黄晓云的身影。不知道过了多久，就感觉有个人拍了下我的肩膀。嘿，一个人坐在干嘛呢？云姐，你坐这干啥嘞？我出来透透气，打牌输了，烦着呢。被林叔他们坑了吧？别烦了，走，我请你吃好吃的去。他拉上我的手臂，不由分说的就拖着我走。
我也是鬼使神差的跟在他后面。我们走了10几分钟，来到一个夜市边上，顺便点了点东西。我们就这么端着碗，一边走一边吃。我这时候才发现，他是在往他家的方向走。姐，你今天下班挺早啊？卖了13箱啤酒了，完成任务了就可以早点走，钱挣不完的。你不是想开化妆品店吗？我存折还有5万多点，我可以给你先用着。老这么卖啤酒也不是办法。怎么？你想包养我啊？没有，这不是怕你太辛苦吗？哈哈，我跟你开玩笑的，知道你心疼我，不过你之前我不能要。你现在在事业上升期，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再说了，5万也解决不了问题。嗨，也是啊。谢谢你的好意了，等你以后有钱了再说吧。放心，我到时候不会跟你客气的。有过接触后是不一样，他的动作和神态明显比过去大方多了。走着走着，就到了他小区门口。我放慢脚步，有所犹豫。黄小云拉着我的手臂，直接把我往里拽。来到家中，今晚我们没喝酒，都很清醒。我把那些年积压的情绪都释放了出来。这一夜，我们疯狂地向对方索取，我们才相拥准备睡去。而此时，他的手机响了响，有人给他发来短信。他转身过去跟那人聊着什么。谁啊？这么晚了还发消息？一个客户，得回一下子。他躲着我发消息的样子，让我不是很自在。跟对方发了消息后，他就把手机锁上了。他手机设置了有按键锁，不知道他在隐藏什么秘密。出于礼貌，我没问他这些。游戏厅开业，小胖竟带着阿火来砸场子，双方对峙，廖队却突然出现。我来到了公司，老三和阿文都回来了，带着24个新来的兄弟。我带着他们去办理的入职。许梦娇在会议室接见了这帮新来的弟兄们，给每人发了一条假天下。我见到许梦娇的时候，不怎么敢跟他对视，每看到他的眼睛，我就有种负疚感。当时在他面前，我说过不报仇不碰女色，然而我现在没守住自己的誓言，我感觉自己有点不地道。老三负责的游戏厅项目今天也到了开业的日子，我去参加了。这家游戏厅不比好运的小，梁宽针对开业促销做了很多的准备，推出了很多活动，还叫了一些比基尼女郎在门口跳热舞。游戏厅里坐满了客人，我正准备跟梁宽进办公室喝茶，身后就传来一阵嘈杂。转头一看，阿火带着10几个打手站在了我们游戏厅门口。阿火身边站着的赫然是宋鹏飞。老三带着4个看场子的兄弟堵在门口。阿火，你别搞事！怎么，你们这不是游戏厅吗？老子来文不行啊！这里不欢迎你。嘿，这几把破场子，你请我来，我还不愿意来呢。叫你老大出来跟我对话。我走了出来，宋鹏飞见了我，立马垂下头去。怎么，阿火，你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跟我碰一下了吗？看到我充满杀意的眼神，阿火眼底闪过一抹难以察觉的害怕，强撑着说道：陈狂野，廖运凯死在牢里了，长毛也失踪了，就连曾祥胜都莫名其妙暴毙了，你该满足了吧？满足？呵呵，你不是还活着呢吗？看来你是不打算收手哥。你不死，我没办法收手。你也没想放过我不是吗？前不久还跟宋鹏飞一起算计我。宋鹏飞，你个狗日的！狂野哥对你可不薄啊！你竟然做2无仔，我他妈活剐了你！我挡住老三，示意他别冲动。阿火挑这时候来着，目的很明显，就是不想让我们安生开业。星哥，这不能怪我，虎哥直接给我8000的工资，还给我火麒麟桑的分红，我一个月随便2、3万，跟着你们干游戏厅，我啥时候才能挣到这些钱？你个王八蛋，最好别落我手里！陈狂野，有种的约个地方，咱们新仇旧账一起算，只会躲在背地里使阴招，算什么男人？看来阿火这段时间过得并不安逸啊，恨不得赶紧把我给解决了。只要我在一天，他就一天睡不好，这正是我想要的，就得让他急，让他乱。怎么没种啊？没种的话就给我大哥跪下，承认自己是个怂逼！我操你妈，老子弄死你！就在这时，廖永贵踱着步来到了我们2拨人中间。阿火，你别给我搞事！廖队，我哪敢呢？我这不是想来玩游戏机吗？这帮家伙不识抬举，不给我进去啊！赶紧散了，大白天的让人看了影响多不好。遵命。阿火带着人离开了。谢廖队。廖永贵微微一笑就离开了。狂野哥，这你能忍？不忍则乱，要么不动，动了就要一击必杀。再等等吧。操，找他公规的。狂野哥，让我去吧，我就不信蹲不到他落单的时候，我非整死阿火这狗日的。不用，阿火的事我自有打算。阿来，你晚上带几个人去火麒麟桑拿给阿火上眼药。啥意思？打他几个技师，闹事就走，别搞大了。行，我打算给阿火再上点压力，在他肠子里搞事，他也不敢弄出大动静，顶多让手下把阿来等人赶走。眼下时机还没到，我得等手上厂子稳定运行了，给公司上缴足够多利润了。许梦娇心甘情愿帮我平事的时候再动手，要做就做得万无一失。等时机一到，我直接跟阿火一把梭哈，不是他死就是我亡。下午那会儿，朱嘉欣突然给我来电话了，约我到上次一起吃过饭的粤菜馆见面。到了地方后，朱嘉欣直接开门见山：狂野老弟，上回周哥提议的合作，你考虑的怎么样了？谢谢你们的好意，这事我不想做。他想利用我在福永的影响力，在福永搞个地下赌场，还是背着许梦娇单办，这是违反原则的事，我指定不能答应。狂野，你是不是觉得我朱嘉欣是个没什么料的人，可以随意拒绝？朱总，你这话从何说起？哈哈，我知道你有些瞧不上我，所以才这么几次3番拒绝我。你觉得我是个对老大不忠的人，道德有污点对吗？我抽着烟，笑而不答。他不傻，知道自己是什么货色。这么跟你说吧，我对徐总的感情只会比你深。很早以前，我也是像你一样对他忠心不二，也就是这2年，我的桑拿项目火起来了，他就开始不信任我了，处处提防我，限制我。
我看这人格局也就这样，所以就开始在外面做点自己的生意，这也没违反道义。我投资赌场，投资足浴城，做的都是徐总没参与的领域。你别忘了一点，徐梦娇是个女人，你看江湖上哪个女老大真正做大做强了的？她有天生的短板，女人天然的就安全感低，心胸比不上男人。我会被她提防排挤，以后你也是一样的，是我向周哥推荐的你，要不然他怎么会跟你见面呢？我是惜才，是为你好，以后你跟许梦娇也是会闹僵的，他不会相信你的，所以你最好提前为自己做点打算。一通话听起来是在理，许梦娇一开始给我的感觉也确实是这样的，我也曾怀疑过我会是第二个朱家兴，但那只是猜测，人家没这么对我之前，我就不能这么下结论。朱家兴不同，他是已经确定受到排挤打压了，所以才出去自立山头，以防将来闹掰了有个去处。所以说我跟他是有本质不同。谢谢朱总的好意，我感觉徐总对我挺好的，起码目前是这样，所以我不能答应跟你们合作。如果真要合作，也得跟凤鸣集团合作，公司派我去给你们看场子，那我就去。跟公司合作，那钱不是被公司挣去了，公司分到你手上才几成而已，你甘心？甘心。陈狂野，看来你是不想交我这个朋友了。交朋友是互相的，我看你也没想交我这朋友，你是看我好用，想用我这把刀，既是谋利，也是要把刀指向我老大。我毫不客气地戳穿了他，言辞犀利，目光中满是对他的不屑。这人一贯的优越感极强，他的礼貌其实是他狡诈的伪装，他极力展现的素质，为的是掩盖自己内心的傲慢和肮脏。哈哈，我起身离开了座位。你可想好，你要是就这么走了，以后咱们可就是敌人了。该想好的是你威胁我，呵呵，老子怕威胁就不走这条道。阿火派人将我们技师打得大出血，事后竟还敢带人来给金凤凰，双方对峙，大战一触即发。阿来带着3个兄弟去了火麒麟闹市，双方发生了推搡，阿来等几人只是受了一点点擦伤，并无大碍。可是这样的事发生在桑拿会所，可就不是小事了。客人们看到必然会质疑会所的实力，他们在这玩，首先考虑的就是自身的安全。阿来等人也没闹大，阿火的手下们又不好怎么样，他们就像吃了苍蝇一样，被我们恶心的不行。这样的事，我安排不同的人去，连续搞了他1周。这天金凤凰桑拿里头也出现了一帮闹事的。巡场的林志全一下就认出了对方是火麒麟那边的人，阿火的人下手没轻没重，把我们的一个技师打得大出血，住进了医院。许梦娇直接过问了这事，他先找我聊了下，得知我安排人先去那边闹事后，他并没有责怪我。这是两码事，你闹事是打人家2巴掌，顶多算挑衅，他们是把我的技师打住院了，这是砸我场子了，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他让我暂时先别派人去闹事了，然后叫林志全扣下了对方的5个人，关在停车场后头的铁棚子里。林志全给阿火打了电话，要对方送10万的医药费来，不然不放人。许梦娇这么做，一方面是力挺我，另一方面他也是在立威。这事闹成这样，最后肯定得有个输赢。要是阿火给了钱，那么火麒麟桑拿的面子就掉地上了，客人们心里自然就会有个排序，认为金凤凰实力更强。林志全电话打完没多久，阿火就带着10几个人赶到了公司门口，将我们大门堵住。这会儿是半夜，好多客人都看见了这一幕。姑父带着10几个社会办的人在大门口跟阿火对峙，叫许梦娇出来跟我对话。我操你妈的，不放老子的人我把你们店砸了。你他妈什么档次？我老大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操！王坤，你别在这跟我逼逼赖赖的，今天要是不把人放了，我他妈就血洗金凤凰。哟，我好怕，我们这有牛奶洗、冰火洗、果冻洗等各种洗澡方式，就是没有血洗。你洗一个我看看。马德，你真以为老子好欺负是吧？兄弟们，给我干他们！我看他妈的谁敢动！林叔跟一众兄弟左右散开，将阿火等人夹在中间，随时准备开打。阿火看看瞪大眼睛，几年前的一个夜晚，我就拿着刀追在他后面砍，我个敢下死手的人，他对我依旧有心理阴影。陈狂野，你手下几次3番来我场子闹事，这事就是你挑起来的，老子今天绝不会放过你。这话是给他手下打气的，他此时一定非常希望有个不知死活的愣头青手下能冲上来给我一刀。然而我们20多个老江湖围着他们15、16个人，那些手下又怎么敢造次？怎么你们火麒麟开门营业的，我兄弟还不能去了？你们技师特么的又老又丑，态度还差，我兄弟打他们几巴掌替你管教管教，不行吗？陈狂野，你欺人太甚！兄弟们，给我上，砍死算我的。大的电话，你个鸡巴，有没有眼力劲？老子砍人呢，接什么电话？是店里的，出事了。陈狂野，真有你的！你小子给我等着！丢下一句狠话后，阿火带着一帮人就跑了。多吼吼，跑啥？不是要血洗金凤凰的吗？跑那么快干嘛？只有我知道阿火为什么跑，他不跑不行啊，不跑他老巢就给我端了。林志全打了电话后，我就马上安排老三带上20个人去火麒麟门口待命。阿火刚到我们会所门口，我就马上叫老三带人围了火麒麟。这时候兄弟多的优势就出来了。现在我们集团社会办的成员已经达到了84人，是福永一带最大的社团了。金凤凰长期有30多号兄弟驻守，阿火带这么些人来是没机会打进门闹事的。守住金凤凰的同时，我还可以派足够多的兄弟去火麒麟闹事。阿火就不行了，他做不到这一点，他手下就40多号人，另一半在火麒麟就未必守得住，所以他得马上回去。老三及时给我来了电话，说看见阿火等人回来了，问我要不要跟他们的人碰一碰。我让老三带人撤回去，这次的目的不是打架，是施加威压，既是给阿火压力，打消阿火的气焰，让他怕让他难受，同时也是瓦解阿火手下的信息。
事情还没有结束，对阿火的侮辱还在继续，他的手下还在停车场后头关着呢。这事儿一下传开了，福永一带的江湖就那么大，不少人来公司打听消息，有的人去问许梦娇是不是打算跟阿火开战，来的人都是同行，这些做桑拿的老板共同维持着市场基本的平衡与秩序，他们生怕出现一家独大的情况，那样的话，他们就会担心自己有一天被那家最大的吃掉。接待这些老板的时候，许梦娇意外地把我带在身边，而不是带住嘉兴。他告诉那些老板们，自己跟阿火只是小摩擦，没到开战的地步，叫大家放心。他还说他只想做好自己的金凤凰，不想与人为敌，更不想扩张。而我发现，许梦娇说这话的时候，两眼闪着金光，似乎并不是这么想的。他对福永桑拿市场这块大蛋糕似乎有很大兴趣，这让我感觉非常刺激。我就喜欢看他那双充满欲望的眼睛，每每看到他这样的眼神，我就感觉浑身激动，肾上腺素飙升。阿火的手下又被关了2天，阿火不给钱赎人，许梦娇也不放人，就这么僵着，直到这天一个电话，事情出现了转折。许梦娇接了个电话后，就叫我开车送他去宝箱的西厢。咱们这是去干嘛呢？处理阿火那几个手下的事。阿火找了柳三爷出面谈和。闻言，我心中不由鄙夷，阿火居然要谈糊了，还以为他得继续闹呢，就这么咋咋呼呼的跑来骂几句，别的啥也没干，然后就找人谈糊了，真他妈菜！我顿时就觉得无趣了。柳三爷是个什么来头？柳三爷你都不知道？不知道啊。柳三爷可是大人物，是宝乡区3霸之一，目前主要是在西乡那片混，开了有8家桑拿会所。柳三爷之前是我爸桑拿会所里的一个小经理，为人通透，善于结交。凤爪帮倒台后，柳三爷纠集了一帮过去桑拿会所的同事，还找了几个过去在我爸会所看场子的人，又在外头借了点钱，干起了桑拿的生意。经过多年发展，柳三爷成了个响当当的人物。现在手下看场子的人有150多号，是当之无愧的大哥。这次柳三爷之所以出面，是看在阿火的那个合伙人的面子上。这个合伙人姓马，跟柳三爷是老乡。马总跟阿火是远房亲戚，是马总投资的火麒麟，然后给阿火股份，叫阿火去管理运营。我们扣了阿火的手下，严重影响了火麒麟在福永一带的声誉和地位。马总心里焦虑，就请柳三爷出面来调停。阿火就是个没种的家伙，还没开打呢，就在那请人调停了。他是挣到钱了，娶了老婆，想过安稳日子了，不像你孤身一人，年轻气盛，敢打敢拼。阿火通过关系找人谈和，出面调解此事的人竟是宝乡区3霸之首柳三爷。到了地方，我跟着许梦娇来到了一处包间，进门桌上坐着一个50多岁精神抖擞的男人，那男人气质不俗，面带威严，隔着10数米都能感觉到他身上的气场。不过许梦娇并不发怵，走到男人边上拉开一张椅子，随意的就坐了下来，示意我坐他旁边，挨着他坐下。坐在上位的男人目光始终盯着我。三爷，这就是陈狂野。后生好风采，你的事迹都传到西乡了，你挺霸道啊。三爷见笑了。大侄女，你可是得了个好帮手啊，恭喜你啊！我看用不了多久，你就可以统领福永一带的桑拿会所了。三叔说笑了，我们不过是小打小闹。许梦娇点上支细烟，独自抽着，他那样子似乎这里就是他的主场一样。服务员，上菜吧。10几个菜上完后，门口站岗的小弟进来通报，说马总到了。我还以为是阿火亲自来呢，看来柳三爷办事还是有水平，怕我跟阿火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所以安排的马总来谈。马总一进门就朝着我们点头哈腰。彭城真是发展的太快了，来的时候西乡大道居然堵车了，真是不好意思。马丁，你迟到了，先自罚3杯吧。三爷见谅，让您久等了，居总抱歉，路上耽搁了一下。这位就是狂野老弟吧？果然英雄少年，不好意思迟到了。这姓马的人很随和，对于迟到我心里有些不满，但被他这一番谦卑诚恳的操作打消了。大侄女，今天看我面子，把马丁手下那几个人放了吧。麻烦徐总了，以后咱们2家和气生财，互不干涉，互不打扰。我心中一紧，就这么放了？我们技师都被打得大出血了，怎么能就这么放了呢？我看向许梦娇，生怕他答应这样的要求。如果答应了，那我这次对阿火的施压就宣告失败了，阿火和那帮手下的信心将会大增。三叔，你这处理方案是不是有失偏颇啊？大侄女，你的人先去火麒麟闹事的，人家才找你们麻烦，这是你们有错在先。我的人是去消费的，跟他们技师发生了小摩擦，打了人家2巴掌而已。但是他们的人是来砸场子的，把我的技师打成大出血了，技师现在还在医院里。马总他们不该赔点医药费吗？徐总，倒不是我们不愿意给医药费，这要是给了，我们火麒麟的面子往哪个放啊？哦，就你们要面子，我许梦娇不要面子，我差你们那点医药费吗？我现在争的就是个面子。没想到梦娇这么硬呢，连柳三爷的面子都敢不给。我看柳三爷脸都绿了。马丁不敢跟许梦娇争论什么，看上去马丁不是在乎钱的人，他很是为难的看向柳三爷，希望柳三爷能替他做主。这样吧，少给点，就5万把这事了了吧。行，这也就是三叔你说话了，不然我绝不答应。其实他真不在乎多几万少几万，目的是为了打击火麒麟的气焰。不过从刚才的对弈中不难看出，柳三爷一开始是偏向马丁和阿火他们的，估计柳三爷也不希望金凤凰做大做强，影响他的地位吧。马丁很不情愿的从包里拿出了5万现金，我给接了过来。三叔，我还有事，先走了。我们是不是把柳三爷得罪了？得罪就得罪吧，他能咋地？别人怕他，我可不怕。真以为我一个女人家好欺负啊？他要是公平公正，我没话说。
上来就让我直接放人，还不给钱，这明显是偏袒对方，我怎么可能答应他？徐梦娇说，他也认为柳三爷是在刻意打压金凤凰，面上大侄女叫着，暗里却盼着金凤凰倒霉。这就是江湖，这些所谓的大哥看着一本正经，一身正气，其实心里都阴暗的要死。姐，你别生气，咱不跟他一般见识，以后少搭理他就是。狂野，你好好干，你方方面面都比他强，以后一定能超过柳三爷。别觉得他有多牛逼，他之前不过是一个小经理，给我爸拎包的资格都没有。行，回到公司停车场，林志全带我们去背后的铁棚子里看了看。阿火那几个手下被关在一个大铁笼子里，那几个人已经被折磨得快崩溃了。回去之后都给我老实点，再敢来我金凤凰闹事，就把你们剁了喂狗。徐梦娇丢下句话，转身就回办公室了。这天我跟黄小云都休息，两人来到红树林玩。黄爷，听说你手上的游戏厅和福建城都开展得不错啊。还行，都是老三和阿文在管，我平时很少去。你该去就去呗，我相信你。有老三他们在，用不着我乐得清闲。这你就错了，你老不去，那些手下会不会都不认你了？以后就认老三跟阿文。姐，以后这样的话别说，被老三他们听到不好。话聊到这，他就不再说什么了，拉着我回家。吃完晚饭，我们就准备休息。这一晚，他对我是百般的妩媚，千般的讨好，我很快就沦陷在他的温柔乡里。你跟朱总是不是不对付啊？立场不同吧。狂野，咱们这样的出身，还是能忍则忍，能让则让，不要到处树敌。咱们什么出身？我们都是小地方来的农民，人家是大城市里的人，人脉比咱广，财力比咱们雄厚，你跟他斗什么呀？你在哪听说的这些？黄野，你就当是为了我，以后别跟朱总斗了行不行？现在你的收入完全可以让我们在鹏城过上体面的生活了，我们以后就好好的过我们的安稳日子，不跟人家斗来斗去的好不好？你该去劝朱家兴，而不是来劝我。你怎么这么犟？跟你说了那么多白说了是不是？黄小云很不高兴地转过身去，背对着我。晚上我迷迷糊糊刚要睡着的时候，就感觉到他手机闪了闪，这是来短信了。我假装睡着了，侧耳听到他在那里打字跟谁发信息。过了许久之后，我听到黄小云没了动静，应该是睡着了。我悄摸摸地把他手机拿了过来，见他睡得正沉，我就小心翼翼走出了房间，来到楼下，一个女孩朝我走了过来，我把手机递给她，要多久？不超过1个小时。好，我又给了她1000块钱，女孩就离开了。成功破开黄小云手机密码，并发现黄小云的惊天秘密，狂野又该如何面对？过了几十分钟，女孩回来了，把手机还给我，同时还递给我一叠 A4 纸。我回黄小云租住的房子里，坐在客厅沙发，看着 A4 纸上的内容。刚才那个女孩已经帮我把她的手机解锁了，为了方便我查阅和储存，那个女孩还把黄小云的通话记录以及短信聊天记录打印了下来。看着一叠厚厚的 A4 纸，我的心仿佛被谁重重捶了一拳。最近1个月左右，黄小云跟朱家兴通话接近100次，也就是说他们每天都要通几个电话，两人互通短信的条数多达上千条，每天都要发几十条。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原来黄小云竟然是朱家兴的人。黄小云来金凤凰上班，那天我不小心听到的朱家兴利用黄小云的对话，包括那天我在姑父宿舍偶遇黄小云，这些都是朱家兴的精心策划。甚至那天在镇上中学门口和那天他的生日也是假的，他的生日根本不是那天，这也是朱家兴出的主意，让他灌醉我，然后拿下我。乃至今天晚上黄小云跟我的对话，都是朱家兴叫他这么干的。朱家兴叫他今晚最后测试我一下，看能不能劝我妥协，如果我不妥协，就杀了我。我看向房间的方向，背负这么大的阴谋，他却还能睡得着觉，他难道就不害怕不愧疚吗？短信中还有黄小云的银行卡通知，1个多月以前他收到了一笔10万块的转账，最近又收到一笔3万块的转账，想必这都是朱家兴给他的费用。更可恨的是，他这人不干净，在黄小云还没来金凤凰之前，他就跟朱家兴滚了床单，甚至跟我在一起之后，他还跟朱家兴有过几次，我感觉到恶心。这件事严重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我不敢相信朱家兴会这么搞，更不敢相信黄小云会这样没有底线，为了那点钱连基本的良知都不要了吗？云姐啊云姐，缺钱你可以跟我讲，我不是小气的人，你为什么要伙同他来害我？难道你夜里的情绪高涨都是假的吗？我心里好恨，我想宰了他，可是我一想到阿珍我就下不去手，她毕竟是阿珍的表姐。我收起刀，把手机放回她枕边，重新躺在床上。今晚是朱家兴给他的最后期限，要是他再不动手，朱家兴就要当我面拆穿他。我想等等看黄小云会怎么处理，我给他最后的机会，同时我也在考虑如何解决朱家兴的问题。这人指定是不能留了。黄小云起身了，我闭上眼睛，保持着均匀的呼吸，可以感觉到有个人站在了面前。紧接着金属反光向我射来，我忽地睁眼，看见黄小云手握刀站在我跟前。黄小云吓得丢下刀，惊恐地后退2步，眼睛当即一红。狂野，你听我解释。我从床上起来，把那把刀捡起来塞到他手里，然后去卫生间刷牙洗脸换衣。等我从卫生间出来，就见他跪在了客厅，刀被他放在了桌子上。狂野，你听我给你解释啊，不是你看到的那样的。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我是被逼的，我没想杀你。那你刚才拿刀对着我？我是想试试看我有没有那样的勇气，我发现自己没有，我做不到。狂野，我已经爱上你了。闭嘴！你他妈不配提爱，你让我感觉到恶心。狂野，你别这样，我们好好说，这一切都是朱家兴搞的鬼，你相信我，我没想要杀你。我狠狠地甩了他一巴掌，
然后拿出手机拨了个电话出去，你们上来吧。过了一会，早已在楼下等候的老三跟林雄文走了进来，看到他们过来，黄小云顿时吓得脸色惨白。黄爷，你想干什么？老三跟阿文都是我心腹，跟黄小云还是一个镇上的老乡，我叫他们来是不想把事情扩大化，你们看着他，不许他跟任何人联系。是狂野哥。狂野，你别这样，有什么话我们好好说不行吗？你不能这么对我，你让他们出去，我可以解释的。你跟朱家兴的聊天记录我都看了，还解释啥？说完我抬脚就走。黄小云要跟出来，老三一把将他拽了回去。云姐，都是熟人，你别逼我打你。我叫老三和阿文没收了他手机，并送他去车站，并让老三吩咐他，再不准他进粤省一步，否则就是死。这是看在阿珍的面子上。从小区出来后，我来到了国豪酒店505房，在套间里小客厅的椅子上坐着等许梦娇。他换了身衣服，坐到了面前。这是什么呀？这是朱家兴谋害我的证据。他没拿起来看，只是朝着那叠纸简单望了一眼。许梦娇当时说过，要动朱家兴必须具备2点：第一是有足够的新增利润，可以做到平替朱家兴的桑拿项目，这样万一桑拿项目有什么影响，也不会对公司造成致命损伤；第二是得有十足的理由。现如今我手上项目稳定运行，这2周的盈利来看，不会比桑拿差。至于理由，朱家兴谋害同僚，这理由已经足够成分了。你是打算动朱家兴了？他已经动手了，要杀我。没缓了。我坚定地点了点头。许梦娇眼神一动不动地盯着桌面，沉默了许久之后，拿起那叠撕纸站了起来。到公司说吧。到了许梦娇办公室后，他坐在大班桌后面继续看着纸上的内容，他的神情很严肃。我猜他可能是生气我的随便和愚蠢，就这么轻易上了人家的床，对方还是想要我命的人。不过就算如此，也不影响他处理朱家兴吧，这是两码事。朱家兴实际上已经到了不得不除的地步了。那短信聊天记录里还透露了一点，朱家兴最近已经在跟阿火接触了，他们准备合作做个新的桑拿厂子，那意味着要跟许梦娇抢生意了。你跟那啤酒妹在一起多久了？得有半个月吧。打算怎么处理那个女的？老三和阿文已经送她去车站了。你的酒量也太菜了，连个女人也喝不过，轻易的就被人拿下了，以后可得带眼识人了。是，我帮你处理朱家兴，后面你帮我搞定梁淑萍，怎么样？细细一想，梁淑萍是桑拿部主任，也是朱家兴嫡系，桑拿部的日常运营其实都是梁淑萍在负责，搞定了梁淑萍，相当于就是稳住了桑拿部。看来许梦娇确实是在担心公司的稳定，并不是不想动朱家兴。看我犹豫，怎么有困难？是什么手段都可以用吗？办朱家兴简单，但我希望尽可能降低这件事对公司的影响。明白，我会去做梁淑萍的工作的。我将朱家兴的计划告诉许梦娇，并坚定的要除掉他，而许梦娇却有所顾虑。许梦娇拿起电话拨了个号码出去。你来一趟我办公室。打完电话后，他点上了一根烟，面无表情，脸上的冰冷有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我意识到他内心正在刻意的疏远我，我只能理解为是黄小云的原因，这是我令他失望了。他可能觉得我这个人不够老成，亦或许他不想那么早动朱家兴，觉得这次是我逼他，乱了他节奏。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没有，你还有什么事吗？没了。那就去忙吧。我起身退出了办公室，刚出走廊没多久，我就看见戴着帽的刀郎正快步走向许梦娇的办公室。我找姑父拿了车钥匙，来到车旁，打算去梁淑萍的住处找她聊聊。她上午一般不在公司，桑拿这个业务跟别的不同，一般傍晚开始才是营业高峰。刚准备上车，就听到身后传来一声闷响，我转头一看，顿时吓得身子一震。朱家兴趴在车上，两眼凸起，一动不动。我抬头一看，7楼天台上站着的正是刀郎的身影。刀郎看地上的朱家兴没有再动弹，才消失在我的视线里。再次看了眼死不瞑目的朱家兴，开车赶紧离开了此地，去往梁淑萍小区的路上。姑父电话来了，朱家兴死了，你知道吗？背后是你推动的，你在哪？赶紧回来，我要跟你聊聊。我打算去找梁淑萍，徐总让我搞定他。先回来，我在公司对面的茶楼等你。姑父的语气不容置疑。我在茶楼的一个包厢找到了门头抽烟的姑父，他拧着眉头剜了我一眼，说吧，到底咋回事？我只好将事情全盘托出。云丫头真被朱家兴收买了。是，我有证据，在徐总抽屉里放着呢，这是我不敢撒谎。云丫头糊涂啊，徐总现在对这是什么态度？我把办公室里的对话还有许梦娇的反应跟姑父讲了，我也看不明白他的态度，问姑父许梦娇不会吃醋了吧，突然对我那么严厉冰冷。我也说不准，他指定是对你有点意思。你伤了2个女人，看你办的什么事，以后管着点你那破玩意，睡人家之前想清楚，也可能不是你想的那样。徐总或许也在担心你不好控制，会成为第2个朱家兴，将来跟他对着干，当大佬的心思都重。你了解梁淑萍吗？你就冒冒失失的跑去找人家？不是很了解。她有老公的，你知道吗？不是吧，有老公还干这个？她又不是做服务的。那也不合适啊，做经理还不是要被人揩油？好像她老公身体不好，家里就靠梁淑萍，她男人没得选。那就难怪了。你可以给她许诺些好处，这样的女人应该爱钱。我试试。去吧，把事情办好，让徐总高兴点。来到梁淑萍家门口，我敲响了门。良久后，梁淑萍才开门。狂野哥，怎么是你？能进去吗？进来吧。我与她在小桌前相对而坐。这女人30来岁，身材匀称，成熟中带着性感。狂野哥，你咋来了？朱总跳楼死了。你们还是对他下手了？他是自杀的。
好好，我又不是3岁小孩，这种话哄哄别人可以，骗不了我郎淑萍。你今天来是想干嘛？是不是想把我也做掉？梁主任，你别多想，你是公司的功臣，徐总很器重你，派我来是想让我劝劝你，不要受这件事影响，该上班上班，继续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就好，公司不会亏待你的。原来是这样啊，我是朱总的人，是他带我来金凤凰的，是他栽培的我，你们做掉了我的上级加恩人，还想让我继续为你们效力，别做梦了。此话不假，留得住人留不住心，工作是靠自发性去做的，强行留他没有一点意义。狂野哥，请你离开我家，这里不欢迎你。梁淑萍很不客气地下逐客令，事情被我想简单了，相信许梦娇早就知道梁淑萍是块难啃的骨头，不然也不至于忍朱家兴那么久。梁主任，你别急嘛，难道你不想听听我给你开的条件吗？呵，条件好，我倒是想听听你能给我开出什么条件。之前朱总给你营业额的1个点作为奖金，我可以跟徐总申请下，给你加到1.5个点，怎么样？陈狂野，你把我郎淑萍当什么人了？有钱就能收买我是吧？你给我滚，你出去，出去。梁主任，你要是不满意，你可以说说你的要求，这事儿咱们可以谈吗？滚出去！我被推出了门，他激烈的表现有些反常，令我很纳闷。还有不爱钱的人，朱家兴的情谊真的那么值钱吗？为什么他会对朱家兴这样的小人如此忠诚和崇拜？他们之间就是互帮互助的利益关系啊，怎么还上升到这般高度了？为了朱家兴前途利益都不要了，我心中憋屈，开车回到了公司。刚来到大堂，准备坐电梯上6楼办公室汇报下情况呢，就听到门口一阵嘈杂声。我转身出来一看，原来是宝相区3霸之一的周薇带人把门给堵了。姑父和林志全带着人，双方人数现在基本相当，形成对峙。周哥，你这是啥意思？陈狂野，今天这事跟你说不着，叫你们徐总下来。话声未落，许梦娇便走了出来，她双手交叉于胸前，以王者般高傲的眼神，傲然地扫视着周薇等人。周薇，你想干嘛？许梦娇，你弄死了我兄弟朱家兴，这事今天你得给我个说法。笑话，朱家兴是失足坠楼死的，他自己买了保险，公司的补偿也发给了他的家属，你还要个什么说法？再说了，他是我公司的人，轮得着你来这要说法？你算他什么人？少特么废话，家兴的死怎么回事你我都清楚，要是不给个说法，今天我就砸了你金凤凰的招牌。周围气势汹汹，身后30多个小弟一个个都虎视眈眈，这帮人可不比之前云氏那帮小崽子，也不比福建城那帮打手，这可全都是老江湖，手上倒不好都沾过血的，看气势就不一样。我没想到周围竟然会为朱家兴出头。周围，你少在这扯这些没用的，执法局的人都来了，定的就是失足坠楼，有本事你特么去把执法局定的东西否了去，你带这么一帮人堵我门口到底想干嘛？你有话就直说。家兴是我兄弟，不管他怎么没的，反正是死你场子里了，我得替他讨回个公道。100万，这事就算了了，不然我就砸你场子。我猜这个要求不是他真正的目的，他不是缺这100万的人。周围也很清楚，许梦娇不可能给他这笔钱，他今天来是为了立威的。朱家兴一死，周围少了个进入福永市场的核心帮手，我又明确了不跟他合作，可周围又不想放弃福永这么个市场。西乡、松岗、新桥等片区，每个地方都有大哥在，离周围大本营沙井又远，不好管理。在周围看来，与沙井邻近的福永片区是最理想的新市场，许梦娇这个女老大也是最容易对付的，她这是想在福永插旗，拿我们金凤凰来刷经验呢。我猜许梦娇自己应该有数了。宝兴区3霸之一的周薇得知朱家兴死讯，竟带人前来堵门，扬言要砸了金凤凰招牌。还真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当年赌场的一个小混混，现而今也敢在我许家的地盘闹事了。周薇，你今天是确定要跟我许梦娇碰一碰了是吧？许家，哈哈哈，真是可笑至极。告诉你吧，如今的鹏城江湖里早就没有什么许家了。周薇，你给姑奶奶听好了，我许家就算再落魄，也比你这样的人强。没眼力的下贱玩意，人家称你生宝乡区3霸，就当自己是个人物了。他们怕你，我许梦娇可不怕你。敢在我这闹事，你找死！给我胆！不愧是3霸之一的手下，那帮人纷纷亮出家伙，我们的人同样不甘示弱，身上的家伙也拿了出来。一场火拼就要在这光天化日之下打响。我拿出刀，有把握1秒内击中周围喉咙。我正酝酿着出手的时机，许梦娇拔出了一把54式手枪。老三在狱中跟我讲过这件东西，一枪可以打爆人的头，所有人都吓呆了。许梦娇把枪口顶在周围额头上，目光冷峻，毫无惧色。周围举起双手后退，来，你别乱来，这可是大白天，我不信你敢在你公司门口把我杀了。周围此时已经吓得冒汗，任他多牛的大哥，被火气顶着脑袋也是怕的。他此时还在护着面子，希望许梦娇收手。那你就试试看，我数3个数，你马上带着人从我门口离开，不然老娘一枪打死你。周围狠狠地盯着梦娇，他还在犹豫。1、2，慢，许梦娇，算你狠，算你狠，弟兄们，出！说着，周围后退了几步，然后转身带着一众小弟撤离了此地。许梦娇缓缓放下枪，冰冷的眼神渐渐松软，好像失去了力气一样，或许是怕手下看出他的紧张。梦娇旋即转身，就这么握着大黑星上了电梯。众人散去，林志全给我和姑父散烟。阿坤，你发现了吗？什么？徐总拔枪的时候，好像一个人。你说徐爷？亲闺蜜，当然像了。徐家有女如此，摆不了。我抽完烟，来到6楼，快步往他办公室走去。没关，我直接进来了。看见许梦娇坐在落地窗前，手上叼着烟，微低着头，她的身影在偌大的办公室里显得如此单薄。我慢慢靠近她，姐，怎么样？
跟梁淑萍聊过了，坐下说。我坐到了他对面，不好意思开口。许梦娇很难，我看出来了，刚才他是强撑着的。朱家兴死了，集团正是动荡的时候，一切就靠他了。我清楚他的傲气。怎么没办好？我把和梁淑萍的谈话讲了讲。不怪你，我之前试着接触过梁淑萍，跟你遇到的情况类似，她不是那么容易拿下的。单是钱可能还刺激不了她。钱都不行，那什么才行？他已经是桑拿部主任了，难不成还提他做副总？女人对权力的欲望要低于金钱，提拔是行不通的。钱不爱，权没有欲望，这可咋弄？别着急，回去再想想办法。这事就交给你了，要尽快搞定梁淑萍。好，徐总放心吧，我一定想办法拿下他。那周薇那边，让兄弟们最近都小心着点，出门别落单。周薇今天吃瘪了，按照他的性格，很可能会找机会报复的。对不起，因为我的事，刚得罪完柳三爷，今天又惹恼了周薇，我给公司添麻烦了。狂野，这不怪你，你也是我们的兄弟，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帮你出头是理所应当的。而且得罪柳三爷也好，今天跟周薇闹掰也好，这都是我自己决定的。就算没有你，他们也会来找事的，迟早的问题，你只是起到了加速作用。江湖就是这样，没有人能偏安一隅，你不强大，就只能等着被人吃掉。所以咱们必须得赶紧强大起来。姐，你放心，我一定会努力的，迟早有一天，我要让周薇跪在你面前，给你磕头道歉。好，姐等的就是你这句话，这才是我认识的陈狂野。我还担心你被女人骗了会一蹶不振呢。您多虑了，那倒不至于。傍晚的时候，我正在姑父宿舍里头，跟他商量着怎么对付梁淑萍。两个桑拿部经理突然找到我，说都这个点了，梁淑萍主任还没有来上班，桑拿部的几个经理都等着他安排工作。技师房里头只有10来个技师在，约2/3的技师未能按时上班。这种事以往是找朱家兴出面的，现在朱家兴没了，经理就直接找到了许梦娇呢。而许梦娇也没办法，他总不能绑着技师去上钟吧。于是他又让技师来找我，说由我暂时代理朱家兴的职务。我让经理们把没按时上班的技师电话都给我，我一个个打过去。结果半数以上关机，还有些是直接挂了，有个别接了不是头疼就是肚子疼。显然他们接到了某些人的指示了。看来梁淑萍这是在将军啊。这些技师住哪？带我去找他们。这可不好找，他们有的住宿舍，有的自己外面租房子，有的跟男朋友或者老公住。那就先去宿舍看看去。为了给技师上一些压力，我特意叫老三、阿来、林雄文过来跟着我去。之所以没喊在公司里看场子的那帮社会办成员，那是担心这些成员跟技师太熟悉了，大家没有距离感，没法形成威慑力。他们很快就与我会合。我带着一行人进一间技师宿舍的门，一个房间住4个女孩。哟，经理，这么兴师动众的是要干嘛呀？3号，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上钟？腰疼，上不了今天。那为什么不接我们的电话？接电话不要钱啊？你给我们报销话费吗？咱们开门见山吧，怎么样你才肯去上班？我不跟你对话，叫梁姐跟我说，我只听她的。好，你个臭女人敢跟我这么说话，老子撕烂你的嘴！啊，救命啊，打人了！叫你妹！老三不知道怜香惜玉，一巴掌直接将3号扇翻在地。我不管你们是谁的人，以后跟我个讲话必须先喊哥，都给客气着点。谁要是再敢放肆，我他妈弄死他！朱家兴就不桑拿经理，竟拉拢人心，使桑拿业务无法正常运行，狂野又该如何应对？赶紧都给我换衣服去上班！算了，逼他们去也没用，消极怠工的话还不是被客户投诉。公司就是对他们太好了，敢消极怠工，倒起来打几天，保证背负的。要是那样，我们跟阿火又有什么区别？此来我已经知道了技师不上班的真实情况，确定背后是梁淑萍在搞鬼，搞这些女技师没意义，所以就带着兄弟们离开了。我开上面包车，带着大伙来到了梁淑萍的小区。狂野哥，要不让我去试试？对啊，我一个人上去就行，你们在这等我，可别动粗啊！不打人，你放心吧。我看看长得白净瘦高的阿文，他的眼神很是淡定自信，这小子聪慧且胆大，或许他真有办法说服梁淑萍也不一定。得到我的应允后，下了车，老三不忘叮嘱他别来硬的。放心吧，三哥，你以为我像你似的就知道动粗？小逼崽子，我打你！林雄文走进了梁淑萍家里，瞧着吧，10分钟后要是没下来，就是有戏。狂野哥，这小子不会是真把人给说服了吧？有可能，聊了这么久，指定是谈得不错。反正我是没10分钟就被赶出来，安生坐着等吧。阿文这人办事有分寸，放心吧。阿文这小子确实比较招少妇的喜欢，保不齐他真的能搞定梁淑萍的。怎么说？阿文在县里不是看台球厅吗？那台球厅其实是一个女人专门投资给他的，女人叫刘总，只是象征性的要了台球厅2成的股份，给8成干股给阿文。刘总38岁，是个好看的寡妇。年轻的时候，刘总嫁给了彭城的一个拆迁户，后面拆迁户早早死了，刘总就继承了一部分财产，回到了东门县躺平。有一次，刘总遇上了飞车抢劫的，是林雄文出手帮刘总夺回了钱包。风韵犹存，正是虎狼之年的刘总见林雄文年轻，胆子大，有点子痞帅的，当即就动了春心。林雄文第一次去人家的时候，两人就滚起了床单。这刘总为了留住林雄文，就给他在县里开了家台球厅。阿文不承认自己吃软饭，对外说他是帮人看场子，其实他是大股东。阿文自己就是老板。阿文这人爱结交，在县里混得开，没多久手底下就聚集了10好几个兄弟。这么说来，阿文在我们县里也混得不错，有2个场子在手上。就那样吧，
我们那地方你又不是不知道，穷山沟大家都节约得很，没几个人玩台球，镇上玩赌的也是小打小闹而已。再说了，他手下那么多弟兄呢，这小子真有点东西。那是刘总我见过，那身材真的没话说，妈的，一想起来我就难受，真他妈有韵味。星哥，你也学学阿文的嘴皮子，说话俏皮些，你也能舔个少妇的。好，老子是没那命了，我要是有阿文那么白，10个少妇也不在话下。老三，你别灰心，女人可能不在乎这些，你有你的优势，你身体好力气大，就是脾气冲嘛，女人爱听好听的，以后你说话改，准能舔到一个。舔毛线，我才不舔。对，我也不舔，我就去金凤凰玩，变着花样玩，有做舔狗的功夫和钱，我都玩了不知道多少个了。兄弟们一个劲儿的吹水，不知不觉过去了1个小时了都，这林雄文还没下来，我打个电话问问，这家伙到底干嘛呢？别影响人家，人家办事儿呢，卖点心。林雄文终于下楼了，脚步有些飘。令我们所有人咂舌的是，梁淑萍竟然挽着林雄文的手臂一起下楼来了。那梁淑萍还一脸满足的笑着，时不时的侧头看林雄文，要多腻歪有多腻歪，不知道还以为他们是老情人。我尼玛！林雄文扶着梁淑萍上了车。狂野哥，你愣啥呢？赶紧开车送我去上班呀！啊！老三开车，一路上坐在一起的林雄文和梁淑萍两人始终抱在一起，他们的谈话让我们一车大老爷们听了直起鸡皮疙瘩。阿文，你胸口的刀疤好性感呐！以后在我兄弟们面前，请叫我文哥，我不要面子的。好的呢，文哥。喂，文哥，晚上下班你来接我吗？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不限对方自由，你这样搞得我很慌张啊。对不起，文哥，我不问了。喂，我想去接你，自然会去。这逼给他装的，听得我都想打他了。到了公司停车场后，回去好好干，别让我哥为这事操心。知道了，你就放心吧。林雄文转身重新上车。卧槽你个小逼崽子，可以啊，你是咋搞定他的？阿文，快跟我们说说，刚才都发生了什么？嗨，常规操作而已。狂野哥，你就是太斯文了。我刚进屋的时候，梁淑萍一样是十分抵触。怎么，你老大搞不定我，就换你这个小弟过来了？哈哈，我劝你们别费心了，你们害死了我的恩人，我是绝不会帮你们做事的。梁淑萍一见是阿文来，站在门口就是一顿数落，压根没有让阿文进去的意思。阿文一脸阴沉地盯着梁淑萍看了几秒，看得梁淑萍有点慌。然后阿文突然抬手轻轻扇了梁淑萍一巴掌，力道十分考究，既表达了愤怒，又像是在调情。梁淑萍捂着脸，整个人都懵了，又给了一巴掌。梁淑萍被打得连连后退。阿文进了房间，一手掐住了梁淑萍的脖子，一手继续扇她。你特么！阿文直接一嘴亲了上去，封住了对方的嘴。两人忙活了1个多小时后，这才能静下来好好聊天。我是代表我哥来跟你谈判的，在金凤凰好好干，我哥保你富贵，我保你快乐。要是跟我哥对着来，那不好意思，丢工作是轻的，我还会把你关起来，让你一个人孤苦到老。到时候你钱没有，男人也没有，别说男人了，公狗都不会有。人家依你便是，你别那么凶嘛。事情谈妥后，两人就下楼了。我们听完之后，全都呆住了，以为他在吹牛逼。咋？你们以为我骗你们呢？说句不礼貌的，狂野哥就是对女人太好了。梁淑萍有什么吗？她一个30多的女人，老公又是废的，她能有什么想法吗？不就是那点荷尔蒙，那点对金钱的欲望，满足她就是了。她跟我说了，狂野哥上来就跟她谈钱，这让她觉得自尊受辱，感觉狂野哥不尊重她，瞧不起她，所以她才抵触。不对啊，我再不尊重能有你不尊重吗？你上来就扇人家，我那不是扇，我那是唤醒她心里叛逆的基因。当我第一巴掌打下去，她没有反抗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能拿捏她，我能说服她。说服她是说睡觉的睡了。走着个几个，咱们去开个包房，找几个公主好好喝一顿。这钱哪来的？梁淑萍看我衣服档次低，给我叫我买点好的。我操啊！林雄文，你不怕老天降雷劈了你？福建腾新开3家门店，与我们玩起价格战。阿文带领一众兄弟们出面，事情又该如何解决？兄弟们一窝蜂的下了车，我跟在阿文身后，心情跌宕。好用的人才真的是一个顶摆，啥叫软饭硬吃？这就是吧。到了3楼包房，阿文，梁淑萍怎么过得了朱家兴那关呢？她不是很爱朱家兴，很尊重朱家兴的吗？怎么转头就背叛了？我进门道出来，压根不提朱家兴的名字。一个死了的人，说他干嘛？你一说，梁淑萍肯定要装纯，装深情啊。他总不能表现得像个忘恩负义的人吧？人就那么回事，都是欲望。牛掰！我们在商 K 玩得正开心的时候，我收到了许梦娇的短信，我正准备打字回，又想起林雄文的套路，打下了一行字：我的哥，你不想混了？跟许总这么讲话，怎么了？这不是学你吗？对女人就得高冷，就得狠。那是对梁淑萍那样的庸俗女人。手机那头的可是许梦娇许总，不用扛把子。那我咋回？你就说好的，有空向你汇报。哎，教他公规的，为什么到我这就不可以了？郁闷的我点了首 DJ 嗨曲，舞女不停扭动着小腰。第2天中午的时候，白金波、小军2个福建城老板找到了我，我正在游戏厅里跟梁宽喝茶呢。狂野哥，不好意思打扰你了，我是没办法了，只能来找你了。出啥事儿了？狂野哥，没法干了呀。小军向我道出了他们遇到的困难。他和白金波在我这条街周围有5家福建城，一直生意都不错。可最近一段时间，街上多出来3家温州城，这些温州城的妹子年轻漂亮，很有竞争力，而且他们做生意不按套路来。小军81次，他们就60，等小军降到60，他们直接降到51次。这样的价格让小军、白金波他们很被动。要是跟着降价到50的话，
一家店最少一个月损失1万左右的流水，这是你们应该找阿文呢，他在负责福建城这一摊子事。招了的呀，文哥答应了要帮我们处理的，可这都过去好几天了，一点信也没有。我发信息问他，他就说再等等，再等等。我们等的心里慌。阿文既然答应会处理，那就等等吧。你们那点信，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的。白金波二人听我这么讲了，就只好回去继续等消息。白金波跟小军又来了，这回两人脸上笑眯眯的。白金波把几份转让合同交到了我手上，这是3家温州城的股份转让合同，合同的甲方是白金波和小军，乙方是我们公司。包金波和小军拥有3家温州城4成的股份，我们公司是6成。这是那3家温州城的转让合同，我们出钱把那几家店收了。收了？对，一个店4万。白金波道出了事情的原委。白金波跟小军向林雄文求助后，阿文马上就去落实这事了。那3家温州城都是一个老板开的，阿文每天安排人去那3家温州城找小妹按摩。凭借着阿文所教的话术，几天下来，阿文跟兄弟们就挖了温州城8个小妹过来。那温州城老板发现问题后，就把阿文等人列入了黑名单，不准他们进店。奈何我们兄弟多，阿文等人被认出来后，阿文就派新的兄弟过去，继续挖温州城的妹子。3、5天时间又挖走了6个人，这可把温州城老板急坏了，叫了5个打手把阿文一个小兄弟给打伤了，牙齿掉了3颗，左手臂骨折。阿文挖人，这属于市场竞争，但是对方打人这性质可就变了。阿文等的就是这个时机，挑了个晚上的时候，林雄文带着20个兄弟，将那5个打手全部打进了医院，还把温州城老板绑了，叫温州城老板拿300万医药费出来给我们那个受伤的兄弟。这个年代300万可是天文数字了，对于这样的小老板来说，他肯定拿不出来。阿文就退而求其次，让那老板退出这个市场，把3家温州城转让给我们，承诺给对方4万一个店的补偿。阿文威胁对方，要是不答应，那就要砸店，还要抢小妹，让对方干不下去。其实这才是阿文的目的，对方见是自己先动手，自己没理，有这4万一家店的补偿，总比啥也没有的好。思来想去就同意了这个方案。于是小军和白金波就凑了12万，把这3家温州城盘了下来，同时接手了这3家店里剩下的20多个小妹。按照我们跟白金波他们的合作形式，厂子我们来看，我们需要持股6成，所以白金波二人拿下3家门店后，就主动把这3家门店的6成股份给我送来了，相当于我们白捡了3家店。阿文果然好样的，闷声不响的就给我办成这么件事。白老板、小军，这笔买卖你们没亏吧？这亏啥？就这点转让的钱，我们几个月的分红就可以回本了。关键是我们可以控制这一带的价格，这才是大头收入。没错，没错，这样的店，文哥能整来100家我都接，有多少接多少。等他们走后，我给林雄文去了电话。阿文，受伤的兄弟情况咋样？我去看看吧。用不着，牙齿是掉了的，手臂没骨折，我让医生开的假证明人的。你小子，医药费报上来，我这边来出，晚点我再让老三送2万过去，慰问下受伤的兄弟。嘿嘿，好的，没事就挂了哥，我正开会呢。福建城这样的项目有一个大好处，就是资金流大，每天都有现金，而且我们跟小妹之间是1周1结账，所以我们每周结完账后都能拿到6成分红，这样一来，我们就不缺钱用了。拜访治安队廖队长，他竟向我道出阿火手下所做的种种恶劣行径，并叫我出手相助。这天我买了2条华子，来到了3星工业园后面的贵人茶楼，这是廖永贵的地盘，一直想来拜访一下他的，近来脱不开身。廖永贵年纪轻轻就提了队长，日后前途光明，早点来往必定有利。我走进茶楼，一个穿着旗袍的瘦高女子站在前台。你好。你好，先生，您找谁？我找廖队。女子眉目微微一动，瞄了眼我手里的黑色塑料袋，伸手示意我去包房坐。我跟随她走进了包房里头。先生喜欢喝什么茶？单葱有吗？有乌冬单葱可以吗？可以。先生贵姓？陈狂野。好霸道的名字。您呢？唐小薇。您和廖先生有预约吗？没有，就顺路来的。他没在店里。是的。麻烦你把这个转交给廖队，就说我来过了。我放下塑料袋，里头是2条烟。我会转交的。这包房费用多少？我付一下。喝茶不用钱。廖永贵也说过这话，可是不要钱。他挣啥？就算不图这个挣钱，也不能总贴本吧？茶楼肯定有茶叶卖。我叫唐小薇帮我拿了8000多的茶叶。陈先生下回来可以给我个短信或者电话，我帮您留个包房。名片一出来，我就清楚他是打算做我的业务了，也基本清楚这茶楼的怎么维持的。但可能卖东西只是维持茶楼开支，廖队不指望这个盈利。这个茶楼的真实用途应该是廖队维系关系的地方，也就是这里有廖队的人脉。我获得了他的联系方式，但是我从不问他廖队什么时候来。接下来的1个星期，我又去了2趟贵人茶楼，每次都跟唐小薇预约，4次都是他给我泡茶，还跟我聊一些茶道的东西。时不时的，我也试图聊点风月。我在这些方面显然没有林雄文厉害，我们的尺度仅限于此，彼此间都没提及廖队。我可以感觉到他很喜欢接待我，我每次去都从他手里买7、8千上万的东西。我相信他一定会把我的情况跟廖队说的。她是个聪明的女孩。第5次去，那时候我已经花了近4万了。廖队终于跟我偶遇了。那天我正在包房里跟唐小薇喝茶，廖队就敲门进来。狂野老弟，真是你呀！我就说，怎么听声有点像你？唐小薇退出了包房。巧了吗？不是，下午没啥事，我寻思来这喝茶呢，没想到还遇上您了。坐坐，老弟，是不是遇上什么难事了？我听小薇讲，你都来好几次了。没有，花好几万就是为了喝喝茶，跟茶艺师聊聊天。我就是喜欢喝茶，而且唐小姐很专业，
我想跟他学点茶道知识，我太想进步了。最主要的，来这学习还能有今天这样的机会，能遇上廖哥您。廖哥要是能提点我2句，那我就是正大发了。廖永贵似笑非笑的静静看着我，而我也毫不避讳的跟他对视。我讲的都是虚头巴脑的话，他肯定知道我是来结交他的，巴结他的。这次不求他，日后肯定有求于他。我不能总是有事才找他，这样的话，我就跟他辖区其他人一样了，我就成为不了他的朋友。康爷，我干治安有些年头啊，你是我遇到的最醒目的人，你以后能混起来，能不能混得起来，也得看廖哥是不是关照我啊。咱们以后当兄弟处，互相关照。好。对了，我听说你跟火麒麟的阿火不对付啊，你刚出狱，他就带人去金凤凰找你麻烦。是的，眼下就一个机会，可以帮你出口恶气。我一听顿时来了兴致。我们治安队收到了群众举报，在一处城中村的民房里，有人囚禁了4个女孩。接到举报后，我就暗中着手了调查，发现这个民房是阿火的一个手下租的，手下叫谢百万，专门帮阿火做些见不得人的事。这4个女孩应该就是谢百万从外地骗过来的，关在屋子里进行折磨，逼这些女孩去火麒麟接客。我调查清楚后，就向上级部门福永接到执法队汇报了这事，可是执法队的一个肖副所长却说这事是假的，是群众看走眼。第二天，我的人再去到民房的时候，民房里的女孩竟被转移走了，只剩下个空房子。显然，肖副所长跟阿火、谢百万是有关系的。肖副所长故意走漏消息了，我找到了接到执法队的陈所长，汇报这个情况。陈所长虽是我的关系，但陈所长也不好明面上跟肖副所长对着干，叫我把这事放一放。这就是他们的江湖，跟我们其实差不多了。廖永贵的治安队上面是街道执法队，在网上就是区执法队，这里头学问大着呢。廖永贵知道陈所长跟肖副所长向来不和，暗地里较劲，可眼下陈所长都这么说了，那廖永贵就不好轻举妄动了，生怕得罪了人，让他朋友陈所长难做。我能做什么呢？这你就不懂了，你出手把那些女孩救出来，再把女孩直接送到区执法队去，让女孩向区执法队举报谢百万。这样一来，区执法队就会给我们街道执法队压力，那么那个肖副所长也顶不住，最后谢百万就得被抓起来，甚至火麒麟也有可能被牵连。听到这我就懂了，他是想借我的手。除了谢百万，这对我来说确实可以出口恶气。我可以砍掉阿火的一个左膀右臂，断了他济世的来源，但是这么做对你有啥好处呢？区执法队怪罪下来，你在街道执法队的那个朋友陈所长，他作为领导不是一样被问责？谢百万一旦被抓，区执法队的人一定能搞清楚谢百万背后是肖副所长在撑腰，那么肖副所长受到的惩罚必定会很严重。与此同时，陈所长在区执法队一样有关系在，区执法队里有人会联动推进这个事，许多时候你得冒点险，这是我跟你一样冒风险。要知道，我让你去办这些，咱们2个就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了。除了刚才说的那些考虑，我还有一个目的没跟你说的，那就是我想帮一下那几个女孩子，都是可怜人，我们若不帮，还有谁去帮他们？他们江湖的斗争，我其实兴趣不大。廖哥，这是我办。那几个女孩现在在哪？廖永贵早就掌握了那几个女孩的新地址，他告诉我地址，并叮嘱我一定要小心行事，最好蒙面。除掉阿火的左膀右臂，营救被困女孩，却没想到阿火手下竟对女孩们如此丧心病狂。我带着老三跟阿来，悄摸摸的来到了女孩被关押的民房里。干这种活还得是带着他们俩来，他们该是我放心。我们进了院子，3人在黑洞洞的房间里摸索前进。一个房间里传来有男人的鼾声，我们靠近看清了房间里的情况。一个男人四仰八叉的躺在床上，正是谢百万。老三拿出用提前准备好的药水纱布，连忙用纱布按住谢百万的口鼻。谢百万惊醒，开始挣扎。老三使劲用纱布按住他口鼻。几分钟后，谢百万彻底昏睡过去。我们拿出绳子将其绑好，再用个黑布袋把他头蒙起来，把人扛到了不远处的面包车里。接着我们继续赶回民房里。摸黑上到了2楼，这里有3个房间。阿来把耳朵贴在一个个房间的门上，认真听着动静，最后指着其中一个房间朝我们点头。我们看见里头2张床上躺着2个男的，睡得正香呢。据我们事前侦查，这个民房里包括谢百万在内，就3个男人看守，只要解决了眼前这2人，事情就好办了。老三跟阿来拿出2个黑布袋，迅速把袋子套在那2人头上。我们3人抡起棒，照着床上2人就是一顿敲。不想死的就给我老实点。我们把这2人绑在椅子上，牢牢绑好，老实在这待着吧。有没有人来救你们，就看你们的命数了。按我的性格，我恨不得做掉这2个人渣，可是廖永贵有交代，这次只救人，不闹人命。一旦出了人命，性质就变了。处置好这2个人，我们来到隔壁一个房间，看到眼前这一幕的时候，我们3人都吃了一惊。房间里蹲坐着4个被绑着绳子的女孩，女孩们身子脏兮兮的，还有明显可见的伤痕。她们两拳缩在一起，目光惊恐地看着我们。我操，这帮畜生！这几个女孩虽然狼狈不堪，但是不难看出都是面容姣好的青春女子。这些人怎么下得去手？你们别怕，我们是来救你们的。我们不方便露脸才蒙面，我们不是坏人。你们为什么救我？现在坏人太多了，我们谁也不敢信了。姑娘，一会儿我就把你们送到区执法队去，他们会安排送你们回家的。害你们的坏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
我不骗你，不信你可以去隔壁瞧瞧看。这是你们的东西不？我们3人把女孩带出了房间，他们也看见了被我们绑在房间里的2个男人，这下才彻底相信了我们。我们带着女孩赶紧离开了此地，上了面包车，往区执法队开去。路上，女孩们告诉我，她们都是从穷山沟出来的技校学生，来彭城本市实习的。可是学校联系的工厂压迫太严重，他们就打算出来自己找工作。没曾想，在 QQ 里遇到个骗子，说有好工作介绍，却把他们几个关了起来。这几天，他们遭受了那3个男人的轮流侵害和殴打，把他们折磨得生不如死，逼他们去火麒麟上班。他们始终不答应，可是谢百万还是没打算放弃，说要关起来熬一熬他们。好在你们来了，不然我们真的快扛不住了。好汉，你们都是什么人？留个姓名吧，以后我好报答你们。不要问我们是谁，知道了对你们不好。执法队的人问起，你们就说我们是热心市民，发现了你们的事，仗义出手就吓得你们，记住了吗？明白了，你们是怕被报复，我们懂了。到了区执法队门口，天已经蒙蒙亮，我们把还在昏睡的谢百万丢在了马路边上。4个女孩拿上行李下了车，进去吧，把你们遭遇的情况跟人家执法队讲清楚，他们会送你们回家的。还有一点务必记住，我们就是热心市民。办完之后，我们3人在管城绕来绕去的，又去了一个桑拿玩了下，在会所住了1天，最后才回的彭城。我接到了廖永贵的电话，来到茶楼包房里，就见廖永贵一脸和善的笑着。狂言老弟，我要替那几个女孩谢谢你啊。看来事情很顺利。顺利，待会回去你记得去火麒麟看看。好。还有件事要告诉你，肖副所长被停职啊。谢百万手机里还有跟肖副所长的短信记录，铁证。这么随意的吗？这都不删？谢百万估计没想到会有人敢对他下手吧？哈哈哈，我也没想到自己会对他下手。我的注意力全在阿火身上。这次的事，陈所长很满意。他没受到影响吧？没有，反而有功。你早上把人丢在执法队门口，没过一会儿，陈所长就接到了他在区执法队的朋友的电话。他朋友说，那几个女孩太惨了，这件事已经引起领导重视，要严办谢百万，肖副所长极可能被牵连。陈所长收到风后，意识到这可能是扳倒肖副所长的时机，于是马上就去了区执法队。他假装不知道谢百万已经到案了，在那主动汇报，说自己发现了谢百万逼梁为昌的事，以及肖副所长涉嫌跟谢百万勾结的事。最后，陈所长成了发现问题、举报有功的人。哈哈哈，这事就得你去办，只有你去办，才能有这样的效果。如果那几个女孩是我救下的，那上头的人可能会怀疑这事是陈所长跟肖副所长在内斗，那效果就完全不同了。嘿嘿，我其实也没做啥，都是廖哥你谋划周全。狂野，你知道我是怎么当上这个队长的吗？廖永贵眼光深沉起来，向我道出了他的过往。廖永贵是云省人，他跟我一样，也是个高中生，家里也是农村的。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现在的陈所长，2人一来二去成了朋友。廖永贵用一些下流的方法帮助了陈所长坐上了现在的位置，后面把廖永贵提拔成了福永治安队的大队长。听完他的讲述，我也就悟到了这贵人茶楼为什么叫贵人茶楼了。人怎么样？要再是上剑。狂言老弟，你已经成功通过了我和陈所的考验，从今往后咱们就是自己人。我知道你想干阿火这件事，陈所说了，我们福永执法队层面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你得准备好足够多的钱。阿火在区执法队有熟人，要把这事平下来，没个100-200万怕是搞不定，而且还得徐总出面才行，上头的人不是谁的钱都收的。明白。这有3万你拿着。这是干嘛？帮我办一张金凤凰商 K 的卡，我要带几个朋友去消费。你去了还能收钱吗？徐总肯定给你免单了。我知道，但是我还得办，这是你的面子，这样徐总才会更支持你。真不用廖哥，听哥哥的，陈所在我这买茶也给钱，兄弟是互帮互助，不是索取，单方面索取的关系永远长久不了。我们这关系，我去唱歌还去别的场子，那是对你的不尊重，不给钱更是不尊重，你就碎了哥哥的意，我又不差钱。嗨，你这话说的我不收还不行吗？廖永贵的为人让我没话说，收下钱便告辞了。我与许梦娇交代跟廖队的一切行动，获得了许梦娇的肯定，他竟直接将我提拔为公司代理副总。回来的路上，我绕到火麒麟看了下，眼前的一幕让我心头一怔。几个穿着制服的人站在火麒麟大门口，2个工作人员正往门上贴封条。阿火和马丁站在一侧，脸色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封店半个月，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本以为谢百万被抓就是终点了，没想到还影响到了火麒麟，这是个关键信号，说明阿火在上头的人也就那样，其背后势力并不能保火麒麟平安。金凤凰开业那么久，就从来没被封过。我开车回到了公司，来到了许梦娇办公室。来了，坐，找我啥事？许姐，火麒麟被封了。怎么回事？我把最近发生的事都跟她讲了，从多次去贵人茶楼开始，到救下女孩，再到火麒麟被封。你做的对，谢百万确实该死。趁此机会，我们倒是可以再作为一下。你的意思是，火麒麟被封了，他们的技师肯定人心惶惶，这时候去游说他们到金凤凰来上班，是最佳时机。做这行的，技师资源就是最核心的资源，谁掌握的技师数量多、质量高，谁就能胜出。姐，你真聪明，我就想不到。油腔滑调，这也是你廖哥教的？哪有？这事得让梁淑萍去办，他们都是有圈子的，他手下不少技师跟阿火的技师都认识。
好，回头我跟梁主任说一声。这是副总办公室的钥匙，里头的办公家具都是全新的，以后那间办公室就你用吧。这合适吗？这有什么不合适的？暂时就先代理副总吧，以后时机成熟了，我再正式任命。这好吗？我才来1个多月，年纪又小。年纪不是问题，时间也不是问题，江湖讲究的是能力，你有能力，弟兄们就自然会服你。怎么，你想偷懒？你忘记你答应龙叔的事了？许梦娇告诉我，她前几天去监狱看过龙叔了，知道我向龙叔承诺过要帮助许梦娇，帮助凤爪帮遗留下来的叔叔辈。看来许梦娇对我的信任已经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相信我是有能力帮到大家的。桌上这把钥匙就是证明，那我就接着，我一定好好干。这3万我看还是还给廖队吧，我们哪能收他的钱？别人都是排着队送钱给他。还是别退吧，人家都那么说了，我们还退，就有点不够朋友了。不如这样，我们在他名下的会员卡里面直接充6万，送3万给他，这样大家都好做。还是你想的周到，就这么办。没想到你跟他能发展到这种地步，已经称兄道弟了。龙叔果然是没看错你。他在里头还好吗？挺好，有时间你也去看看。好，记下了。走，去看看你的新办公室。我跟着他进了一间办公室，里面全都换了新。谢谢徐姐。瞎客气。好了，我不打扰你了。我来到大班桌前坐下，行政办公室发了个公司通告，告知全公司所有人，从今天起由我代理副总一职。财务经理敲门进了我的办公室，他给我送来了桑拿和商 K 项目过去1年的财报。这是徐总说了，从今天开始，您名下的项目利润全部收回公司，以后您直接享受包括桑拿和商 K 项目在内的公司所有项目的总利润的分红，分红比例依旧是30%。这太突然了，这相当于孟娇把商 K 和桑拿项目的30%利润赠送给我了。这是希望我为商 K 和桑拿出点力。朱家兴没了，得有人为他分忧和出力，他这是要跟我深度绑定在一起啊。简单浏览一下，商 K 和桑拿2个项目，1个月平均有130万左右的利润，相当于我1个月多赚30多万。看到这些数字，我当场就惊呆了，这女人果然大气。陈总，您还有什么疑问吗？没有我就出去了。啊，没有了。财务经理走了之后，我立马来到了许梦娇的办公室。怎么了？徐姐，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你把商 K 和桑拿的利润也分给我了，我也没为这2个项目做多大贡献，你这不是亏了吗？这可说不准，那可是1年大几百万的利润。我知道。您就这么看好我？对啊，龙叔、廖队，还有你的那些兄弟，他们都敢赌你，我为什么不赌？我还指望你带我挣大钱呢。怎么，你没信心？他从起身走了过来，站在我面前。狂野，我是个女人，做到今天这样就已经十分不易了，以后集团的发展就得靠你了。姐，我定不会辜负你这份信任，你就瞧好吧。我心中暗暗起誓，我一定要让眼前这个女人成为宝乡区数1数2的女富豪。说干就干，回到办公室后，马上就打电话叫来了我的原始班底，老三、阿来、阿文、姑父。我打算跟他们商量一下下一步的动作。狂野哥，恭喜荣升！狂野哥，这是我给你买的贺礼。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爱看这些鬼画符的小人书？哥给你买了1条烟，阿来送什么我都喜欢。你瞧瞧，我都说狂野哥会喜欢的吧。陈总，我可啥也没买，你不会怪罪吧？得了吧，姑父，少在那呛我。眼下我只是个代理的，大家低调点。我得了30%的利，没打算自己独享，他们私人也有一份。之前他们只是拿福建城和游戏厅的分红，如今得知还能有商 K 和桑拿的分红，自然也是非常开心。我重新调整了一下，以后我从我这30%利里面分出40%来，他们每人拿10%。之所以这样分，我是为了留一部分在自己手上，万一将来有大才加入我的团队，我得给人家一点。兄弟们还觉得这有点多，我拿公司全部项目的30%，按照现在总业务量估算，那1个月我可以拿到57万左右的分红。他们每人从这部分利润里分到10个点，那就是每人能拿到5万多，这远超了他们几人的预期，他们不接受。给的多，肩膀上压力就大，兄弟们都别推辞了，给了就拿着。徐总这样大度，咱们可得好好干，这也是为咱自己干，公司好了咱们也分得多不是？大伙来就是为这事，看下一步我们还能怎么发展一下。我不能白拿人家那么多分红，得干出样子来，让徐总赚的比之前更多。没错，你说吧，想咋干？眼下倒是有个急务，火麒麟被封了，他手下技师肯定心态会转变，我需要梁淑萍那边发力，去挖他们一些人过来。这事包我身上，狂野哥，我那些福建城里也有些人想进桑拿这行的，我要不直接推荐到淑萍那去吧？可以啊，他们自己想干就行，可不能逼人家。那不会，他们有的嫌现在工作太累，挣的又没桑拿多，都是自发想转行。那就行，不过得跟白老板他们沟通好，不能让人家觉得我们桑拿在挖他们人。是，我跟阿来也有个来钱的路子，但是挣的肯定没有奥文他们多。说说看。三哥看上了大王山公园那边的一个游戏厅，想弄过来呢，但是人家场子不大，就6个老虎机，20多台老掉牙了的游戏机，只请了2个看场子的，还兼着干收银。可以不？狂野哥有把握拿下吗？分分钟的事。那就干，叫他公规的。反正咱也不是什么善男信女，抢游戏厅这样的事，做1件跟做100件都是一样的。老三，你带人去干就完了。但是有一点，跟梁宽怎么分润，跟人家就怎么分，得端平了，不然梁宽有意见。明白？你们都有活了，那我去干什么？姑父，你暗中盯紧阿火的那帮子打手，防止他突然暗算我们。行，我找到了宋鹏飞的新住处了，要把人抓回来不？这是我早已经说过，先放一放，后面我自有打算。还有，
阿文，你抽空再从咱们老家找10个兄弟出来。要那么些人干啥？咱们这都够多人了。背着，阿火正在走下坡路，我们现在又挖他计时，得预防着这家伙狗急跳墙。再说了，你新搞的那几家温州城，还有老三马上又要搞一家游戏厅，这都需要人手看着。明白了，狂野哥，我会落实好的。兄弟们各自散去。福永的江湖这些天很不太平，梁淑平发动了手下人，挖了20多个火麒麟的技师过来，中间跟阿火的手下有点小摩擦，都被姑父平息了。老三带着阿来等人拿下了大王山那边的游戏厅，用1万块买下人家80%的股份。林雄文这人能力真是强，很快又从老家召集了10个弟兄过来，而且又花5万买下2家温州城。现在他管理的飞机场子已经达到41家之多。这天廖永贵给我来电话，说晚上要带一帮人来3楼的商 K 消费，叫我预留个包房。夜里2点左右，他们玩累了的时候，廖永贵发信息叫我过去。他向我一一介绍了包房里的几个男的，他们都是福永一带做生意的老板。以后在福永街面上遇到什么麻烦事，你们找我廖永贵，在江湖上有什么恩怨啥的，你们就找我这兄弟陈狂野。廖永贵向大家隆重地介绍了我，其中一个做物流的邱老板马上在我面前大倒口水。狂野哥，我可太难了，我们的货车在出城的时候被抢了好几回了，跑一趟车我们才挣几百块，可人家一开口就要3、5万的，不然就扣车打人。那地方不是廖队管，咱在那地方也没人罩着。狂野哥，你帮帮老哥我吧，全家就指着这买卖吃饭的。邱总是我们云省老乡，他这事我也不好出面处理，你要是方便就帮帮他。行，这事我管了。哎呦，那可太谢谢你了，狂野哥，一点小心意，狂野哥你别嫌少。我看了看，里头是30万。邱总是做省内专线的，做的还挺大，公司200多台货车。据邱总说，整个物流园就只有他的司机被人抢过，其他人都没有。我和邱总都认为这是被竞争对手搞了。对方每回拦车都是几个人？3、5个吧。我一个司机被扣过，被带到了阳城附近的一个水塘边关着，那里还住着有7、8个同伙，加起来有10来个人。行，我办了就给你办明白。我保证这帮拦路抢劫的以后不敢再搞你，我还会把他们背后的人给你挖出来。挖出来后，我会让背后这人滚出鹏城，以后再不敢找你麻烦。那可太好了，太好了呀！我拿出手机，打电话叫老三过来包房一趟。我叫老三和邱老板互留了联系方式，后面的事情就交给老三去办就行了。处理这样的事，对于老三而言根本不是难事。拦路那些人估计就是些散兵游勇，在村里或镇长的混子，没有组织也没有像样的家伙事，应该就是邱老板的某个竞争对手专门找的几个地痞流氓用来对付邱老板的。看我办事利索，又有老板想找我吐苦水，我见廖永贵开始打哈欠了。各位大伙有什么事就到6楼办公室来找我吧，今天也不早了。出了包厢，结账的时候那些老板个个都抢着结，廖永贵却是一副不爱占便宜的样子，拿出了自己的会员卡。我喊你们来玩的，当然得我出钱。他卡里有6万，今天一天就花了2万多点，开的也都是好酒。廖永贵本来只是充值3万的卡，当廖永贵看到自己卡里还有3万多余额的时候，不由愣神看了我一眼。我给他一个安心的眼神，他也就明白了这里头的玄妙。那些老板临走时，每个人都在前台开了一张卡，最少的都充了1万，前台一下收到12万的充值。这么看来，赠送给廖永贵那3万反而是赚了。我和廖永贵上了车，跟着坐上了后座。廖永贵的司机很识趣的下了车，我拿出5万现金给廖永贵，他一下就清醒了过来。不用，我的那部分邱总已经给过。这不合适吧？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那就请我吃点烧烤，刚好有点饿了，行不？嘿嘿，那太行了。司机带着我们来到附近一个路边摊，为了不打扰我们说话，司机就靠在车边抽烟。我跟廖永贵在矮凳子上坐着小桌子跟前。我刚来彭城那会儿，最喜欢来这样的摊子吃烧烤了。那时候1个月想吃上1回都难，舍不得。正当我们准备吃的时候，一阵摩托车的轰鸣传来，快速驶来2辆红色摩托，上面的人戴着头盔看不清模样，每辆摩托2个人，坐在后座的人已经把手里砍到亮了，标正事物之中。来不及多想，我起身抱住廖永贵就地一滚。前面一辆车从我们身边开过，砍刀劈中了我的小腿，他们砍完就走。第一辆摩托猛地加油跑，紧接着第2辆摩托又过来了。廖永贵司机快步跑来，抬腿就是一脚踢在开摩托那人的身上，第2辆摩托车上的2人失去平衡倒地。司机拿起我们坐的板凳，照着地上拿到那人使力就砸了下去，那人的小臂被砸断。开摩托那人见状拔腿就跑，司机还准备再砸一条腿。大人注意影响，打电话叫几个队员过来拉回去审审，看他们是什么来路。该说不说的，这司机真是够格，看身形和力道，还有他的日常举止，应该从队伍里推移下来的。司机大刘默不作声，一脚踩住地上那人的头，准备打电话叫人。不用打了，这人是冲我来的，把人给我吧。我马上打电话叫姑父过来，让他把人关在停车场后头的铁棚子里。此时我们也没了吃宵夜的打算，我们上了车，司机送我回金凤凰。路上廖永贵问我对方是谁，阿火的手下。对不住了廖哥，让你受惊了。这什么话？阿火这狗东西竟然下黑手，不是第一次了。那你这样可不行，你以后出门得带个人，以防万一。好，我是条件还没到，眼下连个像样的车都没有，开面包车带个司机兼保镖，那不是让人笑话。再者人也没有，老三是能打，可是游戏厅离不开他。如果有需要，我让大刘给你介绍个人，都是退役下来的，本事过硬。行，我想想，到时候需要的话，我和你说。荷包不鼓，讲话就没底气。廖永贵看出了我的窘迫，到了金凤凰后，我第一时间去阿俊医生那处理了伤口。弄好之后，
来到了停车场后面的铁棚子里。我刚一进来，就看见姑父在抽烟，人呢？做了。我直接就无语了，我都没问话呢。而且姑父也太莽撞了，这人被我们带走了的时候，不少人看见了，要是闹大，我们脱不了干系。阿火气急败坏了，我们搞了他那么多急事，连同些百万的事也算到了我们头上，这才安排人搞你。几个兄弟从后头走了出来，抬着被子出来的，袋子里抱着人沉甸甸的。有啥事我顶着，别慌。阿火的事你咋想？打算什么时候动手？快了，看来他是真急了，越急越好。他急我们不能急，急了就会错。姑父你跟我姑姑也得小心点，保不齐这疯狗就乱咬人。你还是顾好你自己吧。我有数，你有个逼数，最多再给你1个月，还没搞定阿火，我就自己上了，大不了1换1，有啥？回到我的住处后，林雄文来看我，老三跟阿来在忙活邱老板的事，打电话说要来看我，我没让。哥，不能再忍了，该反击了。是该反击了，我对阿火的报复正式展开，没办法，压不住了。姑父刚才已经下了最后通牒，他没跟我商量就把那个人做了，这就表明姑父已经没法再忍了。我是了解他的，他真敢去1换1，那不是我的目的，那样太亏了，所以我只好加快节奏。我给阿文一个文件袋，阿文，你帮哥办件事。这是啥？这是阿火跟技师合伙做私单的一些证据。带技师做私单，就是指阿火背着马丁在外头接一些送技师上门服务的单子，这样的单子钱不是交到火麒麟厂子里，都是阿火收走了，然后跟技师分账。如此一来，作为股东的马丁就明显亏了。这事要是被马丁知道，他们之间的信任就崩塌了。这玩意你咋搞到的？这你就别问了，你想办法跟马丁的老婆接触上，把这些东西交给马丁的老婆。哥，你是想？没错，阿文聪慧，一下就能猜懂我心思。我要利用这些证据瓦解阿火跟合作伙伴马丁之间的同盟。最近一段时间来，我已经大致摸清了阿火的底牌。白道上，阿火的势力比不上许梦娇，这一点从火麒麟被封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层面我占优势。黑道上，阿火的势力背景主要是柳三爷，而柳三爷是马丁的老乡，说白一点就是阿火的黑道势力背景主要是马丁的关系。那么我只要理解马丁跟阿火，那要阿火就失去了黑道势力的支援。杀人不难，难的是杀了人之后不留隐患。理解马丁与阿火，除了斗争考虑外，我还想着以后火麒麟厂子的归属问题。阿火势力覆灭后，马丁的生意肯定要照常做，那么他肯定要找人帮忙看场子，他要么找柳三爷，要么找我们。但是马丁为什么一早不找柳三爷，而是找了阿火合作呢？如此一看，将来阿火的团队覆灭后，马丁找我们合作的概率会很大。现在让林雄文去疏通马丁老婆的关系，日后定有大用。枕边风吹多了，马丁总会上心的，就能进步一促使马丁跟我们合作。根据我的情报，马丁的老婆很漂亮，家里也有钱。马丁其实是吃软饭的，马丁老婆还很风骚，在外头养了有小白脸。林雄文对付这种少妇，那是绝对的手到擒来。他老婆长得咋样？怎么，你在意吗？当然了，太丑我可不碰，我会找个小奶狗去对付他，钱给到位，总有小奶狗愿意的。我拿出手机里一张照片给他看，咋样？他妈了个 ABCD 的，相当可以。许梦娇找我谈我被袭击的事，得知是阿火所为之后，他也很生气。他的意见，我想报仇随时可以，不用再隐忍了，不就是花钱找人平事儿吗？他包了，我很感动。我告诉他这事快了，我会有自己的节奏，让他安心等结果就成。老三跟阿来到我办公室来找我，告诉我邱老板的事已经办妥了，他们带着10个兄弟跟邱老板的司机跑了几趟车，结果真就遇上了那帮拦路要钱的。老三等人把那些人抓了，他们确实是受邱老板的竞争对手所托，专门搞邱老板的。那人姓金，也是做省内物流业务的。金老板的目的就是为了把邱老板挤出鹏城市场，吃下邱老板的生意。搞清楚后，老三就带人找到了金老板家里。这金老板人是有点奸恶，但终归是做生意的，不是混黑道的。见了老三等人马上就怂了。金老板家中还上有老下有小的，他央求老三等人去天台谈话。老三没想祸及家人，带着金老板上了天台，并提出3个要求：赔偿邱总被抢的损失，一共9万3千；第二，支付老三等人出场费30万；第三，3天内关闭公司，带一家老小离开鹏城。如果不答应，就让金老板自己从天台跳下去。金老板肯定是不敢跳的，可是老三的条件实在是苛刻，金老板又不能答应。最后，阿来抱住了金老板的腿，将金老板半个身子推出了天台栏杆，吓得金老板屁滚尿流的。金老板这才答应下来。老三派人盯着金老板把公司关了，把房子卖了，带着一家离开后，这才收手。这是拿回来的钱。阿来把一个手提袋放我桌上，里头是39万3千，刚好。看着那些钱，我心生欣慰。谁说老三笨的？这不很会搞钱吗？我拿出9万3千，交给阿来。阿来，一会儿你把这个送给邱老板，告诉他事情我们已经办好了，叫他安心。是狂野哥。这9万多，邱老板并没有想过要拿回来，可是我还是得给他送去，给点超出预期的惊喜给他，那么这关系就稳住了，往后我的口碑自然也就出去了。我又从包里拿出20万来，交给老三。老三，这些你拿去给参加行动的兄弟们分分，怎么分随你。这也太多了吧？给个1-2万，我们去洗个桑拿就行了。咱不是要给公司创收吗？你都上交公司吧。拿着吧，该奖励就得奖励，以后这样的事还会有，奖励到位了，大家伙才有热情不是？嘿嘿，那我可就拿了。拿着。阿来，晚上想玩啥？我不玩，我都有些腻了，我要攒钱。攒钱干嘛？我想买汽车。操，买那玩意干嘛？买车还不如买房。再说了，公司不有车给你开吗？那不一样，我自己的是我自己的。你个棒槌，嘴密，爱玩不玩。你也少玩点，
有专家都说了，男人有效次数就3、5千次，别搞得成家的时候不管用了，让你老婆守活寡。专家的话你也信？哥，你没看咱们桑拿会所里每晚都有老头来玩吗？那些大爷可不止3、5千次了吧？行，想玩就去玩吧。不过阿兰说的倒是对的，你也学着攒点，将来在鹏城买个房，你也算是站住脚了。我有数的。等他们走后，我叫来财务，就把邱总给的30万，还有老三来回的10万，一起拿给财务入账。这40万可是纯利润。没多久我就收到了邱总的电话。狂野哥仗义，办事敞亮，邱某感激不尽。都是小问题。林雄文来找我，哥已经跟马丁老婆见了第2面了，今晚估计就可以拿下。辛苦了阿文。哥，一点也不苦，以后这样的事你都交给我，不交给我跟你急。行。我接到了许梦娇的电话，叫我去他办公室一趟。一进办公室的门，我就看见马丁坐在茶几前的沙发上。马丁见我来，赶紧起身朝我微微躬身。许梦娇正坐在办公桌前看手机。狂野，马总说有点事跟我们谈，关于桑拿业务的，我跟他说了，公司业务上的事现在都是你在管，你跟他聊吧。我第一次见狂野哥的时候，就知道你是个大才，你独当一面那是迟早的事。马总客气了，你半夜到访是有什么急事？木有，这不是两家有些过节吗？阿火那人你也知道，小气的很，我白天来不方便。这话一出，我就确定了阿文的成功。现在马丁肯定是恨死阿火了。马总，你说你也是的，找谁不好，非找阿火合作，他这人在我们东门都臭了。识人不明啊。话聊到这个尺度，相信彼此都可以猜到对方的心思了。更多的话我就没必要讲了，讲出来伤体面。我总不能点名马丁是来找我们合作对付阿火的吧？那样马丁成啥人了？狂野哥，我们火麒麟马上就要解封了，往后可还得指着你多关照我们呢。我投这家店花了很大心血，眼下搞成这样，我真的很焦心。你们估计也听说了，我是个上门女婿，投资的钱都是我问家老那位要的，家老人都看着我呢。要是火麒麟这个项目失败了，我往后在家老可就混不下去了。狂野哥，你可得多帮帮我啊！他知道我跟阿火是血海深仇，两人必须有一人倒下。此时他明显认为倒下的必定是阿火，他在进一步试探我，想确定我以后是不是愿意跟他合作。谢谢狂野哥。那什么，天色也不早了，我就不多打扰了，往后多走动。好，那我就不送你了。不用，我走了。狂野哥，徐总再见。马丁笑盈盈地退出了办公室，他已经明确了，我是愿意跟他合作的，他的目的已经达到。看来这人还是上道。许梦娇从座位起来，走到沙发坐在我边上。喂，你怎么做到的？马丁竟然深夜来找我们示好，山人自有妙计，又跟我卖关子，没劲。不是我想卖关子，是手段有些下作，你一个女孩听了不好。我许梦娇好歹也是道上的，啥下作的事我没听过，有什么呀？还有我可是你姐，我可不是什么女孩。就是女孩。她憋着笑坐到了我对面沙发上，拿烟抽了起来。你不想说，我还不想听了。乐得清闲，我不说你就猜不到了。我当然猜得到，你用了林雄文那小子吧？我只是没想到，你除了报仇，竟还惦记着要火麒麟的场子，真有你的。他一下就看明白了，我动马丁这条线的目的是为了以后拿下火麒麟。区一个火麒麟算得了什么？我曾发过誓，我要让你成为宝乡区数一数二的女富豪。许梦娇夹着香烟，她脸色惊讶道。我离开了办公室，一晃几天过去，眼下是7月的最后一天，又到了公司财务对账的日子。财务经理给我送来了这个月的报表，我看了看，这个月公司总的盈利245万，其中商 K 盈利68万，桑拿盈利69万，4家游戏厅盈利26万，40多家福建城温州城盈利42万，其他盈利40万，其他就是指的老三挣回来的那笔钱。相比上个月，公司新增利润117万，也就是说我给公司带来了117万的利润。这个结果我很满意，我总算没辜负许梦娇的信任和期待。当晚我收到了73万5千的转账，按照我跟老三他们的约定，我给老三、阿来、姑父分别转过去7万3500，加上之前的一些款子，我现在有50万在手。我坐在办公桌前，看着手机屏幕里网上银行上的一串余额，我不禁心潮澎湃，一股莫名的踏实感涌上心头。叫他公归的，老子如今也是有钱人了。当晚凌晨3点左右，姑父突然打电话给我，阿火正在一个的摊上吃东西，身边没几个人，适合动手，干不干他？叫他公归的，干！我没再犹豫，机会难得，我决定今晚就干他。5日前马丁的到来是个关键的信号，这表明阿火成了彻底的孤军，且现在我的项目都已经稳定，公司正在朝上走。许梦娇也保证了会帮我平事，时机已经成熟。这行动属于临时突发行动，所以我就只叫了2个阿文的手下开山的摩托来帮一下我们。我跟姑父2人坐上了2辆摩托车，往一处城中村开去。2辆摩托一前一后来到阿火所在地。随着我一声令下，2辆缓慢行驶的摩托猛加速。姑父坐在前面那辆摩托的后座，他瞅准时机举起了砍刀。阿火转头一看，情急之下，阿火身子往前倾倒，姑父手起刀落，结果刀砍在了阿火的手腕上。姑父只有1刀的机会。砍完之后，摩托车马上快速离开。阿火的小弟起身准备举刀护阿火，我也向阿火冲去。阿火看见了我的眼睛，显然是认出了我。我瞅准时机，手中的刀用力捅了过去，扎进了阿火的后腰处。随着一声惨叫传来，我们火速离开了此地。刚才刺的那个位置和深度，我感觉未必致命。这次行动看来是失败的，不过阿火肯定是下得够强，想必阿火伤好之后定会报复。我不死，
他就睡不着。那样也好，我就等着他跟我梭哈一把。第二天我就收到了消息，阿火昨晚并没死，被小弟送到了医院里，现在正在医院躺着，病房里有10个小弟轮番值班守护。阿火把小弟调到医院去了，那么火麒麟就成了防守薄弱之地。医院10个小弟一班，2班到就需要20个人，这20个保卫阿火的人在医院对面租了宾馆暂住。阿火手下总共就40来个人，这么一来，留在火麒麟桑拿看场子的人手也就剩下20来个。这20来个人住在火麒麟楼上的宿舍里。这些消息都是马丁告知我的。这天，我跟姑父在金凤凰大楼天台商量对策。去医院不倒是不现实了，我们下一步咋办？趁乱拿下火麒麟。我带着老三、姑父、阿来，还有一众兄弟合计20人，潜伏在火麒麟附近，等待凌晨3点半左右，火麒麟关灯。又过了几十分钟，马丁出现在了火麒麟桑的门口。他左右看看，然后把门留了个缝，朝我们所藏身的位置点了点头，然后驾车离开了场子。我们蒙上面罩，快速进入大厅。火麒麟一共有5层，阿火的那些看场子的手下就住在5楼的男宿舍区。我们已经精确地掌握了阿火那些手下的房间位置。来到5楼之后，我们4人一组，分别站在了5个房间的门口。给我干！您的人踹开房门，屋里的那些人大多数已经睡得非常沉了。面对气势汹汹的我，阿火那些手下只有挨揍的份。几分钟的时间，这个宿舍区的24个男的身上全部挂彩。我们把他们押到1楼大厅。都跪下！都认识我吧？我给你们2条路：一，立马滚出鹏城；二，我把你们砍了扔海里，选择吧。愿意离开鹏城的别动，愿意去海里喂鱼的向前走一步。过去一段时间里，长毛失踪，阿火跟我几次碰都是吃瘪，火麒麟技师被挖，阿火又被我砍进了医院，今天他们老巢也被我端了。此番种种，这帮人早已经没有了信念，选择逃生是理之使然。我大哥跟你们没仇，我们的目标是阿火，所以愿意放你们一马，这也就是我哥心善。换作是我，非得废了你们的手脚。话我放在这，你们的样子我都记住了，从今往后别让我在鹏城看到你们。要是让我发现你们又跑回来鹏城，那我可绝不手软。这帮人一听，立马保证不会再踏入鹏城半步。都滚吧！在他们离开后，我们又抽调来几个人手，连同今晚我们带来的10几个手下，一共20多人。今晚就正式入住火麒麟。在这住下，阿来留下担任这帮兄弟的临时负责人。我跟姑父、老三开车来到了马丁事前开好的一个酒店房间里。马丁已经在这等着我们了。情况如何？老三把事情经过跟他说了，马丁立马松了口气。这会儿天已经放亮，马丁说要带我们去酒店楼下吃早茶。再等等，林雄文和梁淑萍马上就到。说到林雄文，我不禁紧张起来。阿文跟马丁的老婆之间，眼下2个男人相见，会不会阿文带着梁淑萍赶到？事实证明我想多了。马丁对这样的事一点也不在意，或许他老婆外面有小白脸的事，他也早就知道。马丁对林雄文很客气，不停地跟人寒暄打招呼。昨晚的行动，林雄文安排了小弟来，他本人没有亲自参加。他有更重要的事，那就是说服梁淑萍接手管理火麒麟的技师。梁淑萍此来就是为了跟马丁交接工作的。以前火麒麟的技师都是阿火的人带着。我们昨晚的行动之前，马丁就背地里做了工作，跟阿火手下2个负责管理技师的女经理接触上了。这会儿那2个女经理就在隔壁房间住着呢。马丁带着梁淑萍去了隔壁房间，聊了大概40多分钟后，马丁和梁淑萍又回来了。谈得咋样？放心吧，都谈好了，他们会配合我们接手。具体怎么谈的，我不在意，我只要结果就成。桑拿会所最主要的是要有稳定专业的技师团队，这个稳住了，生意就稳住了。马丁把林雄文叫到阳台角落。今日一见，文哥果然是少年英雄啊，怪不得我爱人都夸你能干呢，以后还得仰仗文哥多关照啊。马总，你这话说的我都怪不好意思了。嘿嘿，我马丁这人没别的梦想，就想有个自己的生意，活出点自己的人格来。将来火麒麟由你们来接手，我很放心。要是可能的话，还请你多帮忙说点好话，让我加入那个，再给我投点钱，我再开一个，到时候还是你们来管理，行吧？文哥没必要紧张，说句不怕你笑话的，我跟我老婆早就同床异梦了，各玩各的，我不在意的。要不是有个孩子，我们就早离婚了，也好在有个孩子，我这地位才稳。马丁一个上门女婿，其卑微的个性显而易见，但是他想出人头地的那份信念也是一样显而易见。这样的背景下，马丁做出什么事来都是合理的。爱情不过是马丁的手，我知道你要啥，我不会负了你，将来你会为你今天做出了的这样决定而骄傲。马丁正向我递烟，听了之后手停在半空，愣神许久。阿文，以后马总就是自家兄弟了，嫂子那边你就别来往了。是，狂野哥。你是狂野哥，我真不在意，他不找文哥也会找别人，他找别人是他的事。总之阿文以后别见嫂子了，这事就这么定了。说话间门铃就响了，许梦娇带着我们公司财务到了。许梦娇跟马丁在小圆桌的椅子上对坐，其他人都站着。财务经理送上1式2份的股权转让合同，马丁很快签字盖章。从此后，我们公司拥有了火麒麟70%的股份，负责公司全面运营。凤鸣集团就此成了火麒麟桑拿会所的控股大股东。马丁继续持有剩余30%股份。我会在全公司群内出个通告，宣布撤掉阿火的副总，收回阿火的干股。合作愉快，马总。合作愉快，许总。那阿火这些事你都找狂野，他才是管事的，我就做些签合同之类的秘书工作。说罢，许梦娇带着财务经理就离开了房间。马丁有些慌张，你放心吧，阿火必死。你是不是还在担心我们作为大股东会欺负你？嘿嘿，放宽心吧，只要我陈狂野在，
就没人敢欺负你。我们也绝不会像阿火一样干一些做私单的龌龊事。我们的队伍你也看见了，跟阿火那种草台班子可不一样。以后你就在家坐等着收钱吧。马总，虎哥向来重信用，说什么就是什么，你放心吧。马丁这一点头，就意味着我们的合作稳了。我们已经成功接手了火麒麟。正聊着呢，马丁手机就响了起来，正是阿火打来的。马丁把免提打开。喂，马丁，现在公司什么情况？怎么我给公司兄弟打电话，他们都不接啊？阿火，咱们的厂子已经被陈狂野带人占了，你的那些手下都被打跑了。什么？这怎么可能？我20多个兄弟在那看着呢。哎，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你那些兄弟他不顶事啊？那他们有没有找你？找了，逼着我签了份合同。现在陈狂野他们是火麒麟的大股东了。阿火，你好好的惹他们干嘛呀？马丁，你妈了个 ABCD 的，怎么能把股份给他们呢？那我跟兄弟们咋办？我不给不行啊，人家拿刀抵在我脖子上呢。那又怎么样？他们真敢杀了你不成？你就不能等我出院后再说？傻逼！哟，那我可不敢赌，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你要是有本事，你别冲我吼啊！你去找他们去啊！你有那能耐，你把他们的人砍了，把厂子再抢回来不就是了？姐，你妈了个 ABCD 的是真特么废啊！他要是知道我们此时正跟马丁在一起，估计得被气死。众人散去，马丁留我下来单独聊了会儿。上次在西乡刘三爷出面说和的那次，我就认为你将来会是好人物，因为徐梦娇这个人我很熟悉。你母出现的时候，徐梦娇是很低调的，而那次徐梦娇竟然敢驳刘三爷的面子，我觉得是你给了徐梦娇底气。我不希望自己好不容易开个会所，却卷入刘三爷跟徐梦娇的斗争中，所以才选择阿火这样没啥背景的人合作。只是没想到阿火跟你还有仇。当我老婆拿出阿火背着我做私单的证据时，我就猜到这是你的手笔。火麒麟就是我的全部希望，我不允许阿火这么搞，这人必须除掉，而你是唯一能帮我除掉阿火的人，所以我愿意跟你合作。听完之后，我感觉马丁真是个很上道的人。营业数据出来了，这一周火麒麟的营业额不跌反升。看到这个数据，马丁和我们彻底就放心了。这就是我们跟阿火的不同，阿火可就要气吐血了。这天我得到了马丁的消息，阿火伤势稍稍稳定后就提早出院了，估计有动作，叫我小心。此时我正在姑父的宿舍里聊天，我接到了老三的电话，说阿来在接送一个桑拿客户的路上被阿火的人给绑了。接着阿火也给我打来电话，陈狂野，不想你兄弟死的话，晚上12点到田园立交旁边的沙滩来，咱们碰一碰，是时候解决一下咱们的事了。去，没事，他就还剩那点人，昨儿还跑了俩。姑父一直没放松对阿火等人的监视，你特么洗干净脖子等我上了姑父的车，马上给老三打电话，调20个人手到田园立交附近跟我会合。是要干他了吗？没错。好，马德，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姑父开着车一路疾驰，到了位置，我刚一下车就看见前面停着一辆粉色保时捷，许梦娇靠在车旁边。此时我只想说一句，这女人真他娘的好看。许梦娇身后的白色面包车旁站着的是林志全和5个兄弟。没办法，许总再三交代，你动手务必告诉他，不然人家朝我有余啊。姐，咋了？不认识了？这么看着我？紧接着，老三带着20个兄弟，坐着几辆面包车也赶到了。我们一行人浩浩荡荡，朝着海边的方向走去。此处的沙滩因不具备游玩的条件，周边并没有开发保持着原始的样子，所以没什么人来，倒是个绝好的约架地点。就到达了位置，一群人从我们前方走来，走在最前头的正是阿火，他手里竟然拿着一把5连发。阿火拿着火器抵在阿来的脑袋上，推着阿来往我们这边走来，而阿火身后站着的赫然是小胖宋鹏飞。我们的人快步迎了上去，都特么给我站哪！谁敢乱动我，立马崩了这光头！我们这边所有人都站住。阿火那帮小弟见我们带的都是些砍刀，仗着他们手里有火器和人质，那帮小弟就显得很嚣张。阿火，你以为你拿个破枪我就怕你？我这20多号人，你能打几个？打死一个算一个，我这能有5响，拉上你们5个垫背的，我特么死了也值了。别管我，直接干他！阿来刚刚明显是被粗暴对待，一只眼睛被打肿了，衣服上还有斑驳的血迹。来呀，我看谁敢上！是男人你他娘的就开枪，我操你妈的大学历！那我就成全你，慢，阿火，这是你我个人恩怨，不要牵扯他人。你把阿来放了，我跟你单挑。我挑你妈单挑，傻逼才单挑，给我跪下说话！阿火，你是不是疯了？你以为你今晚能走出这片沙滩？我劝你乖乖放下枪，遣散了你这帮手下，待会狂野还能让你死得体面些。你给我住嘴！你个死38，你妈了个 ABCD 的，别以为老子真的怕你，再逼我第一个就崩了你！好啊，你崩一个我看看。许梦娇一点也不惧，上前走了2步，姑父赶紧拦在了许梦娇前面。他本身肩负着保卫许梦娇的职责，所以不能让许梦娇冒一点险。许梦娇，你他娘的别逼我！之前你就瞧不上我，我早就想干你了。你再敢往前一步，我立马崩了你！我不仅过去瞧不上你，就算你今天手里有家伙，我一样瞧不上你。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丑，你蠢，你就是个烂仔，是个臭屌丝。你妈了个 ABCD 的，我特么弄死你们！就在他打算扣动扳机接过了阿来的时候，一个人影闪到了阿火身边，一把拉开了阿火持枪的左手，同时一把匕首架在了阿火的脖子上。阿来脱离了阿火的控制，只见宋鹏飞一手揽住了阿火的脖子，手上匕首抵在阿火的大动脉上，另一手抓住了阿火持枪的左手，枪口朝着地面的方向。所有人都呆住了，
情急之下，阿来快速扑上去，将阿火手里的5连发抢了过来，举起对着阿火。宋鹏飞，你他妈的阴王！老子阴的就是你！你小子连我都瞒着是吧？没错，小胖是我安排过去的卧底。那晚，小胖请我吃了我人生中的第一顿烧烤。当时我们就商量好了这一步棋。坤叔，何止瞒着你，我们所有人他都瞒着。不过我早就猜到了，小胖是狂野不下的一颗棋子。刚才我跟小胖对视的时候，我就更加确定了这一点，所以我才激怒阿火。宋鹏飞，狂野瞒我，你也瞒我是吧？我几次想做了你知不知道？坤叔，徐总，我也是没办法，狂野哥说了，这是必须守口如瓶，谁也不准透露，不然阿火这狗几把就不上当了。不是信不过你们，是为了让你们恨我，这样阿火这傻逼才会信。宋鹏飞，我杀了你啊！别动！此时的阿火已经面如死灰。阿来突然开了一枪，这个家伙性子真是糟。不过他打的不是阿火，而是阿火身边的一个小弟，躺地上嚎叫着：“都他妈的给我跪下！”阿来举着枪朝阿火小弟比划，对方的人吓得马上丢了手里的武器，跪成一排。小胖膝盖一顶，阿火也扑通跪了下来。这一跪，宣布阿火的江湖生涯彻底的结束了，他再也支棱不起来了。阿火的小弟们见大哥都垂头丧气的跪下了，纷纷鄙夷，纷纷懊悔。我的目标是阿火，不是你们。今天我给你们一条生路，但有一条，从此不得再入彭城，都别让我在彭城看见。滚吧！随着老三的话音落下，阿火的小弟一行人消失在了夜色中。怎么，你不是很牛的吗？现在低个头算什么？站起来继续跟我干啊！有本事就跟我单挑！他妈了个 ABCD 的，你这小人！刚才叫你单挑你不来，现在是弱了就要单挑。阿火，你知道这一天老子等了多久吗？该上路了！我一刀捅进阿火腹部，我刻意避开了他的器官，要的就是让他流干血在痛苦中死去。这时候，马丁出现在了我背后。你个狗东西，你也有今天！你们没错，我跟狂野哥早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阿火，想当初你来彭城的时候，就带着一个长矛，要杀木有，像条落魄的狗。我给了你机会和平台，成就了你，可你却背着我做死蛋，黑公司的钱，你特么的就是个烂鬼，就是个没底线的臭垃圾。马丁，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做鬼你也得有人给你烧纸才行。你爸妈和岳父母，还有你那小娇妻，都要下去陪你，谁给你烧纸？马丁，江湖规矩祸不及家人，你他娘的你不得好死！江湖规矩，我又不是江湖人，我跟你论什么江湖规矩？其实这都是我的想法，但是我世道上的人要脸面，要信誉，很多事我不能做。马丁这人醒目，知道我想斩尽杀绝，所以主动的要背负起这个恶名，也只有他能背得起这个恶名。马丁知道他家里人情况，我也许诺了马丁，在阿火家找到的财物都归他所有。今天这样重要的场合，按说林雄文得在的，我没让他来，他这会正带着几个蒙面的手下，按照马丁给的地址在办事儿。非如此，不能凭我心头之恨。马丁，你该！阿火彻底炸了，支撑着受伤的身子冲向马丁。马丁迅速躲在我身后，阿火冲到了我更前，我又朝他腹部来了一刀，刀直接贯穿了他的肚子。听说你老婆人长得挺好看，陈狂野，我快速的又扎了他3刀。你放心吧，我兄弟一定会好好疼你老婆的。心下一刀直接将他的头砍了下来。那一刻，我感觉浑身力气被抽走，手中的刀也掉在了地上。我看向天空，脑子里浮现出阿珍的模样，仇终于是报了。吃完早餐的我正坐在沙发上，听到了一则广播。本台消息：我区某高档住宅内前夜突发火情，导致3楼某住户一家5口死亡。经有关方面调查，系不当使用燃气导致爆炸着火。阿火的父母和岳父母，还有他老婆，都住在彭城一个大房子里。这家伙这些年搞了不少钱。马丁说，那晚从家里搞出来40多万现金，还有价值10几万的黄金。会林雄文就来了，我给了他20万。谢谢哥，客套。正聊着，小胖敲门进了我的住处。阿文懂我们有事要谈，就离开了。小胖坐我旁边。短短时间，咱们的队伍就发展的这么大了。狂野哥，你真是太了不起了。都是兄弟们能干，没你们哪有我。我拿出一捆钱，足10万，摆在小胖面前。这是上个月的分红，老三他们的都给了，本来是7万多，多出来的是给你的奖金。不要不要，你这是干什么？多外道啊！拿着。还有你坤叔、老三、阿来、阿文，你们5个是跟我创业的原始班底，以后我挣多少，你们都有份。他们都拿了，你也拿着吧。好吧。可以看出他还是高兴的，钱谁不爱呢？小秦呢？他已经出门了，营业厅不好请假，说了老半天经理才肯准假。小秦全名蔡小秦，是小胖的川省老乡，就是那个在营业厅上班的女孩。当时就是小胖开车绕了老远的路带我去那里办的卡。这小秦可是帮过我的忙的，之前帮我破译黄小云手机密码的那个女孩，就是蔡小秦叫来的。而我之所以会怀疑黄小云，全都是小胖给我的情报。一次小胖跟阿火出去宵夜，发现隔壁包房的朱家兴居然端着杯来找阿火敬酒。小胖还发现隔壁包房里坐着的女人竟然是黄小云，他赶紧把这个消息偷偷告诉给了我。一定程度上来说，小胖和小秦那是救了我一命，不然我非得被朱家兴安反了。当时我手上没啥钱，就给了小秦1000，现在有钱了，得好好谢谢人家，所以今天请小秦过来坐坐。说起来，小胖是立下了大功。我第一次在游戏厅门前被阿火手下开汽车袭击，那是我跟小胖合作的戏，为的是让阿火信任小胖。第二次，我跟廖永贵在路边摊吃烧烤，被阿火手下骑摩托袭击，
也是我故意透露行踪给小胖，为的是跟廖永贵同仇敌忾，也是为了加深彼此感情。当时我是第一时间护住廖永贵的。除了这2次我的以身入局，还有阿火做私单的证据，也是小胖给我的。还有前晚小胖关键时候拔刀控制住了阿火，这一桩桩一件件都是小胖的功劳。我对小胖和小青好一点，那绝对是理所应当。到了，我去接一下。没多久，小胖就带着一个女孩进来了。狂野狗好，坐吧，小青。小胖很自然的就坐在了小青边上。宋鹏飞的眼神里始终流露着爱慕。狂野狗，今天又是要解锁手机吗？今天不解锁手机，你现在在营业厅1个月能挣多少？底薪1600，包吃住，另外还有些提成，不多，加一起2330的样子吧。那不高。是啊，打工人的钱都是老板吃剩下的，就图个温饱。你们老板赚多少？那估计最少7、8千一个月，饭套餐、卖充值卡利润都不错，还有电话亭也这么少。做一个你老板那样的店，需要多少钱？得个8、9万吧，估计。主要是店租和人工贵了，充值卡那些可以少进点后，货款倒不是大头。我拿出10万放在他面前，小青，这些给你了，你拿去开个自己的营业厅吧，以后你自己做老板。不，狂野狗，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嘞？拿着吧。不行，我无功不受禄，我不能要。你认识小胖，还帮助我过我，这就是你的功，听话，收下去开个店吧，把你那抠门老板炒了。我这么做当然是为了小胖。小胖在感情上受过伤，被女人骗过，对于新的感情，他心里是有些自卑和恐惧的。小青这人看着本分老实，适合当女友，我做大哥的得推一推他。哥，你这礼物太贵重了，这我们不能要。对呀，狂野狗，你把我吓走了。我把钱包起来放在小青腿上。小青，你是我兄弟喜欢的女人，我这做大哥的为你们做点事是应该的，要是不收，我这面子可就掉地上了。你就当是帮我忙，你有了事业，小胖心里也踏实不是？我说完，他们2人就互相对视起来，明显可以感觉到小青眼神里多了份对小胖的崇拜。这可是10万，我的话堵住了他们2人的退路，他们找不到什么来推辞了。我也不清楚小胖是不是跟小青表白过，但是我刚才的话一出，就相当于是捅破了他们之间的窗户纸。哥，以后我的命就是你的。你的命要留着，以后还得照顾老婆孩子呢。对了，火麒麟的厂子交给你去负责，那里有20来个兄弟在，阿来要照顾游戏厅，他管不了那么多，而且你对火麒麟比较熟悉，你去更合适。是。又聊了几句，许梦娇打电话来，小胖带着小青告辞离开。许梦娇喊我收拾精神点，跟他去趟区里见个人。许梦娇来接我了，我坐上她的车，来到了区中心繁华路段。车子开进了一个闹中取静的小院子的地下车库。下车后，我拿上许梦娇的行李箱，然后我们来到另一辆车旁。这辆黑车上没人，他叫我把行李箱放进黑车里。到了小院的1楼会客厅，上来后才发现这是个十分精致的古风院落。会客厅正中间站着一个身材1米8几的高个男子，看着40左右。这位是楚寒秋，古先生，祖先生，这位就是陈狂野。坐吧，事情我已经办完了，这事闹得有点大。阿火在区执法队有个熟人，非要定成凶杀，我这边给了几次压力，最后裁定的失踪。前天晚上我做了阿火之后，姑父就叫来了一挺大费，将阿火运到深海去了。现场是干净的，按说很难扯上凶杀，应该是阿火那个熟人想趁机要点费用。不过楚先生既然说了，最后定的是失踪，那就没啥大问题了。路上许梦娇跟我讲了，楚先生是他在区里的关系，以往的大事情都是找楚先生去善后的，而楚寒秋本人却是个自画商人的身份，想必楚寒秋就是传闻中的白手套了。